欢迎收听《别输在太敏感上》，作者春日，播音小易。前言：以经典小说《罗生门》而享誉世界的日本天才作家芥川龙之介，年仅35岁便因过度敏感而服毒自尽，一位天才就这样英年早逝。梵高的敏感性格导致他与好友高更之间产生裂痕。他在完成举世闻名的向日葵之后，却选择了饮弹而亡。童话大师安徒生仅仅因为他的朋友迟到半个小时，就在各种最坏的猜想中变得精疲力尽，也因为敏感而一生都在惶惶不安中度过，饱受神经衰弱的折磨。以上种种无不是深受过度敏感之苦。虽然我们惊艳他们的绝世天才，但他们的结局我们不想复制。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敏感成就了他们，却也在不经意中毁了他们。而我们中间具有敏感性格的，应该还大有人在。人们认识到敏感性格中的隐患，便从此使敏感蒙受了不白之冤。人们畏惧它如洪水猛兽的同时，却也对它缺少公允的认知。只是敏感引发的悲剧并没有因此而断绝，相反，它作为多种心理疾病的根源，依然使无数青春华年黯淡无光，甚或成为令人扼腕的绝响。我们无法将敏感与天才完全等同，毕竟普希金也说过，敏感并不是智慧的证明，傻瓜甚至疯子有时也会格外敏感。敏感不是天才的专利，即使是一个平凡人，敏感也同样有可能光顾，给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困扰。每一个人从母体来到社会，抵达心智成熟的成年，都会经历漫漫长路，而敏感则会使人尚停留在婴孩的状态，无法获得人格的独立。面对世间的风雨，心中唯有无限惊惶。如同洛克所说，人生的磨难是很多的，所以我们不可对每一次很小的伤害都过于敏感。在生活磨难面前，精神上的坚强和无动于衷，是我们反抗罪恶和人生意外的最好武器。告别敏感，代之以钝感，如此你会成为一名真的勇士。本书立足于深入了解过度敏感的危害及根源，并学习应对策略，综合古今中外的案例，分类阐述。本书分析了敏感性格的诸多表现以及内在的成因，便于读者对症下药，标本兼治。而且每节课都附有心理小测试，能帮助读者加强对自身的了解，从而扬长避短，向幸福的人生迈进。天性敏感者可以从中了解怎样规避这种特质的负面影响，而非敏感者也可以从中学习与敏感者交流时应当注意的事项。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我们更应当注重保持身心健康的良好状态。人们往往并不视过度敏感为疾病，然而只要它越过雷池一步，就可能会打乱我们的正常生活。如果你每天都要因为别人的想法而倍感拘束，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都会戳中你的痛点，工作中心理上常常如负重荷，在爱情中总是疑神疑鬼，那么最适合阅读本书，跟敏感说再见，相信你的生活会重回美好。本书对常常过度敏感的人具有疏导作用，而要想真正远离敏感，还要靠自己的主动认知与积极应对，才会真正做到趋利避害，使敏感特质为己所用。鉴于编者才疏学浅，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各位读者给予批评指正。敏感造就天才，也毁人无数。长久以来，敏感仿佛已经成了玻璃心、神经质一类词的标配，仿佛成了林妹妹的专利。敏感自己也是百口莫辩啊。本来天生人畜无害，可就在天才与病态的中间隔了一条楚河汉界，两军对垒，越过雷池一步，要么是笙歌银耳奏凯环，造就天才名垂青史，要么长使英雄泪满襟，未结生死遗恨千古。可是这个黑锅能完全让敏感来背吗？敏感一词的不白之冤。在这个信息量爆棚、生活节奏加快的时代里，
有些词似乎悄然带上了某种感情色彩。比如敏感一词，提到它我们会联想到什么呢？也许最先浮现在脑海里的便是《红楼梦》里那位小心眼儿、多愁善感的林妹妹，或者还会联想到神经质，想到一些神经兮兮的面孔，想到一个很流行的词玻璃心。不过如果只想到这些，那敏感一词可就沉冤莫白了。我们看到这些词似乎都和敏感挂上了钩，使它笼罩上了一层并不轻松，甚至感到身心疲惫的色彩。然而敏感究竟是什么？它只有令人面目可憎的一面吗？翻开现代汉语词典，敏感一词的解释是这样的：表示感觉敏锐，对外界事物反应很快，皮肤或神经上比较敏感的部分。由此可见，敏感原本只是一个中性词，只是今天我们人为的给它附上了一层带有贬义的情感色彩。的确，感觉敏锐正是文学家、艺术家们观察细致入微、感受细腻真切、捕捉迅速精确的天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位作者在夏日幽静的午夜里，竟然捕捉到了花开的声音，并将茶花与昙花开放时的声音做了对比。原来茶花开放的声音不像昙花噗的一声那般热烈短促，而是悠长舒缓的。于是便诞生了一篇美文，花开的声音。即使是自然科学，同样也要求科学家凭借敏锐的感觉来观察、记录细微的变化。铁匠打铁的铿锵之声，人们听来早已习以为常，但到了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这里，却有着微乎其微的差别。一天，他路过一家铁匠铺，发现他们打铁的敲击声不同于其他的铁匠铺，不禁好奇地驻足聆听。他从这家打铁的敲击声中竟然听出了和谐悦耳的音色。在铁匠迷惑不解的目光的注视下，他测量了铁针和铁锤的大小。没有人会想到一个规律从此被他发现并呈现于世人面前。音响的和谐与发声体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政治、经济等领域更是需要人们有见微知著的能力，以对时代风云的敏感，进而洞察天下大事。春秋时期，韩赵魏智是晋国的四大家族。智氏与韩魏两家商议联合消灭赵氏的时候，智氏门下的一位谋士从韩魏两家的神色中看出他们并不与智氏同心同德，于是在他们走后便劝告智氏，无奈智氏不信呢，还将这件事情告诉给了韩魏两家。谋士得知后，知道智氏的气数不会长久了，于是趁机悄然离开。后来智氏果然被其余三家联合消灭，不然历史上也就不会有韩赵魏三家分晋的故事了。说到人的皮肤神经，几乎人人都知道疼痛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感受，然而它也是机体受到伤害时的一种警告，并引起机体一系列防御性保护反应。而在失去痛感之后呢，我们便少了一道保护自身的屏障。一个聪明伶俐的9岁女孩时常爬树，从高处跳下，弄得身上到处是伤，她自己却浑然不觉。甚至有一次，滚热的稀饭泼到她脸上，她竟从容地用手一抹，脱掉一层皮呀。这其中的秘密竟然是她的身体根本就没有痛感。由此可见，没有了痛感之后，我们固然可以不受疼痛的折磨，然而也因此缺少了防范机制，这就导致对身体的各种伤害也将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接踵而来。分析完这个词条，你会发现原来对于敏感，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误读。小测试，你是个敏感的人吗？当你看到有朋友正在亲密的窃窃私语的时候，你脑海中闪过的第一想法是什么？ A. 他们可能正在谈论一件有趣的事儿。 B. 他们可能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C. 他们可能在商量哪一家小吃更美味。 D. 他们可能就是在漫不经心的闲聊。测试结果解析：选 A，
你并不敏感，相反，钝感十足。面对不利于自己的言论，你会很好的规避并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你是个乐天派，非常善于自我开导，心情一般都是晴空万里，过分忧虑对你来说就是无谓的杞人忧天。你希望每天都生活在快乐之中，不喜欢因为他人而影响自己的情绪。选 B， 你非常敏感，但是你的忧虑并非无缘无故。你曾经被人故意伤害过，从此在心里留下了不易抹去的阴影。每当看到别人嬉笑谈话的时候，你都会认为他们是在重伤你，或者是在挑拨离间。其实你心里受过重创，即使是家人也无法理解。建议你采用写日记或者找心理医生的方式来治愈创伤。选 C， 你对周围的环境多少有一些敏感，每次到陌生的场合或者遇到陌生人时，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感。你非常缺乏安全感，在你的意识中觉得他人会对你产生恶意的威胁，这种想法盘亘不去。你有时会认为自己被跟踪或偷拍，其实是过于焦虑带来的幻觉。不妨多给自己一些能带来安全感的暗示，你本身已经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了，如果再给自己施加压力，就是画蛇添足了。选 D， 你曾经非常敏感，但现在治愈之后反而走向了麻木漠然。你曾经被人私下诋毁，也遭遇过朋友的背叛，在过去那种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你受到了过度的刺激，于是后来选择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寻求内心的平静。现在你心如止水，虽然沉着冷静，但是缺少了温情。因为过去的伤害使你刻骨铭心，所以你坚定的要抹去创伤的回忆，不再因为人际关系而遍体鳞伤。左手天才，右手病态。敏感似乎偏爱与天才结缘，而天才与疯子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如同古希腊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所说，没有任何天才不具有疯狂的特征。牛顿和康德长期被精神分裂症困扰，凯撒和拿破仑被癫痫缠身，普希金和歌德则患有狂躁抑郁症。他们的成功来自于感受与反应的敏锐，然而也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他们不慎与病态为伴。据研究表明成绩优异的学生患上狂躁症的概率要比常人高出4倍。可能狂躁症有助于提高人在智力与学术上的表现，也能促进常人向天才靠拢。患有狂躁症的人往往更加机智和富有创意，显示出记忆力超群、善于驾驭语言的天赋，并且在认知和理解事物方面比他人更有优势。他们在情绪上往往是反应夸张，这有利于发挥文学、艺术上的才能。这些无一不在暗示我们，天才们的疯狂与灵感，其实正是因为敏感而成为邻居。高度敏感者对刺激的反应程度高出常人，因此他们更容易注意到细微之处，直觉力更强。这样的人往往会成为更具远见的预言家、感受敏锐的艺术家或者发明家。但一旦刺激过于强烈，超出他们的耐受限度，敏感特质反而会成为他们的软肋，这时的刺激会令他们感到精疲力竭，难以承受负荷，从而触发他们的身体进入停机状态。正是因为敏感，天才对于疼痛与伤害才比常人更加的刻骨铭心。著名的向日葵出自梵高的妙笔，至今是画坛珍宝。然而梵高在生前割下的左耳，却向世人昭示着他曾经被怎样的身心双重痛苦所折磨。尽管割耳的原因至今仍是谜团，但是他生前与好友高更之间的裂痕，以及后来开枪自杀，都揭示了曾经让他画出了热烈明艳的向日葵的敏感性格。他成名于此，也殒命于此，给世人留下的是无尽的扼腕叹息。日本天才作家芥川龙之介短短一生中写下了150多部短篇小说，经他小说改编的电影《罗生门》至今仍堪称经典。然而在世仅有35个春秋，他便英年早逝。他的服药自杀离不开健康的问题，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天才的敏感
最终令他的情绪走向无底的深渊。他出生后不久，母亲便发狂了，于是他自幼便寄人篱下，使大千世界的风吹草动都在他的心里纤毫毕现，格外的敏感，赋予他文学创作的才思泉涌。然而他也死于对这艘航船的气舵失控。虽说敏感成就天才，然而敏感又并非成为天才的唯一要素。剑桥大学的专家研究表明，单凭高度敏感性所带来的注意细节的特性，并不会使一个人100%的成为天才，它只是天才成长的一个立足点。除此之外，还需要具备分析、整理、综合信息的能力。相反，天才的敏感不一定走向病态，这有赖于及时的认知以及正确的引导，使敏感特性充分发挥它激发天才潜能的作用。查尔斯虽然是一个敏感的孩子，但是他了解自己的敏感特质，并有着当众大声说话的自信。而父母的教育也引导他将敏感视为自己的优势、音乐才华的来源，并且查尔斯自己也清楚敏感的劣势，能够有意识地调整自己，使自己始终能够处于最佳状态。他现在已经具有受人敬重的大学教师和才华横溢的钢琴家的双重身份。对于和他一样的人，他给出的建议是：多花点时间与外部世界接触，不要害怕你的敏感。敏感特性是否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左手天才，右手病态呢？分析到这里，相信你一定了解了，事情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既不必将其视为灵丹妙药，也不必将其看作洪水猛兽。当我们对敏感特质有了充分的认识，并端正心态之后，大可利用它演绎出美丽人生的华彩乐章。小测试，你有哪种精英思维？ E. 从上方推下石头，石头滚落的过程中，谁会先死？ A 会先死， B 会先死， C 会先死， D 会先死， E 自己会先死。测试结果解析：选 A， 你有智囊型思维，你头脑冷静，能够做出仔细谨慎的判断，既有非凡的洞察力，适合担任参谋、军师等高智商角色。选 B， 你有战争型思维，你的思维逻辑表现属崇尚力量类型，碰到关卡会设法攻克，不会让不相干的事物困扰你太久，是个适合带头发声、反抗的革命型天才。选 C， 你有领袖型思维，你的思维模式果断，决策性强，比起审慎思考，你更当机立断，毫不拖泥带水，非常适合做领导工作，属于领袖型天才。选 D， 你具有紧密型思维，你是比较罕见的精英，100个人中只有5个选择这个答案。你缜密而完整的思考模式，可以迅速吸收外界信息并进行有序整合，是可以马上释放学以致用的天才。选 E， 你具有叛逆型思维，你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属于不会被别人影响独立思维的类型，想掌控你的人会觉得难于登天，你是个创意无限、鬼点子层出不穷的天才。独特的禀赋，高敏感人群的财富。对于有的人来说，高度敏感终其一生都是困扰，但是实际上它也是内在的一笔财富，是我们天资中不可多得的禀赋，只不过我们往往只看到它走向畸形的一面，却忽略了它的潜能。对于高敏感人群来说，它是一种独特的禀赋，这种禀赋使他们异于常人。高敏感人群因其敏感特质而拥有迥异于其他人的禀赋，这源于他们的大脑运转方式与众不同。与非高敏感者相比，他们有如下的优势：一、对错误具有高度灵敏的觉察能力，善于防患于未然；二、对待自己的工作异常投入，认真负责的程度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三、注意力高度集中，但这必须是在排除外界干扰的状况下；四、对于那些考验警觉度、精确度、高速度、差异区分细化的工作，他们是最佳人选；五、善于记忆抽象和概括的信息，
能对材料进行深度的加工和处理。6. 关注精神世界，喜欢沉思冥想。7. 学习过程具有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特点，并且能够于无心中掌握知识。8. 容易受外界环境及他人状态的影响，定力较弱。当然，与大脑运转方式相对，高敏感者的身体也显示出异于他人的特性，比如神经系统。1. 擅长精细工作。2. 喜欢沉浸在安宁、沉静的状态。3. 晨起时精神焕发，不绝对。4. 摄入刺激性食品，如咖啡因后，反应极其明显，但习惯者除外。5. 右脑更加活跃，缺少线性思维，具有丰富的创造力。6. 空气中的漂浮物会令他们尤为敏感，这也是他们易发花粉病和皮疹的原因。如果探究敏感性的来源，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来自人类大脑中的2个系统之间的平衡。一个是行为激活系统，是大脑中接受神经传达来的感官信息，并向肢体发出行动指令的部分。当这个系统起作用的时候，我们会对新的事物产生热切的探索欲望，变得好奇、勇敢、冲动。另一个是行为抑制系统，它会接受当下的全部信息，然后自动与过去的常见情况和未来的预期情形进行对比。当发现任何不适宜的情况时，它会向我们发出叫停的指令，等待对新事物的完全了解。当这个系统起作用时，我们会对周围危险的迹象十分警觉，变得谨慎、沉着、冷静。行为抑制系统发挥着更为强大的作用，这类人往往会更加的沉静、沉默，适合在王室中担当参谋，辅助统治整个国家。而相反的那一部分人则适合充当勇士，作为具体执行时的前锋。世间所有的存在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从生物进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在所有的高级动物中，敏感特质的个体都会占有一定的比重。究其原因，在群体中需要有这样一部分个体来关注周围的细微动态，从迹象中进行推断与预测。这样的个体一般占比为 15% 到 20%， 他们会随时留意周边是否有危险信号、弱势群体的需求等等。相应的，群体中还存在一部分对危险没有那么警觉的个体，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不计后果，随时可以冲出去为群体的利益而奋勇作战，或者开拓新的领域。而在社会中，这2种类型的个体是需要同时存在的，缺一不可，这样才能尽量规避危险，保证生物群体的生存，并使其不断发展壮大。还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高度敏感者的身上往往有着一种更加侧重于心灵和精神内质的东西，它超越了肉体而更加敏锐细腻，而又包容一切，这使得高度敏感者注定要探寻并发展出人类意识中的时时缺席的完整性。在高度敏感者那里，谈论精神生活会使他们立刻焕发出生命的活力，犹如这才是他们生命的内核。在寻觅生命的意义并以此激励他人的层面上，显然这个世界更需要高度敏感者的贡献。犹太精神病学家维克托·弗兰克被关在集中营的时候，一个寒气刺骨的夜晚，偏偏停电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营房中，狱友们陷入更深的恐慌与绝望中。他们恳求弗兰克为大家讲几句话，来挨过这漫漫的长夜。高度敏感的弗兰克深知有一部分人已经产生了弃世的念头，而自杀一旦发生，人们的情绪就会跌向更深的谷底，而且只要有一例发生，那么营房里的每一个人势必都将受到惩罚。于是他凭借自己高度敏感的天赋以及多年来熟谙的心理技巧，以循循善诱的话语，在黑暗中鼓励大家要保有对生命的真爱，对未来世界的期待。来电之后，光明驱散了黑暗，而人们眼中饱含泪水的感激弗兰克帮助他们度过黑暗与寒冷交织的绝境。这无异于让他们看到那黎明的晨光再一次浮现于天际，给他们以生的希冀。在追求完整的过程中，高度敏感者同样可以起到引领的作用。追求完整并不等同于追求完美，相反，它已经包含着不完美，而我们只是在寻找那个最恰切的点，而不是向着一个极端越走越远。无论是自己身上人性本善的一面，还是与之同时存在的某些阴暗面，
我们都需要有直面他们的勇气，完成这两面的整合，达到隐恶扬善，使人格与心智更加健全。小测试，你的第六感有多强？有一个恐怖的水族箱供人参观，你觉得这个水族箱里面会有什么呢？ A. 有个沉在水里的石头河豚。 B. 有个大蛤蜊，它有眼睛、鼻子和耳朵。 C. 有个必须在水里才能够生存的婴儿。 D. 超大的蟑螂在里面游泳。测试结果解析，选 A， 情人不对劲，瞒不过你的眼睛。如果情人有一点点的反常，你就会觉得他一定有问题，并且当你觉得他有问题的时候，大概 90% 都是有问题的。选 B， 感应最强烈，你对未知世界的东西都会有莫名的第六感，如果某个地方觉得怪怪的，你在心里面大概都会有数。选 C， 你对于意外的第六感特别强烈，譬如说觉得今天要小心，可能会发生什么意外。比较特别的是，你有预知能力，可能梦中曾出现的情景，结果没过多久居然成真，与梦中似曾相识。选 D， 你识人的第六感很强，一个人只要和你相处大概半个小时，对于这个人的情况你心里就会有个底，比如是否好相处，为人如何。过犹不及，敏感也要有度。从前面的分析来看，敏感原来是一个中性词，这种特质也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但为什么现在人们一提起谁很敏感，对方往往一脸的不悦之色呢？问题在于中国人很讲究度，凡事要掌握好分寸，所谓过犹不及，任何事情超过了适宜的限度就会走向反面。敏感这件事一旦过了头，可谓是毁人无数。前面那些天才的例子暂且不提，米兰昆德拉有一本举世闻名的书叫做《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那么我们来讲一个故事，不能承受的一个喷嚏之重。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一位庶务官坐在剧场第2排的位置，正陶醉在轻歌剧科尔涅维利的钟声里。就在这时，啊嚏一声，他打了个喷嚏。如果没有这个喷嚏，也许他的生命也不会过早地画上句点。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打一个喷嚏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他如往常一样淡定地一边掏出手绢擦擦脸，一边有教养地看看是否见到了别人。可是这一看，他不由得慌了神。他前面第1排的一位老人正在用手套使劲地擦自己的光头和脖子，还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庶务官不安地想，坏了，我的喷嚏见着他了，应该赶紧赔个不是才行。于是他探身向前，凑到老人的耳边说，对不起，我的唾沫星子见着您了，我不是故意的。老人摆摆手说，没什么没什么，请您原谅，我不是有意的。哎呀，坐下让人好好看歌剧好不好？庶务官坐下了，可是心里的不安加重了。目前休息时又去道歉，老人不耐烦地一撇嘴，我都忘了，你怎么还老提呢？老人凶巴巴的眼神让他心里更加忐忑，不解释清楚的话，他肯定认为我故意拖他。打听到老人是位将军，次日他专程去了将军家道歉，然而几次三番，将军被他弄得哭笑不得。您是来逗我玩的吗？这位庶务官回家后依然是坐立不安啊，于是第3天又去道歉。这次将军忍无可忍，大喝一声，滚出去！这一声断喝让庶务官觉得再也没有解释清楚并获得原谅的机会了。他一步一步走出了将军的家，回到家里便倒在沙发上，带着不安与绝望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个喷嚏在这位沙俄时代的小公务员心中竟然成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原因就在于他对别人的反应敏感的过了头，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于是这个喷嚏变成了压死他的一根稻草。不然他做他的将军，我做我的小职员，我只不过是无心的一个喷嚏溅在他身上而已，又何必把自己弄得战战兢兢，坐立不安呢？如果说这个外国的例子有些夸张，那么我们再举一个中国的例子。红楼梦中，周瑞家送来2只宫花，
黛玉知道别的姐妹们都有了之后，冷冷地说了一句：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有一次黛玉造访怡红院，晴雯没有听出是她的声音，把黛玉关在了门外。于是黛玉想起自己寄人篱下的身世，站在花荫下独自无言，当晚眼中含泪，直坐到2更天才睡。更要命的是，后来她听见了老婆子骂丫头：你这个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个什么东西，来这园子里头混搅，竟以为是骂自己，大叫一声：这里住不得了，气得昏厥过去。多余的性格，那么他的结局似乎也未可知。过度敏感的人，即使外界有一点风吹草动，也会让他们的内心掀起无数的波澜。虽然如同天气瓶一般可以敏锐地折射出外界的阴晴变化，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是自寻烦恼。也许仅仅是一圈涟漪，在这些人那里就成了江中险恶的漩涡。这样的人生最终也会不胜其类，反而不如钝感一点，更加有利于保持内心的平衡。小测试，你的敏感度如何？自古以来，每个人都害怕青春老去，于是那些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故事应运而生。但是至今为止，面对衰老依然是人人在劫难逃。你觉得什么样的情况能表示身体已经向你发出衰老警讯，正式宣告青春的死刑呢？ A. 皱纹和斑点悄然占领脸部和身体。 B. 体力大不如前，一上床便呼呼大睡。 C. 总是健忘，习惯丢三落四。 D. 昔日的好性情不在，别人都喊你叔叔阿姨。测试结果解析：选 A， 你很在乎事物的表象，也会被美好的外表深深吸引。一件事物的外表只要足够光鲜亮丽，就可以让你怦然心动。你不一定能够洞察一个人的本质，所以会有识人不清的危险。所以对于不太熟的朋友，还是尽量避免交浅言深的情况出现吧。选 B， 你善用自己的感受力去体验各种新奇好玩的事物，所以旅行冒险在你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样你一路上不仅可以尝到各地的特产，还善于调动各种感官，捕捉那些细致入微的感觉，然后用语言文字展示给世人。你的生活就是一本绚丽多彩的游记。选 C， 你的迟钝是众所皆知的事，别人可能都向你递了不知多少个眼神了，你还没有意会出人家在向你暗示些什么。大概由于反射弧偏长，所以你的反应总会比大家慢半拍，因此你很难参与大家的话题。不过有个好处，这样坏事一般也不容易找上你。选 D， 你是个感觉敏锐的人，有一点怪异的气氛，你马上就会察觉到不对劲，然后会根据蛛丝马迹寻根溯源。所以别人如果在你背后玩点小心机，都会被你识破，即使是相隔万里的海外，也逃不过你灵敏的嗅觉。敏感并非是内向性格的专利，钝感也并非是外向性格的标志，它们只不过是在各种性格中占有一定的比率，因此我们不能轻率地把内向性格与敏感画上等号。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内向性格与敏感特质似乎天生是相随而来的。那么真的是这样吗？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来说一说人类性格特征的构成要素。学者们收集分析了相关材料之后发现，人的性格主要是由以下5个要素组成。1. 对经验的开放性，喜欢旅游探险，对新事物感兴趣，富于艺术感。2. 诚实性，做事细心，追求完美，有始有终。3. 外向性，喜欢与人交际，倾向于繁华热闹的公共场所。4. 圆滑性，善良，不喜与他人发生矛盾，乐于助人。5. 神经性，敏感，易忧虑，能迅速感知危险。所有人的性格中都会有这5个要素，但每个要素所占比重是因人而异的，可高可低，因此性格的组合有无限种可能。而当一个人的某一要素占比很低的时候，他在这方面会消耗更大的能量。所以内向的人并不是不喜欢与人交际，只是这需要耗费他们更多的精力，所以他们一般会尽量避开社交场所。在高度敏感人群中， 70% 的人的确比较内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高度敏感与内向可以直接等同。其实
30%的高度敏感者在社交场合中属于外向类型。外向的人的交际圈很广，喜欢参与群体活动，与陌生人交流。在他们的眼中，周围的人并不需要小心防范，但是长时间的工作以及在城市生活太久也会成为他们受刺激的来源。当受刺激过度时，他们也会选择避免参与到社交活动中来。那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在大多数人身上，这两种态度会交替出现，但也有部分人更加趋向于其中的某一方面。但这两种态度与社交能力的强弱并无直接关系，只是内向的人会转向内部，面对主观自我更多一些，不愿使自己受到客观世界的过度压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内向的人有时必须去做外向的人擅长的事情，与人交际，因此他们会更加灵活。到了人生的后期，转向内心的反省尤为重要，而内向的人在这方面会具有更好的转换能力，也会更从容地迈向成熟的殿堂。小测试，你真的确定你是外向或者内向的性格吗？内向性格和外向性格有时候有明显的区别，稍一接触就能够直接判断出对方是哪一种性格。但是很多时候，在一段时间内，同一个人身上这两种性格是交替出现的。那么生活中你到底是什么性格的人呢？用下面的小测试来测测吧。请将以下的问题如实作答，然后将选项答案后面对应的分数相加，根据总分来确定最终的测试结果。你在大庭广众之下谈吐自然吗？ A 是1分， B 不是5分， C 不确定3分。2，你平时不是很喜欢交朋友，但一交上朋友就很容易产生信任感。 A 不是1分， B 是5分， C 不确定3分。3，当你和朋友围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非常喜欢表达自己的观点。 A 是1分， B 不是5分， C 不确定3分。4，当你在生活中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习惯于闷在心里，不轻易向旁人倾诉。 A 是5分， B 不确定3分， C 不是1分。5，你通常不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因为你觉得只有和朋友们在一起时才感觉到愉快。 A 不是5分， B 不完全是3分， C 是1分。6，你很在意别人怎样评论自己，有的时候看见几个人说悄悄话，就会怀疑他们是否在议论我呢？ A 有时是这样3分， B 是5分， C 不是1分。7，你对自己充满信心，即使做错了事也不在乎。 A 有时候会这样3分， B 总是这样1分， C 不是5分。8，平时你非常注重自己的衣着整洁，并且喜欢把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 A 不确定3分， B 不是1分， C 是5分。9，你做什么事情的兴趣都不长久，认为能做的事情就做，进展不顺利就另谋出路。 A 不确定3分， B 不是1分， C 是5分。10，你到商店买东西，在柜台前面时常犹豫不决。 A 不是3分， B 不确定1分， C 是5分。11，你决定做的事情不轻易改变。 A 是1分， B 不确定3分， C 否5分。12，你一旦做错了事就感到沮丧，常常认为自己天生运气不好。 A 不是1分， B 不确定3分， C 是5分。2到22分，外向型。你是一个热情饱满、自由奔放、善于交际、活动能力强的人，喜欢在掌声中获得荣誉。在生活中，你心胸开朗，无忧无虑，不愉快的事很快会成为过眼云烟。你是个令人羡慕的乐天派。在爱情上，你对异性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如果你是位男性，会是许多女性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如果你是位女性，会成为男性心中的佳人绝配。23到46分，两向型。性格在内向和外向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候倾向于外向，有时候倾向于内向，
你很善于驾驭自己的感情，做事顾全大局，合情合理，和男女朋友都相处融洽。你在生活上喜欢讲究，而往往不落俗套。你寻找伴侣的途径很少，一般是在熟人的圈子里建立友情，从友情过渡为爱情，不过也有一见钟情的可能。47到60分，内向型。在学习和工作上，你大都专注，情绪稳定，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因而比较容易获得成就。在待人接物上，你感情细腻，耐心诚恳。相比口头上的夸夸其谈，你更喜欢脚踏实地的付诸实践。在爱情上，你选择伴侣的途径是青梅竹马，而不是一见钟情。相比飞珠溅玉的热烈，你更喜欢静水流深的长情。交际面狭窄，适应环境能力差，是限制你发展的因素。怎样识别高敏感的性格？我们如何能够大致判断出一个人是否高敏感性格呢？下面有一份测试卷，可以试着来答一下。小测试，你是否是高度敏感者？请阅读下面的描述，然后根据你的感觉来进行回答。如果感觉完全符合，就回答是；如果不完全对，或是一点也不对，就回答否。1. 我特别注意周边环境中的细节。2. 别人的情绪对我来说具有传染性。3. 我对痛特别敏感。4. 在忙碌的时候，我特别想躲起来，躲到被子里或者漆黑的房间里。总之是在激动之后，隐私权能够受到保护，并且可以自行排解的地方。5. 我对咖啡因的反应特别强烈。6. 强光、强烈气味、粗糙布料或刺耳的警铃都让我无法忍受。7. 我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8. 喧闹会使我感到极度不适。9. 我会被音乐等艺术深深感动。10. 我是个认真负责的人。11. 我很容易受到惊吓。12. 如果短时间内的任务极为繁多，我就会不知所措。13. 当人们感觉周边环境不舒服的时候，我特别清楚怎样能提高环境舒适度。14. 如果一次被安排很多任务，我会特别烦躁。15. 我总是极力避免失误或者遗忘。16. 我拒绝观看带有暴力内容的影视节目。17. 如果周围同时发生着许多事，我就很难保持理智、镇定。18. 饥饿过度会使我反应强烈，使我无法保持注意力集中和情绪稳定。19. 生活上的小改变会引起我的大变动。20. 芳香的味道、精致的艺术品都能够引起我的极大兴趣，使我陶醉其中。21. 我必须对自己的生活做出计划安排，以免发生情绪波动或者茫然无措的情况。22. 当我意识到在与他人竞争的时候，或是发觉别人在观察我时，我会很紧张而不能正常发挥。23. 我的父母或老师都认为我在童年时期特别敏感、羞怯。测试结果解析：如果你回答是的题目有12道或超过12道，你就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人。但是没有任何心理测验能够准确到100%。如果只有1个或2个问题，你的答案是是，但是你觉得那1-2个问题再贴切不过了，完全就是你的写照，你也可以将自己归为高度敏感群。敏感是自身与外界交流状态的不对等。人在江湖走，与世要交流。敏感的人往往把自己降低到尘埃里，仰望这个世界的满天星辰。他们始终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对自己可谓是求全责备，一刀接一刀，直到自己面目全非，体无完肤，而别人的3言2语也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灭顶之灾。在自己与外界的杠杆上，他们始终找不到那个平衡的支点，无法完成对等交流，于是撬动地球只能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谨小慎微，你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敏感的人在生活中总是小心翼翼，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每当要做抉择的时候，总是前思后想。由于缺少自信，错失良机，便成为他们生命中一再出现的遗憾。其实只有放开手脚去付诸行动，才会知道事情的最终结果。谨小慎微意为对细小的问题也十分谨慎。本来这个词并非贬义词，但是放在不同的语境中，自然也有了不同的意味。如果一个人有着认真严肃的态度，严于自律，自然是值得赞扬的。
但是如果事事思前想后，不敢放开手脚，这显然已经不是优点了。过分拘谨与谨慎不同，拘谨是缺少自信和底气的表现。由于谨小慎微，身上会散发出一种不自然、不自在的气息，以及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感。周围的人与之交流会深感压力，这种人非常害怕自己犯错误，所以一旦出现失误，就会归罪于他人，这样也足以令身边的人感到疲惫不堪。更重要的是，谨小慎微往往会束缚创造性的发展，熄灭创意的火花，让人在优柔寡断中与机遇擦肩而过。小李大二的时候，好友小许便邀请他一同创业。那时候小许在学校门口租了一间店面卖文具，由于小李担心会被老师说成是不务正业而不愿意加入，于是小许只好自己单干。结果文具店的生意颇为红火，到了大四的时候，小许已经开了3家分店，还被老师树立为自主创业的典型，号召大家向他学习。毕业之后，一位亲戚那边缺人手，于是邀请小李到公司去工作。小李不安地答道：凭着我们亲戚的关系，别人肯定会说我闲话的。亲戚只好另请高明，结果新来的那个人干得风生水起，几年后公司规模扩大，那个人已经成了分公司的经理。工作后，同事小王和小李是好友，想拉他一起去听外语讲座，并说明掌握一门外语的实用性。小李又担心，那同事们知道岂不会说我们好高骛远？小王见状，只好一个人去学习了。一次恰好有外商来洽谈生意，公司里的翻译不在，小王便担当了翻译的角色。结果小王流利的外语让外商大为赞赏，顺利地签下了合同。事后公司老板大喜过望，将小王连升3级。在生活中我们处处谨小慎微，最终往往会一事无成，因为你无法取悦所有的人。100个人中，即使你用尽全力使前面99个人笑逐颜开，那么第100个人也还是会对你冷眼相向。既然众口难调，那你又何必将精力放在使所有的人满意上面，却错失了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呢？或许就在你踌躇不决的一刹那，一个绝好的机会就已经与你擦身而过。因为过于谨慎，你失去了很好的决断力。却不知古语有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因为过于谨慎而畏首畏尾，这样的处事方式断然不是领导者应有的气魄。你出生在子时，而老鼠主子时，所以对家中的老鼠特别的恭敬，不管老鼠们如何猖獗，他都告诫家里的仆人不要去打他们。于是老鼠成群结队的来到这户人家家里，尽情的放胆大吃，家具衣服也都被他们啃烂了。后来这里换了一个主人，是经营玉器的商人，他见此情景，也告诉家里的仆人不要轻易去打老鼠。仆人奇怪地问：您好像不是和上家主人同一时辰出生的呀？此人回答：你看我带来这么多玉器，可这些都是珍宝，如果打老鼠的时候不小心，不就毁了宝物了吗？一座宅子2易其主，而他们实际上都太过谨慎，前者是担心伤害到自己的守护神，后者是担心损坏了玉器。结果这座宅子鼠患始终不绝，以致远近闻名。谨小慎微本来没有什么错，但你时时把它奉为圭臬，却大不可取。过分的谨小慎微暴露出的是面对这个世界的卑微的心态，而不是平等的交流。对于周遭的环境，他们始终只能仰望，却不敢真正的走近并直视它。其实谨小慎微的人内心常常有一种对自尊受挫的恐惧，因为他们无法获得稳定的自我认同，因而时时会怀疑自己，而他们内心那种刚刚建立起来的认同感脆弱到很轻易就会被击碎一地。而对于谨小慎微的人来说，关键是要找回自己，摆正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所谓的成为你自己，实际上就是能够处于一种自我认同的状态之下。此时他会放下所有的执着，回到现实中对自我进行打量，不会奢求自己拥有种种优点臻于完人，不再梦想成为他人的影子或者复制品，而是会欣赏现实中自己的价值。作为一个普通人，只有放下自己给自己限定的条条框框，才会活得轻松。执着于那个理想世界的我，却忽略了尘世间真实的我，
那么我们永远都只能扮演别人眼中的角色，并为这身行头而让自己的身心艰难负重，最终只能流于一个虚妄的理想世界。小测试，你的谨慎程度和自信心有多强？你长途跋涉，又渴又累，前面林中有一间小屋，屋门没关，你走了进去，主人似乎不在，桌上放着一杯清澈的水，又累又渴的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A. 欣喜万分，一口喝下去。 B. 先略加思索，再小口啜饮。 C. 完全不考虑，就是不喝。 D. 不敢喝。选 A， 即使面对陌生人，你也依然抱以孩童般坦然天真的态度。过分相信别人是你的软肋，对人毫无防备之心，很容易受伤，应适度保护自己。选 B， 在社会上多少有些阅历，对事情的看法有独到的见解，不会人云亦云，凡事三思而后行，拥有成熟的人际关系。选 C， 你可能出于家庭教育或成长环境的原因对人严重缺乏安全感，不敢信任别人。其实试着敞开内心的世界，你会活得更从容自在。选 D， 你对自己的判断力缺乏自信，是一个寂寞而不安的个体。你需要的是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树立自信心，以建立互助良好、成熟圆融的人际关系网。容忍自己的失误，失误是生命的常态，我们怎么能因为害怕失误而裹足不前呢？刻意追求的完美其实是另一种不完美，毕竟生活需要不同的色彩来调和，不然又何以成其为丰富呢？既然我们都非完人，那么就试试对自己的苛求少一点吧。敏感的人总是希望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于是他们便刻意去追求圆满，而不容许有一点的疏漏或失误，这也就成了他们人生烦恼忧愁的根源。其实正如同四季虽然有严寒酷暑，但正是因为如此，才让季节更替成为美好。又如同音乐，唯有高低起伏，才称其为动人的旋律。当我们追求没有遗憾失误的时候，殊不知这也是一种不完美。有一位方丈在众多的弟子中挑选出一位来托付衣钵，于是他出了一个题目，让众弟子去树林里寻找一片最完美的树叶。弟子们找到天黑，仍然未能从众多树叶中找到最完美的一片，结果只能空手而归。只有一个小和尚觉得每一片树叶都有自己独特的美，于是随意捡了一片，就早早地回到了寺院。方丈问起时，大家说我们都尽力去找了，但是根本没有最完美的。这时那个小和尚平静地递上那片树叶，方丈问，你确定这片树叶是最完美的吗？小和尚答道，是的，我认为我捡回的树叶是最完美的。于是这位小和尚就成了方丈的接班人。人生在世月圆月缺，花开花落，总有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发生。然而如果维纳斯没有断臂，今天的我们是否会欣赏到一种独特的美感呢？有一个成语叫做白璧微瑕，意为美中不足，可还有一个成语叫做瑕不掩瑜，意为瑕疵掩盖不了美玉的光彩。从前有一位伟大的雕刻家，他的雕刻技艺精湛到雕像居然可以栩栩如生当得知自己死亡的期限将至，他想到了用艺术来帮助自己逃过死亡。于是他做了11个自己的雕像，简直具有以假乱真的效果。当死神来敲门的时候看到12个完全一模一样的人，惊讶到怀疑自己的眼睛，心想，不是说上帝的创造都是独一无二的吗？死神只能带走一个，可他该带走哪一个呢？于是死神回去请教上帝，上帝把死神叫到身旁，悄悄地告诉他一个验明正身的方法。他说，你回到那个艺术家的房间里，说出那个暗号，答案就会揭晓。死神半信半疑而上帝则胸有成竹。进了艺术家的房间，死神四下打量了一番，说，先生，您的作品完美到了极致，可惜您忘记了一点，所以仍然有一处美中不足。雕刻家听后忍不住跳出来问，是哪里的不足？死神笑道，您终于现身了，这就是美中不足，您实在太追求完美了，天堂尚且不存在完美的东西，更不要说人间了，所以您现在跟我走吧。追求完美本来是一个过程，
但是把它当作终极目标的时候，反而会为它所累。容忍自己有缺陷有失误，反而是为敦促自己前行创造动力。而当你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自己内微小的缺憾上时，实则是在为那理想中的完美付出成倍的时间精力资源，来补足那0.点几的缺憾。所谓的完美只是一个海市蜃楼的幻想，一个美丽口号的陷阱。那种天赋，假设宇宙之神宙斯需要在凡间挑选一位可以成为精灵的人，而你幸运的入选，他现在要通过一种天体和你进行沟通，你认为会是哪一种天体呢？ A. 太阳， B. 月亮， C. 水星， D. 土星。测试结果解析，选 A. 天赋，你具有权威感和支配力，守护神太阳神阿波罗，你的个性一目了然，全身散发着一种贵族气质和王者风范，你会用权威管辖周围的一切，做事独立，非常懂得如何驾驭你的权术和能力，同时具有正义感，为人正直忠诚，喜欢交友，有很好的人缘，坦诚和乐观的个性能够使你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选 B. 天赋，你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守护神月神亚提米斯，你天生精力旺盛，感觉敏锐，有强烈的保护欲和使命感。你敏感，不易被欺骗，做事总有自己既定的路线，虽然有时方向不明确，但却总能达到既定的目标。在工作和学习中总是全身心的投入，你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一旦决定了就会马上付诸行动。选 C. 天赋，你做事一丝不苟，守护神信息之神汉密斯，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做事一丝不苟，喜欢按照自己的主观标准去行动，挑剔，爱整洁，极度厌烦虚伪和不正当的事。当别人想要做什么时，严谨的你都已经付诸行动了，激情饱满，对所有的事情都保持旺盛的精力，具有温和的个性，是难得的好友人选。选 D. 天赋，你意志坚定，守护神斯食神汉斯，就像一只走在悬崖峭壁上的山羊一般，小心翼翼地过人生中的每一道关口。你耐力过人，意志坚定，心中充满信念，是为了事业而矢志不渝的人。不论是学术上的追求，个人的理想，还是其他一些更高的目标，你都有着永不疲倦的精力，会脚踏实地地走下去。走出精英强迫症，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苛求完美，实际上是出于对自己身份的一种界定。希望跻身精英的层次，注定要付出太多的代价。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而，正如当年一位中科大少年班的天才后来深有感触的说法，如果世界上都是天才，那这个世界就乱了。每个人都会惊叹羡艳那些超出常人的天才，但是难道每个人都要成为天才吗？诚然，这个世界容许一部分人成为天才，但是改变不了大多数人都是平凡人的事实。有一个平凡的女孩，她在学校里是名副其实的中等生。中秋节亲友聚会，大家趁着酒兴正浓，要孩子们说说将来想做什么。在大家的催促下当时12岁的她站起来说，我有2个愿望，第一个是成为一名幼儿园教师，带着小朋友们唱歌跳舞做游戏，大家点头赞许。第二个是做一位母亲，穿着围裙在厨房里做晚餐，给我的孩子讲许多故事，带他在阳台上看满天的星光。众人相顾愕然，父母希望他进入尖子生的行列，于是为他安排了家教课外班，为他买了各种资料营养品。女孩很听话，但是她的小脸越来越苍白，最后甚至得了肺炎，而她的成绩却不升反降。父母见状便恢复了她正常的课余生活，她终于回到了正轨。在大家一起野餐的时候，她是最懂得照顾人，最会调节气氛的那一个，因为她多了许多欢声笑语。期中考试后，老师给她的父母打了电话，告诉他们女孩的成绩一如往常，但是发生了一件令老师也深感惊讶的事情。这一次的语文卷子，老师出了一道附加题，你最欣赏班里的哪位同学，请说出理由。老师说，我从教30余年，我头一次遇见这样的事，全班同学除了你女儿之外，
都写上了他的名字。理由包括有爱助人、好相处、不生气等等，写的最多的是乐观幽默，甚至还有同学提议应该由他来做班长。老师感叹道，你这个女儿啊，虽说成绩平平，但是为人真的很优秀啊。母亲将老师的话告诉了女儿，并开玩笑道，你快成为英雄了。手里织着围巾的女儿歪着头认真地想了想，说，老师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当英雄路过的时候，总要有人站在路边鼓掌。妈妈，我不想成为英雄，我想成为站在路边鼓掌的那个人。也芸芸众生，谁在年少时没有过英雄梦？但最终许多人都回归了平凡的生活。其实就如同山泉，一路有过飞珠溅玉，却终归于细水长流。而当你渴望成为精英的同时，也不必因此而放弃作为一个平凡人的幸福。国破家亡后，断臂的长平公主不得不承受身心的巨创。有诗曾写道，精魂与魄应共语，有生莫坠帝王家。的确，如果可能，他又何尝不想做平凡人家的小儿女，在烟火中静度安稳的似水流年。庄子曾经写道，在广袤的原野上有一棵大树，粗壮挺拔，枝繁叶茂，由于不能作为优质的木料，因此它得以安然长年。而我们很多时候却把自己定位为精英，这样实则是在给自己施加无形的压力啊。于是身份认知诱发了敏感的并发症，强迫症。当压力沉重到不胜负荷，便会压垮敏感的神经，令自己身心交瘁。如果没有违背自己内心的选择，那么我们又何妨做一个站在路边鼓掌的人呢？小测试，你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强迫性人格？你奶奶是一个爱打麻将的老人，这天呢，你休息在家，想为她和她的麻友准备一些下午茶，你会怎么做呢？ A. 桃片糕和果汁， B. 红豆糕和绿茶， C. 蛋挞和红茶， D. 豆沙小面包和牛奶。测试结果解析，选 A， 属于依赖型强迫性人格。你有出色的工作能力，但缺乏自信和独立精神，遇事没有主见，对他人有很强的依赖性，自认为愚笨，对别人的意见从不反驳，对长辈和上级唯唯诺诺，对配偶也是百依百顺。生活中的大事，比如选择职业、找对象等，总是要依靠别人来为你做出决策。选 B， 属于完美型强迫性人格。你对事物的细节、规则和日程过于拘泥求全，忽略了事物的重点和要害之处。有时候你极端刻板、固执、拘谨，在道德和伦理方面过于严肃，缺乏灵活变通的柔软性和通融性，做事按部就班、墨守成规，不会随机应变，遇事优柔寡断，常以求全责备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为此，你常感到焦虑不安。选 C， 属于善变型强迫性人格。你喜欢交际，富有同情心，多动而少幻想，对外界事物兴趣广泛，性情多变，有时开朗热情，思维敏捷，积极进取，喜悦乐观，有时则郁郁寡欢，情绪消沉。你总会无端的抑郁或兴高采烈，历时数日至数周不等。选 D， 属于边缘型强迫性人格。你常常因为情绪失控而发怒，上一秒和下一秒的表现有时就是冰火两重天，因此常与周围的人发生矛盾，以致人际关系紧张。你时而情绪反常，时而恢复正常，常因冲动而做出破坏性行为。你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常感到孤独、抑郁，害怕独处。别人的评价让你不胜负荷。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在群体中渴望被爱和得到认可，无疑是一种本能。一旦无法满足，我们就会因为深陷孤独的深渊而痛苦不堪。然而，如果我们过分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就会在他人的镜子里迷失，并越走越远。认识你自己，这是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对于人类来说至关重要的命题。而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本来自己应该是最了解自己的那个人，但是一旦真的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惊奇地发现，原来我们对自己竟然知之甚少。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自我欺骗。比如，为了完成特定任务而扮演本来不太适合自己却又非常必要的角色。本来不擅长竞争的一个人，却进入了竞争氛围浓厚的工作单位里，
而且还一定要在竞争中压过别人，这实际上是一种对自我认知不足而造成的身不由己的悲剧。在被动扮演各种角色的过程中，为了成为他人眼中更受欢迎的人，我们在自我欺骗中越陷越深，一味地追逐他人喜欢的东西，按照他人的期望打造自己，却忽略了内心深处那个真实的声音。一位心理系教授说，如果我们能够摆脱他人的目光，按照自己的人生标准生活的话，那肯定会获得更高的幸福感。确实如此，当人成为自己人生经历的主体时，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内心的好恶，从而会给出自己比较宽容的评价，并从中产生幸福感。而如果将他人的眼光作为衡量自己的标准，那么评价标准就会变得异常严苛。所谓众口难调，我们始终无法做到让所有人都满意，因此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就会过分严格，这也正是我们的人生走向不幸的开端。实际上，这种来自外界的目光随时都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也就是说，我们无时无地的还能凭空想象出的观众的存在。这种假想的事件会让他人的评价出现在我们的大脑中，对自己进行不同的心理暗示，悄然支配着我们内心的异度空间。太在意自己心中假想的观众，以他人的视角来看自己，这种行为被我们称作第三人称视角，也就是在游戏中能通过摄像机看到自己全貌的视角。而第一人称视角则是凭借自己的双眼来观察眼前发生的一切。一般来说，相比于西方人，东方人更容易出现第三人称视角。下面我们做一个小实验，来了解自己是哪一种视角。用画笔或手指在自己额头上写个“意”字，你的“意”是朝着哪个方向的呢？心理学家格兰哈斯说，在乎自己在他人眼中形象的人，会极力想象通过他人的双眼看到的自己，即最初的第一人称视角会变成第三人称视角。此时在额头上写下文字的话，就会变成在他人看来是正确的方向。因为太在意他人的评价，我们给自己平添了许多负担，也使我们发挥不出应有的实力。如同一幅漫画背着十字架负重前行的人，逃避他人、畏缩、胆怯，反而会让我们在生活中更容易遭到他人的拒绝。放下这些枷锁，我们在社会上才会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当然，采取观察者的视角有时也是必要的，但是需要掌握好尺度。如果一直生活在他人的眼光中，我们就会错过人生路上许多曼妙的风景，以及平淡无奇中的真谛。说你什么？一，你是一个很喜欢开玩笑的人吗？ A 是的，跳到2。 B 不是，跳到3。2，你会特别注意他人的穿着打扮吗？ A 是的，跳到3。 B 不是，跳到4。3，你会去算命吗？ A 会，跳到4。 B 不会，跳到5。4，在草稿纸上你通常从什么位置开始写？ A 最上面，跳到5。 B 中间，跳到6。5，你通常喜欢什么就买什么，不考虑价格吗？ A 是的，跳到6。 B 不是，跳到7。6，听到有人赞美你长得漂亮、帅或皮肤好之类的话，你心中是不是会有一点得意呢？ A 是的，跳到7。 B 不是，跳到8。7，做题或写文章理不出头绪时，你通常会怎么样？ A 静静的思考，跳到8。 B 做点其他事情，跳到9。8，你着急整理文件，电脑却出奇的慢，还总是死机，这时你最可能会怎么做？ A 心烦气躁，忍不住摔鼠标，跳到10。 B 无可奈何的叹口气，跳到9。9，早晨照镜子发现脸上长了个痘痘，你对此的反应是 A 还是比较在意的，跳到11。 B 稍微感叹一下，实际并不太在意，得到结果1。10，如果做一个模型到一半，发现一开始便出了错，必须返工重来，你最有可能 A 抱怨几句，之后拆了重做，得到结果2。 B 扔到一边，以后再说，得到结果3。11，你们几个人协同完成一项工作，你对其中一个人的做法很有意见，你会当面指出来吗？ A 会，得到结果4。 B 应该不会，得到结果5。
测试结果解析。结果一，最在意别人说你神经病。说实话，你的思路总是会异于常人，所以显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你很清楚这一点，但是无意改变，依然坚持我行我素。不过你很反感听到有人说你不正常、神经病之类的话。在你心中，你认为自己不存在问题，只不过是没有遇到知音罢了。建议换个角度想问题，对人对事尽量包容一些，退一步海阔天空，或许你会看到更广阔的风景。结果二，最在意别人说你没能力。你热衷于各种事物，对绝大多数的事情都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对待。你很渴望得到领导的认同，希望成为集体中一呼百应的那个人，因此你很在乎别人的眼光，需要人们的认可与赞许，所以每一件事你都竭尽全力做到最好，因为怕被人认为没有能力。建议学会放松自己，不要总是给自己施加压力。当你用心去做一件事的时候，自然会有成效，而你的努力大家都会有目共睹。结果三，最在意别人说你没前途。你是一个心怀梦想的人，但或许你的梦想太高，所以总是给人一种不切实际的感觉。在你看来，别人理解不了很正常，但是你不容许任何人质疑你的未来，你还生怕因为别人不好的预言而使希望最终落空，也可能因为一句玩笑而记恨于心。建议，其实人们大多数时候都是无心之言，一句话更不会对你的前途造成危险，除非你在意，否则别人的话就什么都不是。你真正需要的是坚定你自己的梦想，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结果四，最在意别人说你傻。在你看来，评价一个人优劣的最主要的标准就是聪明与否，而且聪明与否一旦定型，几乎就成了铁案。你总是踌躇满志，坚信自己是最优秀的，因此不允许任何人将你看清，所以像傻这种明显带有轻视性的词语会不经意触痛你的敏感点。建议为人还是不要太招摇的好，毕竟真正的聪明是内敛的，是一种大智若愚，是朴实无华下的深沉智慧，是润物无声的自然流露。结果五，最在意别人说你不好看。你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你觉得自己应该也算是略有姿色，另一方面呢，你又确实知道自己并没有国色天香的程度，所以你总是会羡慕天姿国色的美女，最怕人家说你不够漂亮。建议外表的漂亮不过是让人在初见时赏心悦目，在第一时间吸引人的眼球罢了，唯有内外兼修的气质才是永恒的美丽。先学会适应，再谈改变。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我们都做不到顺心遂愿，当期望与现实产生落差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暂且与理想的巅峰遥遥相望。在这跋涉千山万水的路程上，敏感的内心又如何承受呢？学会适应这个世界并适当的妥协，其实正是为你后续的路程打下基础。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宣称自己会移山术，弟子们纷纷请求传授方法。柏拉图淡淡地说，这件事很简单呀，山不过来我就过去。极为平常的一句话，却蕴含了一个世间至理。当你无法改变所处的环境时，先要学会改变自我，去适应环境。著名国学大师南怀瑾曾经在抗战期间流落到四川，举目无亲。为了维持生计，他来到一家报社，向一位老人询问是否有差事可做，并说明自己为逃难来到此地，只要有一份能活命的差事，哪怕是倒茶扫地都可以。这时报社老板看到他，便让他在报社做清洁工。南怀瑾当下同意了。过了一段时间，老板看他不像干这种活的人，就问他会不会写文章。南怀瑾回答说，学过一些子曰诗云之类的。老板便出了一个题目，要看看他的文笔。结果南怀瑾写完之后老板是特别满意，立刻就让他做了报社的副编辑。由于当时的报社人手短缺，所以编辑经常还要处理一些杂事，但是南怀瑾觉得有谋生的地方就已经知足了。生活中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投射到敏感的内心，如同投石入水，会激起层层涟漪。在这个生活节奏飞快的现代社会人们变得越来越敏感，抱怨工作不顺心，人情太冷漠，住房价位高，交通常堵塞，
只会将责任推卸给社会，责怪客观条件的不如意，却从不主观上努力改变自己，适应环境，这样的人生注定是消极失败的。如果一切事情都去抱怨，那么你只会觉得人生苦不堪言啊，而恶劣的环境也不会因为几句抱怨就发生转机，甚至还有可能让你的境遇急转直下。此时先适应后改变，无疑是适用于我们的生存法则。当我们接受并努力去适应之后，就会发现大小事情总会有解决的办法。很久以前，在非洲的一个国家，人们都是赤脚走路的。有一天，国王走到一个偏僻的乡村，细碎的石子路将他的脚板刺得生疼。他回到王宫后颁布命令，把全国所有的道路都铺上牛皮，这样自己的国民走在上面才不会被崎岖的路面刺伤脚板。但是这土地辽阔，即使杀光国内所有的牛，也远不足以用来铺路啊，只会空耗人力、物力、财力，让百姓们不堪重负。一位聪明的大臣提出，我们为什么不用2块小牛皮包住自己的脚呢？这样还可以节省很多资源呢。国王听后觉得言之有理，立刻采纳了这个大臣的建议，便有了后来的皮鞋。春秋时期，伍子胥父兄遭人谗言，被楚王杀害。他经历千辛万苦逃至楚国，堂堂7尺男儿，吹箫乞食，终于得到吴王的赏识，得以借兵为父兄报仇。汉朝司马相如才华横溢，一曲凤求凰，俘获了才女卓文君的芳心。2人荡炉卖酒，却终成一代文豪。当我们为了生存学会适应这个世界的时候，需要变得相对钝感。所谓委曲求全，其实无形中已经为我们日后提供了转机。为了不让明天胎死腹中，放下敏感，实则是非常必要的。能力有多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环境时常格格不入，那么这个人在周围的人眼中就会成为怪物。那么你的社会适应能力又如何呢？用下面的小测试测测吧。1. 已经走到超市入口，突然想起没带钱，你会怎么办呢？ A. 算了，不买了，跳到2。 B. 回去拿钱再来买，跳到3。 C. 打个电话叫人送钱来，跳到4。 2. 愤怒到极点但又需要克制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做呢？ A. 压抑自己，跳到4。 B. 摔东西，跳到3。 C. 对人大吼大叫，跳到5。 3. 你喜欢和朋友成为同事吗？ A. 是的，跳到5。 B. 不是，跳到6。 C. 无所谓，跳到4。 4. 你开会的时候很容易开小差吗？ A. 是的，跳到7。 B. 不是，跳到5。 C. 还好，跳到6。 5. 当你在公司里怀才不遇时，你会怎么办呢？ A. 不会努力做事，跳到8。 B. 跳槽，跳到6。 C. 心理不平衡，导致自己很压抑，跳到7。 6. 你走出公司，发现自己忘了带公交卡，你会怎么做？ A. 回去拿，跳到7。 B. 打电话叫同事带下来，跳到8。 C. 打车回家，得到 A。 7. 逛街时你看到小偷正在行窃，你会怎么办呢？ A. 报警，跳到9。 B. 提示被偷的人，跳到8。 C. 视而不见，跳到10。 8. 你如何让自己在疲倦的工作中重新振作起来？ A. 喝杯咖啡，跳到9。 B. 吃点零食，得到 A 结果。 C. 运动或休息一会儿，得到 B 结果。 9. 在生活中总是别人给你出谋划策吗？ A. 是的，得到 C 答案。 B. 不是，得到 D 答案。 C. 不确定，得到 A 答案。10. 假设你正在开会，突然有人打电话来，你会怎么办呢？ A. 关机，得到 C 答案。 B. 回个短信告诉对方自己正在开会，得到 D 答案。 C. 拿着手机出去3言2语说完，得到 B 答案。测试结果解析。 A. 你的社会适应能力可得60分，你并不是很适应社会，不怕失败，也不容易颓废，凭着足够的勇气和旺盛的精力，轻而易举掌握为人处事的秘诀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你不是金字塔尖上的那一个，通常成为愤世一族，心里非常清楚这个社会的不如人意之处，
可能久而久之会把自己封闭起来，躲进小楼成一统也说不定。B. 你的社会适应能力可得55分。你不太适应社会，但在社会中你活得并不辛苦，因为你很少与社会发生利害冲突。你两耳不闻窗外事，其实窗外多少是非事也不过如此，关键是你能够理解这个社会，并且能不屑和容忍。所以你很少参与是非，而只是经营着自己的1亩3分地，生活的安稳平静就知足了。C. 你的社会适应能力可得80分。你是个信息大宝库，收集的信息不仅包括外界传闻、社会动荡、市场行情，还有身边人各式各样的喜好需求、心性弱点。你善于讨巧，左右逢源，而心里却很清楚，一时的卑微是为了能够立足于生存的不败之地。你既被人们需要，也会获得丰厚的回报，这就是你的资源和动力。D. 你的社会适应性可得75分。你的成功源于坚强的个性，本性的聪明与宽厚是你先天的财富，只有脆弱会让你略显单薄。因此，在勇气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狠劲，迫使你将发狠作为自己的生存之道。欢迎收听《别输在太敏感上》，作者春日，播音小易。第3章，脆弱敏感的玻璃心易受伤。滴到尘埃里尚且可以开出花来，可是如果玻璃心碎了一地，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啊！如同捧了一只刺猬，太棘手。人说受宠的孩子是顶在头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可是社会终究没有责任来宠爱脆弱的玻璃心。如果年龄已经步入成熟，而心智尚且停留在孩童时代，那么面对世间风雨，敏感的心终究是要遍体鳞伤的。过分看重面子，让英雄气短。俗话说，不争馒头争口气，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这都可以作为中国人好面子的明证。可还有一句话叫死要面子活受罪，面子不能不要，也不能看得太重。死要面子正说明内心的脆弱，这对于敏感的人来说实在是大忌。项羽被围垓下，兵败乌江，本可以渡江而去，积蓄实力，等待重出江湖的时机，可偏偏在他心里啊，无颜再见江东父老，耿耿于怀，西楚霸王的内心此刻却脆弱到不堪一击。当他感觉颜面尽失的时候，便只有选择以悲壮的方式自行了断。如果他放下面子，或许就不会有这样一曲英雄末路的悲歌了。平民百姓也有为面子所苦的，有个书生家里一贫如洗，却偏偏很爱面子。一天夜里，小偷潜入他的家中，一番搜寻之后啊，没有一点值钱之物，恨恨地跺脚叹道：我今天怎么这么晦气啊，碰到一个真正的穷鬼。此话被书生听见，赶紧摸出藏在枕下仅有的几文钱塞给小偷，说：今天不巧，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几文钱是奉送给您的，还希望您出去不要张扬，给我留点面子呀。这可谓是典型的死要面子活受罪。敏感的人啊，很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议论，因此他们死也不肯丢掉面子。为了顾及面子去做一些表里不一的事情，会令人处于一种分裂的痛苦状态之中，还留不住面子。从前在日本有一个阶层叫做惠多，是身份最卑微最受人鄙弃的一个群体。一个人不论有多么正直善良，只要他出生于惠多阶层，那么他随时都会被人投来嫌恶的目光。丑松便出身于惠多阶层，从小父亲便告诉他要死守这个秘密。惠多的子孙要想正常生活，隐瞒出身是唯一的出路。作为一名小学教员，他为人亲和，学识渊博，深受学生的爱戴。然而出身的隐痛和父亲的告诫，在他心中却成为一个始终无法打开的结。直到他遇到同样出身于惠多阶层的朱子连太郎，此人因为泄露了出身的秘密而被逐出学校，后来不幸遇害。但是社会上在得知了他的身份之后，却因为他的为人高尚而对他敬重有加。丑松受到了这位恩师良友的鼓舞，最终下定决心向众人坦诚自己的惠多出身。出乎意料的，社会对他保持了一贯的友好态度，好友继续为他东奔西走，学校学生一起去向校长请愿，
希望他留下来。即使是会多，我们也不嫌弃。而质保姑娘对他的爱也一如既往。在放下了面子，勇敢地说出真相之后，丑松呼吸到了人生的新鲜空气，迎来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自己。尽管他从此远走他乡，但是内心已从此获得了解脱。如果说看重面子已经让我们的身心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那么何不放下它，活得更加洒脱与自由一点呢？人与人之间本应平等，卸下面具，坦诚相待，才会使彼此的交流畅通无阻，使之成为一种享受，不会有损于你的尊严。相反，由于真诚，会为你赢得更多的尊重。舍普琴科指导他的学生拉小提琴时，很少说话，只是在学生拉完一曲之后呢，他自己将这首曲子再重新的演奏一遍，让学生通过用心聆听去感悟其中的精妙之处。这一天，一位新生报道，按照常规，他要求这位学生演奏一首曲子，以摸清学生的能力处在哪一个层级。但是这位学生的琴声一响，满座皆惊，因为他演奏的比舍普琴科还要好，琴声简直是宛若天籁。一曲结束，舍普琴科拿起琴走上前去，但是久久没有动，又将琴从肩上拿了下来，满脸笑容地走下台去。在座的人大惑不解，舍普琴科解释道，这个孩子演奏的实在太完美了，我已经没有资格去指导他，相反可能会误导他。片刻的静寂之后，台下掌声雷动。舍普琴科正是由于没有顾及自己的面子，坦然接受了学生比他更优秀的事实，最终不仅没有失掉面子，反而凭坦诚和谦逊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因此，我们应当放下面子，不必再负重前行。作为凡夫俗子，我们也从来不可能期许自己成为完人，那何不舍弃这心灵的重负，在智慧的选择中走向一个自由无碍的新天地呢？小测试，你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吗？你新买了一款名牌手表戴在手上，引来同事的声声赞美和羡慕，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A. 哪里，只是个便宜货了，谦虚的回答。 B. 您真识货，这可是欧洲的名牌，顺便炫耀一下手表的高端功能。 C. 是吗？谢谢夸奖，显出高兴的样子。 D. 你的表也很漂亮呢，不是吗？赞美别人时趁机夸赞自己的表。选 A， 你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你的内心世界其实很丰富，旁人往往很难透过外表一眼望穿你的内心。你比较理性，不会为了外表而铺张浪费，但你的衣着及生活用品均符合你的个人喜好和气质，并不会被别人的评论左右。 B， 你是个爱面子的人，你在外表上的消费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不等同于爱慕虚荣，但是尽量不要让物质欲望控制你的内心。同时，你待人接物谦逊低调，能赢得更多的尊敬与好感。选 C， 你是个崇尚自然简约的人，你有一颗简单纯净的心，谁将你作为恋人或者生意伙伴，那是他的幸运。你在消费上很有节制，不会追逐时尚潮流，但是你可以适当的善待自己。选 D， 你是一个随和的人，但自尊心不容侵犯。你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能为工作和事业带来向上的运势。如果你选择这个答案时没有丝毫的犹豫，说不定自尊心与自卑心在你的性格中处于相互抗衡的态势。把自己定位成弱者，你就输了。敏感者对外界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而同时在潜意识中，他们又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弱小、易受伤的形象，所以他们总是希望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给予坚强的支撑。然而，如果始终保持这种弱者的意识，那么又如何走出敏感的世界呢？曾经有一位学者谈及弱者，给出了这样一个定义：在心理和情感上，长时间遭受恐惧和焦虑煎熬的不安人群都是弱者，并说对个体而言，人无法逃避的是自己的内心世界，不管什么样的强弱差异，最终都会投射于心理和精神层面。我认为这恰是幸福感的根源，对幸福的感知能力恰恰来自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的确如此，弱者意识正是敏感所带来的内心焦虑不安的一种呈现。长期将自己的角色定位成弱者，那么你会感到生活中总会有人或事与你处处作对，莫名的精神压力将会削弱你对幸福的感知能力，于是生命中的阴霾会常常布满你的眼前，一叶障目，让你看不见未来的朝霞满天。
课间遇到曾经教过他的老师，让他帮忙去收发室取一个邮件。他虽然同意了，但心中却有一种被随便使唤的不平衡感。此时收发室的工作人员没好气地甩来一句话：孙老师自己怎么不来拿呀？学生解释，孙老师太忙没时间。孙老师没时间，有他老婆来取，还用得着你跑腿？边说边把邮件扔了出来。学生被噎得满脸通红，旁边一位工作人员连忙解释：孙老师的邮件一般由他老婆代理，原则上是不交给陌生人的。但学生仍然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拿上邮件就走了。回到宿舍，学生思来想去，觉得自己就是一株柔弱的小草，根本无法对抗外界无理的施压，要想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竟然是那样的举步维艰。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看世界的角度从仰视到平视再到俯视，一切都已经微不足道。而工作人员虽说话里带刺儿，最终又能伤害到他什么呢？而如此易怒的人，在生活中一定会为诸多烦恼痛苦缠身，这才是真正应该同情的人。将自己定位成弱者，实则是交出了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需要借助其他人的力量才可以前行。而一味等待命运的馈赠，终将一事无成，始终是匍匐在地的姿态，我们又怎能活出真正的自我呢？更重要的是，这种心理暗示一旦成为常态，就会悄然成真。当你在心里认定自己是个弱者的时候，也许你本不弱，结果却真的成为弱者行列中的一员。其实无所谓强弱，一切都看你对自己内心的暗示，而最终你却错过了那些本来可以丰富你的人生阅历与经验的机会，也错过了使自己刀枪不入的机会。有个孩子跟着家人出去游玩，马车转弯的时候，他不小心被甩了出去。他趴在地上，以为父亲会过来将他扶起，结果父亲无动于衷。在他带着哭声向父亲求助的时候，父亲说：即使摔疼了，也要靠自己站起来。当他艰难地爬上马车的时候，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不要怪爸爸这么狠心，人在世上就是如此，你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有谁可以帮助你一辈子呢？这个孩子后来成了美国大名鼎鼎的总统肯尼迪。弱者心态只会让你对生命中的挫折更加敏感，消磨你坚定前行的意志，使你只知道等待命运的垂青，成为容易被狂风暴雨摧折的花木。开启光明的前途不在于依赖别人，而在于自己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与果断的行动力。当离开一直攀援的依靠时，那一刻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独立于这个世界上。小测试，你在生活中是哪一种角色？漫步公园，总会有许多画家在帮人画像。有一天你突发奇想，想做一回模特，你会选择哪一类型的自画像？ A. 水彩画或油画， B. 铅笔素描画， C. 幽默逗趣的漫画， D. 毛笔水墨画。测试结果解析，选 A。 自有一套独特的生活哲学，你看上去严肃深沉，如同是文学作品中的修行者，这是因为你持有独特的生活哲学而已。有时周围人会诧异于你出人意料的幽默诙谐，其实只要棋逢对手，你的健谈和妙趣横生丝毫不会比他人逊色。选 B， 个性上偏向固执与保守。平日生活中你是随和的姿态，但其实你的个性中有固执和保守的一面，只是你平常在与朋友或同事互动的时候不以坚持的姿态示人，但在某些触碰到你原则的事情上，你会立刻变得比较固执和保守，甚至会令旁人难以理解。选 C， 你是大家的开心果，你在上司或长辈面前总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好孩子的形象，而在同事或朋友之间呢，则令大家欢声笑语不断。在娱乐联谊之类的活动中，你大多会是幕后推手的角色，因此你的外在形象与内在个性绝对是天壤之别。陌生人一旦发现你的本性，定会大吃一惊。选 D， 想法多且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给人的印象是阳光灿烂无忧无虑，但了解你的人都知道，其实你不是那种把心事写在脸上的人。私底下的你是一个想法很多，而且特别在意别人对你怎么看的人，有时候你自己都会觉得接近分裂的边缘了。何苦为自己树立众多的假想敌呢？在生活中，有些人习惯给自己树立许多的假想敌，
于是在平日的生活中，他们不得不消耗大量的精力与内心虚设的这些对手作战，并且将这种心态带入日常生活中，逐渐演化成假戏真做。由于社会中的竞争过于激烈，许多人不得不调用心理防御机制，尤其在职场上，同事之间必不可免地存在利益关系，而我们有时会将和自己旗鼓相当的优秀同事当作自己假想的对手，认为他们时刻都在跟自己竞争，准备超越自己。不可否认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经过人的心理投射后，会无限的放大，以至于感觉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心理压力反映到生理上，相应的身体机能也会受损。下面就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张先生在海外留学多年，摘取博士桂冠之后呢，回到国内某重点高校任教。由于成绩斐然，学校对他青睐有加，将他作为学术带头人，并且破格提升他为教授。按说本来是喜事连连的，可张先生却深感压力日渐沉重，似乎周围的同事都在和他暗中较量，而且他觉得总有人在背后议论他，说他的位置是靠洋文凭才拿到的，这些都让他感到不堪忍受。在职场竞争中他在这些同事的追赶下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到后来，只要一到学校，他就本能地出现身体不适，如心慌、胸闷等等。做学术报告时尤为严重，虽然去医院做了检查，但是发现身体各项指标均属正常，于是医生根据他的描述，建议他去看一下心理科。张先生的例子应该说是很多成功人士都面临的问题。伴随着事业的发展，这些人的心理压力也与日俱增。本来追求卓越是一件好事，但是超过限度就会适得其反，成为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它无谓地消耗人的心理能量和生理能量，最终将人的斗志消磨殆尽。很多人从小就给自己树立了假想敌，激励自己不断地奋发努力。他们的世界里从不缺少对手，所以他们的身体也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的应激状态，精神上更是高度警戒。而弦绷得太紧总会断，所以当心理无法承受重荷的时候，往往会在身体上反映出来，表现为躯体化障碍。而进一步深挖源头可知，这种心理实际上是在掩盖自己内心深处的不自信以及难以放下面子，唯恐自己技不如人，这才是他们焦虑恐惧的根源。实际上他们难以战胜的敌人是自己讳莫如深的恐惧。历史上也有给自己树立假想敌的例子，可谓是到了极致。东晋时期前秦一直想吞并强大的晋，然而在洛涧一战之后，前秦军队损兵折将，溃不成军。前秦王苻坚和阳平公芙蓉登上寿阳城瞭望敌情，看到晋军布阵严整，又看到八公山上的草木，以为全是晋兵，便说这明明是强敌，哪里就弱小了呢？洛涧失利后，前秦军队沿着淝水西岸排兵布阵，想要阻止晋军反攻。这时晋军将领谢玄派人对前秦芙蓉说，请您把军队稍稍后撤，这样我们可以渡过淝水，然后双方一决胜负。苻坚不顾其他将领的反对，同意了晋军的请求。然而后撤的命令一下，秦军以为前锋大败，顿时大乱，一溃千里。秦军丢盔弃甲，一路溃散，听到风声鹤鸣，以为是东晋追兵杀来，心惊胆战，逃亡路上便死掉了70-80%的士兵。等到了洛阳，只剩下10万多人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由来。由此可见，古人给自己树立假想敌也是到了一定的境界了。给自己树立假想敌其实不过是自己吓自己。对于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的人来说，又何苦自己为难自己呢？小测试，你的不安全感来源于哪里？踏上一条你从未走过的路，以下哪种场景最令你感到害怕？ A. 整条路上没有一个人影，你似乎迷路了。 B. 你发觉有一些陌生人在跟踪你。 C. 天忽然黑了，电闪雷鸣，暴风雨即将到来。 D. 天快要黑了，但是你身无分文，无处投宿。处于两个极端，孤单彷徨的时候会更加缺失安全感。你有时并不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并因此感到空虚和迷茫，这种感觉会让你加倍地感到不安。在面临众多方案难以抉择的时候，也会焦躁难安。
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联系一些信任的朋友，并投入到社交活动中去，如此这种情况将会有所改善。选 B， 你与别人的冲突是你安全感的克星，如果有人与你意见不合，干涉你既定的计划，或者与你各执一端，都将扰乱你内心的宁静。对此，你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而应多倾听你内心的那一个一直回响的声音。当你坚守内心时，就不会轻易因为别人的看法而摇摆不定了。选 C， 周围环境的气氛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你的安全感。倘若你待在一个自己不喜欢或者是陌生的环境中，或者变换环境的时候，你就会感到焦虑不安。所以你应该尽量的待在一个自己比较适应的环境中，并经常进行自我调节。选 D， 物质环境决定了你的安全感。不论到哪里，你最担心的是没有足够的钱。吃穿的不如意不仅仅是影响到你的身体那么简单，还会波及你的情绪。对你来说，需要有一个稳定的住所，然后将自己的家布置成为温馨的避风港。感到累是因为想得太多。敏感的人时常会感到身心交瘁，不堪重负。也许他们身体上的负担并没有那么重，可是他们的大脑却在以比常人多出几倍的速度运转。思考是一种良好的习惯，但思虑过度反而会成为一种病。已经过世的杨绛先生一生活得明白通透，很多人想知道他是如何达到这种人生的大境界的。有个人是杨绛先生的粉丝，高中快毕业的时候，他给杨绛先生写了一封信，一来是表达长久以来的仰慕之情，二来是请教一些人生困惑。杨绛先生的回信里，除了照例寒暄和鼓励后生的话之外，其实只回答了一句话：你的主要问题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只一句虽然毫不客气，但是又切中要害。的确，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太多，正应了那句话：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当然，有些事需要我们去思考，但是倘若人生阅历不够，想要以思索来打通奥秘之门，就会力不从心，百思不得其解。当知识渐渐丰盈的时候，我们再去探究推敲一些事情，自然就会游刃有余。人的大脑确实需要运转，否则就会因荒滞而日渐生锈。然而运转过度就会磨损，如同琴弦也有一张一弛之理，张得太紧了，弦会断掉，音乐就会戛然而止。而思虑过度本身伤害的不只是大脑，按照中医理论，思伤脾，倘若思虑过度，就会出现脾气郁结、运化失常、消化不良、腹胀便溏等症状。《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就是因为思虑过度而导致身体常年病弱，而史湘云则与她的性格恰恰相反，开朗豪放，不拘小节，放在今天来说就是没心没肺，大大咧咧，不然也不至于醉酒后醉卧于青石板凳上，还用胶帕包了芍药花瓣整在脑后，即使事后大家都笑话他也丝毫不往心里去。正是没有林黛玉的思前想后，史湘云才得以在大观园里活得逍遥自在。想得太多，很简单的事情就会被弄得很复杂，结果实际上等于是给自己建了一座找不到出口的迷宫。倒是不如回到事情最初的样貌，化繁为简，反而会豁然开朗。对于敏感者来说，如何避免自己想太多呢？首先，与他人加强沟通是重中之重。很多时候事情本不复杂，只是我们懒得去开口询问真实的情况，并在心中构筑了一个想当然的世界。所以，及时沟通，扫除心中疑虑是很重要的一环。其次，要增强自信。敏感的人实质上正是因为自卑，才会过多的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当缺乏自信的时候，他们就极度需要从别人那里获得认同与肯定，而一个自信的人是不需要这些的。再次，要善于从生活中寻找乐趣。当大脑停留在精神世界的空中楼阁太久，就会无力支撑，此时只有回归现实，才能平稳着陆。比如游山玩水、观花玩鸟、跳舞打球等活动，都可以让大脑得到放松，从中享受轻松快乐。最后，不要过于追求完美，我们很难做到尽善尽美，而世间很多时候也是要求我们有舍才有得。想要兼顾所有，已经近乎贪婪了，这只会使人更加焦躁不安。在行动之前优柔寡断，对自己反而是一种身心上的折磨。所以，
莫不如行动果决一点，而不是停留在思想的层面，否则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巨人。是想的太多，还是想的太少？人们对于人生、未来、爱情、理想，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想法，但是有的人想的太多了，最后要么把自己想得太美好，要么因为想得太糟糕而郁闷。你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呢？我们来做做下面的小测试吧。一，你在平时生活中是否极度缺乏安全感？ A 是的，跳到2， B 不是，跳到3， C 一般，跳到4。2，你觉得自己目前的行动力如何？ A 一直很强，跳到3， B 超级弱，跳到4， C 一般，跳到5。3，如果对方是你的真爱，你是否愿意为了对方裸婚？ A 很愿意，跳到4， B 不愿意，跳到5， C 一半可能性，跳到6。4，你总是令父母牵肠挂肚吗？ A 是的，跳到5， B 不是，跳到6， C 偶尔不放心，跳到7。5，若你婚后天天面对柴米油盐，会觉得人生单调无聊吗？ A 是的，不喜欢面对这些东西，跳到6。 B 不会，这就是生活嘛，跳到7。 C 不知道会不会，可能吧，跳到8。6，夏天看到街上有一个人居然还穿着棉袄，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 A 生病了，跳到7。 B 行为艺术，跳到8。 C 不关自己事儿，得到 A。 7，下面这些女性里啊，你最佩服哪一位？ A 李诗诗，跳到8。 B 武则天，跳到9。 C 杨贵妃，跳到10。8，你最讨厌与哪一种男性交往？ A 十足猥琐的男性，跳到9。 B 特别抠门的男性，得到 A。 C 自私自利的男性，得到 B。 9，如果穿越回古代，你是一个侠女，你会选择哪一种颜色的布料为自己设计衣服？ A 黑色或白色，得到 C。 B 红橙黄色系，得到 D。 C 青蓝紫色系，得到 A。 10，在丰富多样的冰淇淋专柜面前，你会选择哪一种口味？ A 巧克力味，得到 B。 B 水果味，得到 C。 C 原味，得到 D。 测试结果解析。 A 想得太少，你千真万确是个乐天派，无论有什么喜事降临啊，你都会觉得是你的幸运，这种感叹由心而发，很多时候只要再往下想一点，你就大功告成了。正因为想得太少了，所以只能停留在中等阶层。不过对你来说，中等阶层也很逍遥呢。 B 想得太多，你有点悲观，往往因为想得太多而弄得自己很不快乐。本来很简单的事情也会被你想得很复杂了，可能你自己都没有察觉出自己有悲观的倾向。想太多反而导致郁闷和失败更容易找上门来，还是认真走好自己眼前的路更重要。换一种心情，换一个角度去看生活，也许你的人生会有更多的惊喜。 C 想的不多也不少，你既乐天又稳重，不同于那些头脑简单的人，对于自己的未来你没有太多幻想，但是有明确的方向、既定的目标以及规划好的路线和务实的精神，在执行的过程中你会随机应变，所以你想的不多不少，而未来的成就也指日可待。 D 你什么都不想，你随性自由也脚踏实地，对于自己的理想、未来、爱情等也曾经有很多设想，但是最后你发现啊，那些属于未来的东西想得越多，反而会一无所获，而且自寻烦恼，所以现在索性什么都不想，活在当下，随遇而安。成长环境决定人的性格。当婴儿脱离母体以后，他的成长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尤其是父母对他的照顾方式，都在向孩子传达着某种关于外界的信息，引导着孩子对周围世界的认知，而这些毫无疑问会在孩子形成自己个性的过程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婴儿在刚出生的时候都会表现出烦躁不安，而敏感的婴儿会表现得更加强烈。到2个月大的时候，由于行为激活系统的作用，
这时他会对新事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当婴儿6个月大的时候，婴儿大脑中的另一个系统开始生效，这个系统有着自动叫停的功能。一旦他发出指令，孩子就会对现在和过去进行比较，这时他开始产生不安心理。而对于高度敏感者来说，这个时期的经历显得至关重要。10个月大的孩子开始学会转移注意力，能够做出选择。此时孩子的体内开始发展出成年人拥有的一种系统，他们靠这种系统培养出与他人之间的联系与感情。当他们的经历是正面积极的，这个系统就会得以发展。婴儿在长大的过程中会尝试着去探索周围的环境，父母在身边则扮演着守护者的角色。一旦遇到危险，孩子会立刻回到父母身边，这源于父母带给孩子的安全感。而如果父母是没有经验的照料者的话，他们就会传达给孩子2种信息，一种是外面的世界太危险，孩子太脆弱，所以孩子必须依赖他们，这导致孩子对于自己和照料者之间的关系感到十分焦虑以及过分关注。另一种则是照料者很危险，或者他们更喜欢独立的孩子，这种父母一般顾不上照料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会尽量避免依赖照料者，而且对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漠不关心。这2种信息都会导致孩子长大之后形成过于敏感的性格，前者长大之后很难走出因为无法依赖父母而产生的焦虑感，后者则在更为独立的性格中回避与父母的交流，实则内心深处依然渴望有爱的补偿。玛莎的父母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因此根本顾不上去照顾、疼爱自己的6个孩子。玛莎和她的哥哥姐姐们就如同小鸡一样，基本上属于自己长大。2岁以前的玛莎和3个哥哥睡在一张床上，之后搬到了姐姐们的房间。但是在12岁之前，她仍然会受到哥哥的性骚扰，而父母完全没有察觉到这些。在她13岁那年，和玛莎感情最深的一个姐姐去世了。当时玛莎只能躺在父母的床上，焦灼而又茫然地等待着姐姐的消息。整点的钟声响起，父母依然没有来电话，这意味着玛莎身边最亲近的一个人离去了。从这一次经历中，她懂得了不要和别人建立起过于深厚的感情。在玛莎的梦境里，她曾经自己推着婴儿车，婴儿饿得直哭，周围是琳琅满目的食物，但是婴儿什么也不肯吃。这个梦境反映出玛莎在成长的过程中非常独立，但是她内心深处一直埋藏着对爱与关注的极度渴望。对于高度敏感者来说因为他们自己也深知在童年时需要的照料往往要非常细腻，所以父母无法提供这种妥善的照顾时，他们的内心不会真正的责怪父母，反而会产生愧疚心理，甚至在长大之后呢，他们想逃离父母，但又会因为受困于负疚的罪恶感而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青少年时期，由于需要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极高的社会期待，这时孩子会产生吃不消的心理压力。而家庭中假如同时还有经济压力以及家庭成员不和带来的压力，则会加大他们的身心负荷。有些人会选择逃避到学业中，不去正视这些问题，而有些人则会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出现焦虑或抑郁的症状，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他们日后呈现出来的敏感性格。为了在童年时期给他们打下良好的基础，父母无疑需要给孩子更多的关爱，使他们对外界产生客观而友好的认知。成长环境对你性格的影响。现在你面前有个相册，里面的照片记录了你小时候不同时期的情态。第一张是几个月大的你，甜甜地睡在妈妈的怀抱中。第二张是你在地板上到处爬。那么第3张照片，你觉得是什么呢？ A. 你坐在床上玩玩具。 B. 你在浴盆里开心地洗澡。 C. 你在学步车上吃着饭。 D. 你在小心翼翼地学走路。测试结果解析：选 A. 自我压抑，从不越轨。小时候父母对你的限制很多，你的零花钱很少，基本上没有享受过物质带来的愉悦感。你学会了压抑自己的欲望与真实的想法，也学会了克制自己。你很规矩，从来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也不会有越轨的行为。即使偶尔放纵，事后你也会非常自责。其实尝试放下心中的负累，偶尔对自己好一些，享受一下也不是坏事儿。选 B. 活得自由自在，但不听别人的建议。你的成长环境比较宽松自由，你的父母会满足你的各种需求，尊重你的想法。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你，活得自由自在、乐观积极，不会亏待自己。同时，你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绝对不会在别人背后使坏或者做一些龌龊的事情，因为你会时刻遭受自我良心的责备。但你有一个毛病，就是有一点以自我为中心，不太能接纳别人的建议。其实多听听别人的建议也无妨，好的建议就接受，不认同的建议一笑而过就好了。选 C， 个性受到压抑，无法与人坦诚相待。你是在父母的溺爱中长大的，他们怕你摔倒，怕你受伤害，从来不让你独自尝试做一件事情，因而你的独立性很差，个性易受到压抑。你很讨厌这样的自己，因为你无法反对父母，反对周围的人，只能表现出顺从体贴。但是有的时候啊，你会通过无理取闹、耍脾气来抗议。与人交往的时候，你习惯性的与他人保持距离，不会一下子把最真实的自己展现出来。活得如此痛苦压抑，不如做最真实的自己，对这个世界给予足够的信任，与他人坦诚相待，说出你的心里话，表达你的真实想法，如此你的心智才会慢慢的成熟。选 D， 情感受压抑，缺乏安全感。从小父母就对你严厉要求，你不得不过早的学会独立，身边缺少可以听你倾诉的人，你的情感长期受到压抑，并且没有安全感，但其实你极度渴望被爱和被理解。你是看别人眼色行事的人，极度自卑，有时候又特别渴望张扬自我，心里很矛盾。有时你会故意装模作样，想要引起他人的注意，有时你为了赢得别人的好感而费尽心机。其实一定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选择和判断，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自己喜欢的事。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只要做事坦荡，这就足够了。第4章，多疑都是敏感惹的祸。这个社会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险恶，只是多疑敏感的心灵总爱将它设想成荆棘丛生、壁垒森严，于是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有人说啊，中国的孩子是吓大的，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孩子长大之后还会自己吓自己。当我们疑心重重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善意就远了。多疑只会让无辜者受罪。敏感与多疑这2个词仿佛天生有一种切不断的关系，常常结伴而行。过分敏感引发的多疑，往往会令一个人对周围的人失去信任，事事捕风捉影，从而也会失去对自己的信任。人一旦起了疑心，就会围绕一个原点，通过想象在脑海里将原本不存在的事情不断加以描摹、渲染，如同一个循环圈一样。这个圈在此过程中会被自己的猜想越画越粗，越描越圆，最终连自己都信以为真。北乡，一位黑人将军奥赛罗与出身于贵族元老之家的美丽善良的台斯德蒙娜倾心相爱，并秘密成婚。在奥赛罗出征之际，台斯德蒙娜毅然追随丈夫远行，而奥赛罗也因为出征而无形中得到了贵族的赦免。但他手下的奇官伊阿古因为向他求取职位不遂，便心生怨恨，决意报复，设计使奥赛罗怀疑台斯德蒙娜与另一奇官凯西奥有染，并且伪造偷情证据，使奥赛罗信以为真，亲手掐死了贞洁温柔的妻子。台斯德蒙娜含冤而死之后，伊阿古的妻子拆穿了丈夫的阴谋，真相大白后，奥赛罗痛悔万分，选择自刎而死，以向天国的妻子谢罪。正是过度敏感引起的猜疑，断送了这样一对幸福美满的夫妻，同时也反映出奥赛罗实际上是一个缺乏自信的人，否则便不会给伊阿古以可乘之机，更不会亲手葬送了无辜的妻子。当你落入多疑的陷阱中时，自己的思路很容易就会被束缚住，判断力随之下降，思维的方向也越来越窄，最后进入一个死胡同，不能自拔，使自己陷入无穷无尽的烦恼之中。当多疑刚刚萌生的时候，我们不妨先冷静下来，仔细考虑怀疑产生的原因，并且从多方面进行分析，打开封闭的头脑，避免思维形成固定模式，这样可以及时熄灭头脑中多疑的火星，避免悲剧的发生。小测试，你是一个多疑的人吗？一、最近你总觉得有人在背后重伤你。A 是 B 否。2、你认为每个人做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目的。A 是 B 否。3、你认为逃税的人至少占 50%。A 是 B 否。4、
如果谎言不会被揭穿，那么骗人的人将会无所顾忌。A 是 B 否。5. 你很难信任别人。 A 是 B 否。6. 你不喜欢借东西给别人，因为很多人都有借无还。 A 是 B 否。7. 当同事用你的电脑时，你会感觉不愉快，因为你电脑里有个人私密。 A 是 B 否。8. 你经常核对银行账单。 A 是 B 否。9. 付完账之后，你总是核算找的零钱是否准确无误。 A 是 B 否。10. 如果行李离开你的视线，你总是会担心他们的安全。 A 是 B 否。11. 假设一个人表现得憨憨傻傻的，那么肯定会有很多人将他作为行骗的对象。 A 是 B 否。12. 自己的东西不见踪迹，你会下意识地觉得是被人拿走的。 A 是 B 否。13. 在陌生的城市问路时，你总担心别人指错路。 A 是 B 否。14. 如果对方临时取消约会，你会绞尽脑汁猜测原因。 A 是 B 否。15. 你认为说谎和诚实是每个人的两面。 A 是 B 否。测试结果解析：0到5个 A， 信任感高。你是一个非常容易相信别人的人，你会把你的信任建立在一个非常薄弱的基础之上，所以你很容易获得友谊。当然，你可能会常常失望，有时候有的人会利用你的这种天性故意欺骗你。不过，像你这样的人会活得比较快乐，更容易赢得朋友的信赖，甚至让有些朋友无条件的信任你，从而让你的人际关系变得简单。能坚持这样的心态未必不是一件好事。6到10个 A， 信任感较高。总的来说，你对人有中肯的认识，既不会无条件信任别人，也不会随意猜疑别人。对于朋友或亲人，你更倾向于认为他们是不会伤害你的，而对于那些不熟悉的人，你会有所防备，不会和对方推心置腹，也不会完全相信对方说的话，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状态。A. 怀疑心过重。很显然，你天性多疑，处事小心，而且你觉得自己相当精明。这种精明的态度能够让你避开人生中的许多陷阱，而对于你的家人和朋友来说，这种精明也许是一种负担。有时候，将经验和判断传授给朋友会被人视为一种负担。许多人必须小心翼翼地应付你，以免使你受到伤害。有时候，这种态度会让你失去一些朋友，甚至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当善意被解读为杀机。世界上最悲哀的事，也许就是当别人真诚友善地对你，而你却从中误读出了杀机重重。于是一方义愤填膺，而另一方则沉冤莫辩。人与人之间的纽带，稍不小心就会被敏感打上死结，然后上演一幕将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多疑的火焰燃起来之后，疑神疑鬼本来就已经濒临危险的境地了，但更可怕的是进一步将他人的善意解读为杀机，时时认为周围的人对自己有敌意，于是人与人之间的误解与隔阂越来越深，甚至会直接引发惨剧。从前有一个人被官府通缉，出逃在外，在一旧友家借宿，他向来谨慎，由于心中不安，就让身边的人去探看一下这家人在做什么。结果随从回来禀报说，这家主人正在磨刀霍霍。他一听，心头火起，原来是准备借我的项上人头去向官府请功。事不宜迟，我应该先下手为强，于是便将主人一家全部给杀了。其实这家人磨刀是为了杀猪摆酒款待他的，但是没想到竟都做了他刀下的冤魂。本来好友准备热情招待他，他却把主人磨刀当成是一场阴谋的前奏，结果在他的心中，对方的善意竟然成了暗藏杀机。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此人的心里其实就是总有刁民想害朕，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接近于被害妄想症。黄女士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自从她患上糖尿病之后，这个家里的人在她眼里就变了。起先每天饭前她都要吃护肝药，但是她多次发现自己的护肝药被丈夫换成了降糖药，于是她渐渐觉得丈夫在有意害她。从那以后，夫妻感情出现裂痕，而且她发现只要丈夫不在家，她的状况就很好，可丈夫一回来就急转直下，这样她更加肯定丈夫
在有意害她，索性将丈夫赶出了家门，并办理了离婚手续。然而离婚之后，黄女士觉得儿子对她的态度也变了，像她父亲一样用药来害她。一次，她发现儿子的电脑桌上有一瓶盐酸头孢替胺的药水。之后几天里，她又出现了以前的症状，头痛、头晕、浑身乏力。她就问儿子是不是父亲又来放药了。孩子没有多做解释，就将药收了起来。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她在儿子的包里又发现了那瓶药水。后来她发现自己身上总是出现针孔的痕迹，便认为儿子将那瓶药水打进了他的体内，便把儿子也赶出了家门。对于这件事，儿子无奈地解释道，不是我不愿跟母亲一起住，还没毕业的时候，母亲就认为我害她，把我赶了出来。盐酸头孢替胺是常用药，当时我看家里墙上有点霉点，就拿回家试试能不能擦掉。您说她是我妈妈，我怎么会害她呢？说到这里，孩子的脸上写满了无辜的表情。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丈夫偷偷地换了她的药，也无非是因为关心她的病情，希望能促进她治疗。而孩子拿回家的药水本来是好心想把家里的墙擦干净，可是被黄女士误解为要害她。其实因为疾病的缘故，她会更加渴望获得别人的关注、关心及爱护。人在病中，身体和精神都处于虚弱的状态，所以尤为敏感，比如容易受到外界的惊吓等等。然而最可怕的是，对待周围的人如临大敌，认为对方对自己有不利的企图。这个世界本来不会如你所想象的那般充满敌意，也许身边的人正在向你伸出友爱的橄榄枝，却被你视为匕首、暗器，这无形中是在将那一份善意推向远方，而自己每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却只是为了防范自己主观世界里的敌意。所谓的刀枪凌厉、壁垒森严，无非是你加诸自己的想象，走出那个头脑中构想的世界，善意的阳光将会洒进你心灵的天窗。原来这个世界本有春光和煦，鸟语清风。影面积有多大？如果你可以穿越时空回到童年，当你闭上眼睛后，出现了一道门，可以直接带你回到童年的场景，你会觉得是下面哪一种颜色的门呢？ A. 白色的门， B. 蓝色的门， C. 绿色的门， D. 咖啡色的门， E. 黑色的门， F. 红色的门。测试结果解析：选 A， 你的亲子关系有些紧张，家里独断，严厉的教育风格使你养成了压抑、挑剔的个性。你会用苛求完美的眼光挑剔自己，也会放大别人的细小缺点。你很在意别人的评价，由于精神洁癖，别人对你说谎、不忠会令你深恶痛绝。受父母性格的影响，使你的人际关系变得紧张。建议你追求完美无可非议，但偶尔也要给自己一些喘息的空间。选 B， 你总是错过时机，你从小就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师长的严厉教诲，你很快就会弃之于九霄云外。你时常会用放空的方式来调节压力，虽然爱幻想，但很少付诸实践，具有天赋却总是被懒怠的声音再次说服。你是一个好相处的朋友，却很难成为一个决策者，许多计划都被你一再搁置，建议你果断一些，避免错失良机。乐观的个性足以帮你克服困难，大步前行。选 C， 你总是把爱给错对象，你从小心思细腻，无论父母的赞扬亦或责备，在你心里都会小心翼翼地收藏。由于对爱的敏感和渴望，你不轻易向他人敞开心门，时常给人一种距离感。然而只要你心中认定，你就会对其倾注自己心中全部的关爱。无论交友还是恋爱，在你心中都是一辈子的承诺。然而一旦爱错对象，便会难以自拔。建议你在爱他人之前，先好好爱自己。选 D， 你太过念旧，不愿改变。从小传统守旧的家庭教育以及隔代教养，使得你对家人有一种很深的信念。即使他们提出不合理的要求，随和的你也会为了避免冲突而不去违背亲人的意愿。即使已经成为过往的爱情，也一样会成为恋旧的你不可割舍的回忆。你总是活在他人的期待下，却牺牲自己太多的梦想，到最后连自己都会变得面目全非。建议你，人生只有一次，要记得为自己而活，
要活得精彩快乐。选 E， 你心里埋藏了太多的恐惧，由于你小时候父母因为忙碌和管教严厉，淡漠了你们之间的感情，即使想要亲近，也总有一层莫名的隔阂。这种亲子关系会导致你形成悲观的个性。刚烈固执的你很难被说服，认准目标就会一意孤行，哪怕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这种性格会让你在事业上获得佳绩，但在感情的世界里永远没有输赢对错，因此建议你不要因为固执而失去关心你的人。选 F， 你心中缺乏安全感，你讨厌无法掌控的不确定性，你从小就特别在意公平性，渴望被众人注目，却无法忍受别人的偏心或忽略。也许是习惯了众星捧月的光环，你不能容忍自己失去第一和唯一的地位。如果发现有任何不公或者被人忽略，你就会用任性来抗议，使人误以为你捉摸不定。建议你要学会温柔的表达，或许会更容易让对方明白你的想法。当无心的话语遇到神经质，在生活中我们往往会说出无心之言，可是如果被神经质的人听到就糟了，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句话会戳到他敏感的痛点，然后惹得他勃然大怒。读过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的朋友一定还记得，阿 Q 特别忌讳光、凸、亮等字眼，这是因为他生怕人们嘲笑他的赖头疮。当然，由于阿 Q 无权无势，别人若犯了他的忌讳，他也只能是怒目而视。可是到了朱元璋这里就不一样了。朱元璋作为一位布衣天子，出身贫寒，曾经当过和尚，后来又参加过被统治者称为贼的反元武装。这段历史成了他的心头病，生怕别人以此来讥讽他做到皇帝的位置。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奎写贺表称赞朱元璋为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没想到龙颜大怒，生跟僧谐音，这是说我做过和尚；光是说我剃头成了秃子；则这个字则跟贼的音相近，意思是说我出身逆贼。结果徐教授的脑袋便搬家了。朱元璋虽然以平民出身，坐拥君临天下的尊荣，然而他的内心深处对于过往的经历仍然感到自卑，生怕有人去触碰那根敏感的神经，以至于敏感到畸形变态，激进于神经质的程度。清朝的皇帝中也有此病者。雍正8年的时候，一位叫徐俊的翰林院庶吉士在给雍正的奏章中不小心将陛下一词写成了陛下。雍正皇帝大为不满，下令将徐俊查办，没想到把徐俊的老底翻了出来。他之前还写过2首诗，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以及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的句子。本来不过是文人的风雅情趣，但是在雍正皇帝眼里，这不是讽刺清朝统治者没文化，暗含反清复明之意吗？结果想都没想就判了徐俊一个斩立决。另一个为民所指案就更加无厘头了，还是雍正年间，江西有位主考官查嗣庭给考生们出了一道题，题目叫为民所指，这实际上源于诗经中邦畿千里，为民所指，意思就是说国土幅员辽阔，都是百姓栖身之所，欲有爱民之意。结果雍正看了这道题目，立即抓狂了。谁也没有想到为止一词恰是雍正2个字去了头，这就诱发了雍正的被害妄想症。他认为查嗣庭出这道题的目的是暗示考生们砍他的头，于是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法办。从以上种种，我们不难看出，这些皇帝敏感到神经质的原因，无非是他心底的自卑在作祟，同时也不乏患得患失的心理。所谓江山千里，子孙万代，但是他们终究少了平凡人的快乐，因为普通人家不会从别人的只言片语中解读出千百种深意，而得之坦然，失之淡然，从不担心失去光环与权位。小测试，你的内在血型是什么？每个人都有外在和内在2种血型性格，一种是与生俱来的，另一种是潜在的。这种潜在的血型性格尤其体现在感情生活中。
想知道你的内在血型是什么吗？就开始下面的测试吧。1. 绝对不吃不喜欢的食物 A 是转2 B 否转3 2. 你约会的时候向来很准时 A 是转4 B 否转5 3. 电视里的新闻节目你每天都会准时收看 A 是转5 B 否转4 4. 无心上班或上学的时候你会请假休息一天 A 是转6 B 否转7 5. 心情不好的时候睡觉是你最好的良药 A 是转7 B 否转6 6. 有时候你会故意大声地打喷嚏 A 是转8 B 否转9 7. 你喜欢卡通造型的小物件 A 是转9 B 否转8 8. 在外出旅游时你更喜欢快捷的飞机而不是从容悠闲的邮轮 A 是转10 B 否转11 9. 你很关注朋友们的穿衣打扮 A 是转11 B 否转10 10. 你很在乎自己留给别人的第一印象 A 是你内在血型为 A 型 B 否你的内在血型为 B 型 11. 一条落叶满地的林荫小道会唤起你心中浪漫的情愫 A 是你的内在血型为 AB 型 B 否你的内在血型为 O 型。测试结果解析 A 型完美主义者，对问题大多持悲观态度，你在意别人的想法，以至于到了接近神经质的程度。你注重自己的外表，对新鲜事物抱有好奇心，你总是位于时代的前沿。在恋爱中，女孩温柔可人，男孩更注目于对方的性感，但都缺少主动性。B 型充满感情的行动家，坦诚直率，富有同情心，直觉和印象会促使你坚定地一直往前。在你的心中，当下远远胜过结果。在恋爱中，纯情女孩易落入情网，男孩则特立独行，我行我素。这种性格的人进入角色很快，退出角色也很快。AB 型，你是充满矛盾的自信家，天生的和平主义者。你充满行动力，但阴晴不定，在外人眼里被视为异端，更加注重自我，不会主动加入团体。在恋爱中，叛逆的异性更加吸引女孩，而男孩则希望另一半纯情可爱。这种性格往往会使你容易陷入单恋。O 型，你是现实浪漫主义者，往往把握全局后再采取行动，一旦心意已决，便很难回头。你对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恶意很敏感，对信赖感充满渴望，喜欢结交同类人。在恋爱中，女孩天生热情似火，男孩则属于主动进攻型。如果配合默契，他们很快就会品尝到爱情的甜蜜。糊涂一点更快乐。有言道，大事清楚，小事糊涂，其实很有道理。在日常生活中，倘若能有这种智慧，也不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往往可以给自己留出回旋的余地，不至于逼到绝境而使双方尴尬。更重要的是，能给自己一个快乐的心境，何乐而不为呢？清代郑板桥的字很出名，然而尤其脍炙人口的是一幅难得糊涂的字。其实糊涂一点也未尝不可，看似糊涂，实则却是最大的聪明。因敏感而斤斤计较，虽然未必疏离，但是会把人际关系弄到无可挽回的地步，或位极人臣。除了因为他才能卓越，执法公正之外，其实也离不开他处事时该糊涂则糊涂的大智慧。早在狄仁杰当豫州刺史的时候，他的政绩便已经通过百姓的赞誉而名扬于京城。随后武则天将他提拔至宰相之位，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朝中事情无论大小都会向他征求意见。当然也免不了对他谈及一些心腹之言。有一天，武则天召见他，说：之前你在豫州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人接过你的短，你想知道是谁吗？狄仁杰说：别人说我的短处，如果事实如此，那我应当改正；如果并非我的过错，那么承蒙陛下明察，这是我身为人臣能遇明主的幸运。至于是谁所说，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人生在世，自然难避是非。狄仁杰深明此理，然而他知道搞清楚是谁进过他的谗言，于他没有任何好处。更何况对方或许会因为心胸狭隘，担心他公报私仇，从而无端生事。所以狄仁杰宁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不愿过分明晰事情的真相。毕竟水至清
则无余；人至察，则无徒。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张英与邻居叶秀才为了墙基争地界闹出了一桩官司，恰好紧邻叶秀才家。叶秀才要求张家在中间留出一条路，方便出入。张英不在家，由老管家全权掌管家中的具体事务。老管家看地契上写的是到叶秀才家的墙根，他认为如果要留路，也得两家都退后几尺才可以。他认为不必考虑一个穷秀才的意见，索性沿着叶家墙根砌起新墙来。叶秀才不干了，一纸状文告到了官衙，打起了官司。老管家一看事情不好解决了，赶紧禀告张英。张英只回了4句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3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管家明白了张英的意思，主动将墙拆除，后退3尺让路。叶秀才被张英的度量感动，就将自家的墙拆了，也后退3尺。于是两家之间就多了一条巷子，名叫6尺巷，成为安徽桐城一处名胜古迹。6尺巷的故事则流传至今。张英身居1人之下万人之上，本可以吩咐地方官吏照章处理，然而在这件事情上采取了糊涂处理的办法，和睦了邻里之间的感情，堪称明智之举。大事清楚，小事糊涂，曾经是曾国藩教育晚辈的名言。于大事上自然要坚持原则，而于小事上糊涂一点，恰是一种智慧的处世哲学。有赖于此，我们才终究能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运动会上有马拉松项目，朋友说等会儿一起跑，你会怎么做呢？ A. 不等他，跑自己的，转2。 B. 等他一起慢慢跑，转3。 2. 你暗恋上曾经到学校来实习的老师，今年他给你寄了一张明信片，表示希望见个面，你会怎么做呢？ A. 当然是欣然前往，转6。 B. 犹豫不决不敢去，转3。如果朋友想为你牵线搭桥，你会怎么做呢？ A. 可以交往试试，转7。 B. 因为不熟，要先探问一下底细，转5。4. 你觉得你自己的感染力辐射范围有多大？ A. 不超过半径1米，转10。 B. 半径1米以上，转8。 5. 你比较不喜欢跟哪一种人去看电影？ A. 没有兴趣就昏昏欲睡的人，转7。 B. 看到一半不停说话的人，转4。 6. 假设你还是一个小孩子，无意中在哥哥的抽屉里发现一本思想不健康的书，你会怎么做？ A. 偷偷把书转移到其他地方，转12。 B. 马上跑去向妈妈告状，转7。 7. 你要转学时，同学们一起写了一张卡片给你，你会怎么做？ A. 看完就丢掉，转11。 B. 作为记忆永远珍藏，转9。 8. 社团的比赛对你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A. 自己所属队伍的胜利，得到结果 A。 B. 自己是否正常发挥，转10。 9. 奶奶送了你一件并不喜欢的衣服，有一天要去奶奶家串门，你会穿这件衣服吗？ A. 太难看了，我才不要穿，转12。 B. 忍耐一下，让老人家开心就好，得到结果 F。 10. 多亏了你帮忙，听到这句话，你会觉得帮别人太多，让自己吃亏了吗？ A. 是，转13。 B. 不是，得到 B 结果。11. 两个人初次约会，他虽然精心打扮，却显得俗气，此时你会怎么做？ A. 努力在心理上接受，但是仍然觉得很别扭，转13。 B. 直接带他去服装专柜，说想要送一件衣服当做礼物，得到 E 结果。12. 跟朋友一起喜欢上了 R， 在什么情况下你会选择退出？ A. R 已经了解了你的心意，得到 H 结果。 B. 你知道朋友比你更爱 R， 得到 G 结果。13. 当你厌恶的人遭遇不幸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 A. 感觉心中无比畅快，得到 D 结果。 B. 觉得浑身发冷，得到 C 结果。测试结果解析。 A. 红色，红色的魅力，红色代表着热情似火，鲜艳如血的红色可以让对方心跳加速，增加荷尔蒙分泌而变得兴奋。
红色能够产生催人奋进的正能量。红色的缺点，付出完全的努力却得不到理想的结果时，就会产生沮丧的情绪。B. 橙色，橙色的魅力，橙色可以带给人光明、温暖的感觉，富于正能量。橙色的缺点，开朗固然是魅力的来源，但是你只露出傻傻的笑容是不够的。C. 粉红色，粉红色的魅力，粉红色会让人联想到春天粉嫩的桃花、浪漫的幸福，以及甜甜的芳香、甜美的笑容，瞬间释放你迷人的魅力。粉红色的缺点，一旦表现出冷淡的态度，你的可爱就会被一笔勾销。D. 黄色，黄色的魅力，黄色充满阳光般的希望，你天生就富于吸引人的魅力，哪怕只是三言两语，也会给周围的人带来无数欢声笑语。黄色的缺点，如果每一句话都要在心中盘算很久，就会有不真诚的嫌疑。E. 莱姆色，莱姆色的魅力，莱姆色是新绿的颜色，给人以新鲜、纯真的感觉。坦率地表露自己的心情，你的魅力也会随之散发在周围人当中，无论忧喜，都不必刻意掩饰，坦然面对就是最好的状态。莱姆色的缺点，对人对事不要总是迟疑不决，你该多给自己一点紧迫感。F. 绿色，绿色的魅力，绿色具有让人内心沉静的效果，可以使人释放内心的压力。你的魅力在于主动关心并照顾他人，你非常适合做和事佬。绿色的缺点，不要一味跟着环境变换自己的想法和语言。G. 蓝色，蓝色的魅力，蓝色的联想是天空、大海、地球。沉稳平静的蓝色，正如适合走成熟路线的你，有着别样的优雅。蓝色的缺点，不会撒娇，在异性面前还是顺其自然的好。H. 紫罗兰色，紫罗兰色的魅力，紫罗兰色代表神圣和高雅，然而也有情绪不稳的象征。紫色富于魔幻的意味，你强势的一面恰恰是吸引异性的魅力所在。紫罗兰色的缺点，坚强是件好事，但莫要不分场合。看得太清晰，会错失生命中的美好。许多人因为近视眼不得不戴眼镜而异常苦恼，但是近视者眼中的世界虽说没有他人的清晰，却有一种经过天然处理过的效果，是我们平时不曾留心的美感。看得太清晰，反而缺少了不带锋芒的融合。渡边淳一曾说，人的各种感觉器官反应过于灵敏并不好。就拿眼睛举个例子，视力 1.0 到 1.2 就已经够用了，可是如果一个人视力太好，能达到 1.5 到 2.0， 就会因为看得太清楚而产生诸多烦恼。的确，如果按科学研究的结果来说，人类社会所有系统的设计和确立都是以 1.0 到 1.2 这样一个视力范围标准的，这也就意味着不会有人因为视力达到 1.5 就占有独特的优势，而且看得太清晰反而丧失了将一些过于细微的信号过滤在视觉神经接受范围之外的功能。由此可见当神经接受到多于平常人的信息刺激之后，反而会令人愈发疲惫。而当视觉相对模糊的时候，眼前物体的棱角会被处理得更加柔和，远处的灯光泛出朦胧的光晕，对于人脸具有打马赛克的效果，重叠的光影不亚于世界名画的效果，这些都是视觉清晰的时候会被我们错过的美好。其实换言之，近视者眼中的世界犹如富有钝感力的人所面对的世界，而他们对生活中的挫折和伤痛更能从容处之，也更具从生活中不顺意的事物中获取美感，并让自己随时随地快乐起来的能力。有一位编辑到朋友那里去谈工作方面的事情，到了下班的时间，编辑突然问，我可以在这里再待一会儿吗？朋友回答，可以。与此同时却觉察到他可能是遇上了什么麻烦事，朋友小心地试探一问，果然原来编辑早上出门的时候与妻子吵架了。因为什么吵起来的呢？编辑的回答令朋友哭笑不得。牙膏管。原来他家的牙膏管又长又白，使用的时候呢，轻轻一挤就会留下指痕。偏偏这位编辑生性就一丝不苟，每次都会把牙膏管上的指痕抚平，并将它的尾部卷起来一点。可是妻子对这些事却很不在意，每一次都是随随便便一挤，于是每天他都要费一番功夫去修整妻子留下的指痕。这天他终于忍不住了，对妻子说，你应该像我一样，
每次挤完牙膏之后留下那些坑坑洼洼的指痕，实在让人受不了。结果妻子立刻以大嗓门反击道：那你令人讨厌的地方也不少呀。两个人就这样大吵了起来。我们可以想到，当这位编辑新婚燕尔的时候，俩人正是浓情蜜意，那应该是他们最钝感的时候。不要说讨厌牙膏管上的指痕，甚至还有可能对之情有独钟，因为那是心爱之人留下的印记啊。很简单的事情，不过指痕而已，然而敏感的时候与钝感的时候映射在人心情上却截然不同。那么我们不妨用一双近视的眼睛去处理它们。其实在生活中很多事情并非一定要界限分明，非黑即白的，或许中间有一段模糊的地带，有如水墨画中的云气与山色，又如月夜和烟雨中的朦胧效果，这些恐怕都不是视力极佳者所能享受的美好。正因为不清晰淡化了边界，近视者眼中看到的实则是一个无比柔和的世界。即使是在职场上，这种钝感力同样也能帮助你排除干扰，养成定力，以大智若愚的心态去达成你彼岸的梦想目标。你和朋友去丛林探险，途中遇到大雾，云开雾散后，林中只剩下你一个人。正在你茫然四顾的时候，一位仙女飘然而至，她允许你从她的魔法物品中选择一件来渡过难关，你会选择哪一件呢？ A. 铜镜， B. 金苹果， C. 山楂， D. 树种， E. 水晶石。测试结果解析，选 A， 快乐颜色是白色。一尘不染的铜镜照出了你光明纯净的内心世界，同时又会让人联想到古代明镜高悬的匾额，这暗示着你是一个热爱理想与正义的人，理性客观的处事方式使任何事在你这里都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选 B， 快乐的颜色是黄色。你是朋友们的小太阳，身上自带温暖愉悦的光芒，正因为有你，大家平添了许多欢笑。不过你有着川剧中变脸的特技，换一种场合，你可能摇身一变，又成了狡辩高手，或者怨气冲天的愤青。选 C， 快乐颜色是红色。你有着活泼外向的性格，同时有很轻的支配欲，也就自然而然成了朋友圈中的灵魂人物。你总是那么爱憎分明，如果把心态放宽，那么每一天对你来说都是一种享受。选 D， 快乐颜色是绿色。你慷慨大方，感受力敏锐，照顾他人往往细心周到，所以这类任务由你来做再适合不过。同时你有着强烈的控制欲，生怕失去控制全局的能力，也许你的内心深处更愿意做一个领导者。选 E， 快乐颜色是紫色。你有着敏感的特质，总是对一些超自然现象或者古老的神话传说津津乐道。你更倾向于远离人群，隐居深山，也可以说你的潜意识中有着逃避现实的成分，这些使得你的情绪总是在低谷状态，而你的心灵也总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摇摆不定。第5章，冲动，敏感是情绪的导火索。冲动是魔鬼，敏感是罪魁。脆弱加多疑本来就埋下了定时炸弹，它的导火索只要有冲动的情绪来点燃，可谓一触即发。如果你整日里绷紧了精神的弦，也许外界无意中的风吹草动就会不小心踩中了你的雷区。火光四射之后，其实无意赢家。欲成大事者，先要驾驭内心世界的风起云涌，然后方可从容看世界的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焦虑与恐惧一触即发。生活节奏的加快使我们似乎越来越容易焦虑和恐惧，在生活、学习、工作和爱情中，似乎总有一种惴惴不安之感，而这一切遇到敏感在内心埋下的导火索之后，往往会一触即发，将我们炸得血肉模糊。焦虑其实是一种精神痛感，适度的焦虑是正常人需要的，但是如果焦虑过度，那就会适得其反。过分敏感的精神痛感往往会使我们的内心焦虑一触即发，而恐惧则是来自于害怕内心那个敏感的痛处会被不经意的触及，以致血流不止。其实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人们内心的脆弱。阿雷从小就是一个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的学生，可是自从考上大学之后，他开始变得焦虑。大学课程的难度更高了，但是他仍然希望都得到满意的成绩。渐渐的，在大考之前，他开始失眠，睡不着的时候，
他习惯躺在床上回想自己是否足够努力。然而在考试中，他并没有出现过发挥失常的情况，并顺利考入了医学院。但医学院的学业相当繁重，而且竞争力很大。为了争取到实习医生一职，他总是担心自己的表现不佳。如今他即将进入医院诊室去为患者看病，焦虑也进一步升级。他经常整晚难以入眠，经常半夜醒来，然后又会持续失眠几个小时。最近他又产生了新的担心，这担心来自家庭，比如父亲的失业，妹妹在大学里的状况，周边同学怎样看他等等。长期下来，他的注意力难以集中，学习效率大幅下降，身体上也出现了相应，脖子和肩膀发紧甚至疼痛。他变得急躁易怒，即使靠酒精来麻醉自己，依然无法对抗失眠。即使成绩足够优秀，也无法消除他对自己的表现会影响学业发展的担心。与内心的过度敏感，使得阿雷变得焦虑而难以正常入眠，以致影响他的学习和工作。这种焦虑来自于心灵负担的过于沉重，对于得失成败带来的影响过分在意，而恐惧则是焦虑的衍生物，与之形影不离。这种状态等于在阿雷的身上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一旦有外界的刺激点燃了敏感的导火索，他压抑已久的情绪就会爆发，一发不可收拾。焦虑的人往往心事重重，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触及他们敏感的神经，然后开始杞人忧天。然而焦虑的思前想后并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纵使你已经设想到了最坏的千百种可能，周围的困境也不会自动离你远去。那么与其忧思不解，不如行动起来，排除眼前的一个个问题。对于尚未到来的危机，未雨绸缪当然是明智的选择，但是不要因为它的到来而干扰到你的情绪，打乱你正常的生活轨迹，也不要因为暂时的满天乌云而遮蔽了双眼。为了明天的霞光万里，我们何苦要让自己崩溃在黎明的前夜？对于极度焦虑的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要向他证明危机的子虚乌有，而是要首肯有这种危险的可能性。即使是1/1000的概率，我们也永远不可能否定，但他们不一定会如期而至。享受生活的唯一方法便是坦然接受风险，同时以幽默或嘲讽的笑声来击碎他们盘旋在上空的灰色羽翼。按照心理学家的分析论断可知，现在的时代是自由但缺少安全感的时代，而我们如果想从时代赋予的焦虑和恐惧中走出来，就要先走进去，承认自己的焦虑和恐惧以及他们带来的痛苦，诚实面对自己的感受，脱身才会成为可能。随着对危险的进一步了解，我们发现过度的焦虑和恐惧其实是来源于视角的单一。那么何不尝试从360度的视角去看待风险？也许到最后你会发现，自己之前不过是将它的危害在内心夸大化了，就如同堂吉诃德眼中的风车变成了巨人，只不过对他来说是一往无前，而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不寒而栗。无论现在的你自认为有多懦弱，处境如何窘迫，都要相信自己拥有达成愿望的能力。摆脱焦虑与恐惧后，我们终将成为自己灵魂的摆渡人。小测试，你的焦虑症到什么程度了？在公交车上，一对陌生男女并肩而坐，车行不久之后，这位女士不敌睡意，瞌睡中渐渐靠在正在看报纸的男士身上。猜猜看，这位男士的反应会如何？ A. 若无其事地继续看报纸， B. 发出声音试图让他注意， C. 急忙地站起身， D. 表面一脸无奈，其实心中窃喜， E. 将身体闪向一旁，让他惊醒。测试结果解析：选 A， 化解旁人眼中的烦恼对你来说轻而易举，即使忍无可忍，也不会在冲动之下做出让自己后悔不已的事情，你是一个成熟理性的人。选 B， 要求太高，这会让你因为达不到理想而心中焦躁，严重时甚至会导致你铸成大错。选 C， 焦躁程度接近爆裂边缘，焦躁使你无法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事后又常常后悔莫及，尚处于心智不成熟的阶段。选 D， 庸人自扰的典型代表，喜欢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寻求刺激。选 E， 焦虑程度在正常范围内，不必过于担心。偏执导致身心疲惫，很多人会用名人的话来论证偏执的重要性，然而它本是一种病态，
如果仅仅存在于对事业的追求上，那么或许还可以抱以宽容的态度。然而假如将它作为一种生活态度，那就极度不可取了。它会将我们弄得身心疲惫，以至于生无可恋，那又是何苦呢？自从乔布斯享誉世界之后，一度有这样的说法：偏执改变世界。而且很多能将产品做到追求极致和趋近完美的人，几乎不可避免的都有一定程度的偏执。但是很多人可能忘了，偏执原本是一种病态。援引性优势观念或妄想，常见的是关于被害、爱、恨、嫉妒、荣誉、诉讼、夸大。当偏执过了头的时候，就会发展到偏执狂的程度，而偏执狂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精神疾病。事实上，我们很多人都存在轻微的偏执，具体表现为在学业、工作、爱情等方面，很容易长期纠结在某个人或者某个问题上。有这样一个男孩子，他成绩优异，在学校一直是老师们眼中的好学生，但是在竞选班长的时候，他只获得了3票。于是他很气愤，觉得班级同学嫉妒他的才能，所以事先约定了不选他。上课时，他爱顶撞老师，认为老师的想法明明是错的，反而说他的观点是错的，所以他心中很不服气。长期下来，他越来越爱钻牛角尖，对很多事情都一味坚持自己的看法，而不顾他人的感受，即使很平常的情况也会被他解释为阴谋。在很多时候如果遇到难题一时解决不了，那我们不妨先放下它，等遇到某一个合适的时机再去解决它。假如因为工作目标太大而望而生畏，那么不妨将其细化为一个小小的目标来完成。倘若爱情未能如我们所愿，那么不妨心平气和地转身离开，下一次美丽的邂逅也许就等待在转角的地方。只停留在人生的某一个细节上久久徘徊不去，那样对于我们的整个人生只会于事无补，我们又何必因小失大，不顾全局呢？从前有一位渔夫是打鱼的高手，一年春天，他在集市上听到一个消息，说墨鱼的价格将会越涨越高，于是他发誓这次出海只打墨鱼，而完全不顾朋友对他讲的物极必反的道理。结果这一次渔汛带来的全是螃蟹，根本没有墨鱼的影子。回去之后，他听见现在集市上螃蟹的价格最高，懊悔不已，发誓下次出海只捞螃蟹。虽然朋友告诉他不要把精力只放在螃蟹上，但是渔夫已经听不进去了。结果这次遇到的全是墨鱼，他回来的时候自然是两手空空。回家之后，他又发誓下次不管是螃蟹还是墨鱼，他都要捞。结果这次螃蟹和墨鱼都没有见到，只有一些马鲛鱼罢了。他当然又是空手而归，还没有等到下一次出海，饥寒交迫就夺走了他的生命。渔夫过于偏执，听不过别人的劝告，认为只有自己的看法才是正确的，结果成为悲剧的主角。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样有很多人常常固执己见，不愿意听从别人善意的忠告，从而使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对于偏执性格，我们可以尝试从饮食上来减轻它的影响。喜欢胡乱猜疑的人可以多吃蛋类、肉类、奶类等高蛋白的食物。顽固不化的人需要减少盐的摄入量，多吃肉类以及绿色、黄色蔬菜。依赖性强的人要节制甜食的摄入，应多吃富含钙和 B 族维生素的食物，比如豆制品、猪肉、羊肉以及鱼类、贝类等类食物。在食谱中加入卷心菜、扁豆、辣椒、胡萝卜、菜花、苦瓜、柠檬、柑橘、田螺、牡蛎、鸡肝等。狂躁易怒的人应少吃零食，降低盐分和糖分的摄入量，还要多吃富含 B 族维生素的食物，如茄子、南瓜、莲藕、大蒜、油菜、土豆、黄花菜、豆芽、香蕉、苹果、玉米、鲢鱼、草鱼等。多吃海产品以及含钙高的牛奶制品。优柔寡断的人要建立以肉食为主的饮食习惯，同时多吃富含 A、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的水果和蔬菜。抑郁健忘的人要多吃干果和甲壳类动物，还有柠檬、生菜、土豆、带麦麸的面包和燕麦片等。内向孤僻的人最好多吃一些蜜糖和果汁等甜品，也可少量饮酒。当然，以上只是从饮食方面来减轻偏执性格的一些建议，最主要的还是要有意识地进行自我调控。我们每个人都存在偏执，但是偏执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失去理智。当自己得不到的时候，更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去放手。
从而能让我们走出一片新天地。小测试，你的偏执度有多高？固执不等同于偏执，适当的固执是原则美，而偏执却会使人钻进死胡同，害人害己。想知道你的偏执程度吗？来做下面的小测试吧。请对如下描述做出如实回答，然后根据测试评分标准计算出总分。1. 你对别人求全责备。2. 你总是责怪别人制造麻烦。3. 你感到大多数人不可信。4. 你无法控制坏情绪。5. 你感觉人们不理解、不同情你。6. 你认为别人对你的成绩没有给予公允的评价。7. 你总是觉得别人想占你的便宜。8. 有一些别人没有的想法或念头。测试评分标准：没有1分，很轻2分，中等3分，偏重4分，严重5分。测试结果解析：总分10分以下，不存在偏执情况，恭喜你，你是一个心平气和的人。15分到24分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执，如果总觉得外界不顺心，要警惕原因是不是在自己身上。25分以上，你有偏执的症状，要学会控制情绪，谨防擦枪走火。勃然大怒往往于事无补，不是每个人都有极好的自控力，有时候冲动来临，心中就会燃起无名火，兼有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可是愤怒往往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我们陷入僵局，倒是和风细雨更见威力。在面对一些细小的不如意时，我们也许还能够平心静气地去解决，可是一旦遇到大问题时，恐怕我们就很难保持这种心平气和的状态了。一时的敏感冲动往往就会使心中燃起无名火。愤怒是魔鬼，我们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愤怒来临的时候，是否能控制住情绪，这恐怕就要打个问号了。愤怒会让我们在情绪冲动的情况下失去理智，从而犯下无可挽回的错误，甚至让我们遗憾终生。只有沉着冷静，才能使人的思绪更加清晰，最后找到一个真正稳妥、周全的解决方案。来临的时候，要怎样才能保持内心的冷静呢？首先，要遵循对事不对人的原则。愤怒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归根结底都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要避免将对事的愤怒情绪发泄到人的身上，进而演化成人身攻击，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其次，当发觉自己被愤怒控制的时候，要及时对自己进行心理暗示。发怒对于解决问题毫无意义，只是在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对身体有极大的伤害等等。用这些心理暗示来缓解愤怒的情绪，从而避免那座火山最终喷发。最后寻根溯源，找出发怒的源头。其实愤怒的背后通常都有一颗敏感的心和一种得不到满足的需求。单纯的泄愤不过是洋洋止沸，而要釜底抽薪，还需要回视内心，找到愤怒的根源，进行认真的反思，这样才能够将愤怒的火种熄灭于无形。当然，以上是在能相对保持理智的状态下可以采取的办法。如果怒火来势汹汹，压制不住怎么办呢？来看看美国总统林肯是怎么解决的吧。有一天，陆军部长斯坦顿怒气冲冲地告诉林肯说，有一位少将用侮辱的话指责他偏袒某些人，林肯便建议他写一封信回敬那位少将，在信中狠狠骂他一顿。斯坦顿觉得这个办法好，写完之后拿给林肯看，林肯连连叫好，但就在斯坦顿准备把信装进信封的时候，林肯拦住他问，你要干什么？斯坦顿迷惑不解地看着他，寄出去啊。这封信不能寄，你快点将它扔到炉子里。一般生气时写的信，我都会让它变成灰烬，现在解气多了吧，那么赶紧将它烧掉，然后接着写第二封吧。当怒火找不到出口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宣泄，但是此时不要对准他人。写信其实就是一个发泄愤怒的过程，当怒火发泄完了，我们就能够逐渐恢复理智，冷静地去处理让自己感到不堪的事情。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有效地控制愤怒这个魔鬼，避免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兴风作浪。小测试，你会感情用事吗？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过于感性的人更加容易冲动，往往可能会好心办坏事。那么你容易因一时冲动感情用事吗？快来测测吧。1. 家中一条活泼可爱的金鱼突然死去，你会怎么做？ A. 平静地处理掉尸体，
然后投入到自己当下的事情当中去。转2 B 为一条鲜活的生命逝去而闷闷不乐。转3 C 心疼，亲手将小金鱼葬在园子里。转4 2阴雨连绵的清晨起晚了，顾不得换新的衣服，匆忙间穿着一件有些汗味的衣服就去上班了。这一天你的心情会是怎样的？ A 没有多严重，下次注意早点起。转3 B 坐立不安，唯恐同事见异味。转4 C 心情不爽，总觉得不自在。转5 3走在街上，看见有家店挂出大减价狂甩的牌子，你会 A 觉得廉价货质量肯定堪忧。转4 B 果断进去，觉得兴许能淘到好货。转5 C 没多大兴趣。转6 4两个孤儿从小无人疼爱，被人收养后被训练成职业杀手，两人长大后相爱，你觉得 A 情有可原，他俩本来就相依为命。转5 B 堕落，两人整日不干好事儿。转6 C 值得同情，可怜的孩子。转7 5你在外地工作，因为一件重要的事情而没能回家过年，也来不及告知父母，忙完已经是1个月之后了，你会 A 赶紧打个电话说明缘由，给家里报个平安。转6 B 马上买回家的车票。转7 C 都1个多月了，算了吧。转8 6有只流浪狗一直尾随在你身后，你觉得 A 狗狗肯定是饿了，给它买点吃的。转7 B 他想让我带他回家。转8 7好朋友让你跟他一同炒股赚大钱，你会怎么想？ A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得到 A 结果。 B 风险与收益成正比，还是算了。转8 C 先听听父母的建议，得到 C 结果。8在生活中人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你的角色是什么？ A 倾听者，得到 B 结果。 B 和事佬，得到 C 结果。 C 领导者，得到 D 结果。 A 感情用事概率为 99%， 你的个性比较敏感，重情重义，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即使自己吃亏也会尽力去帮助朋友，付出不图回报，但也会吃亏，然而这些细节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 B 感情用事概率为 80%， 你心思细腻，内心柔软，谦逊随和，不喜争执，为人实在，珍视友情，性情耿直，值得信任，人情练达，有很好的人缘，有自己的处世之道。 C 感情用事概率为 60%， 你的情商很高，深知人心的隐秘与复杂，避免与人交浅言深，遇事往往确保万无一失后再做决定，十分理智，不易受外界干扰，也懂得适当的拒绝，而不会一味的做软弱的老好人。 D 感情用事概率为 30%， 你相当理智，在生活中是个很有主见的人，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认为对的事情就放手去做，不会因为外界的干扰而摇摆不定，善于随机应变，遇事从容淡定。平心静气才能压得住事，不论赞美还是诽谤，平心静气的接受吧，这是诗人普希金在诗中的谆谆告诫，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他写给自己的劝诫。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需要有胆识，有魄力，更需要平心静气的去应对，这样才不会因为内心波动而乱了方寸。敏感作为一种情绪，它带来的副作用主要有3种：猜疑、恐惧和愤怒。当它们萦绕着你的时候，你会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无法保证内心不出现大的波动，对于外界发生的事情也难以把握住它的走向，因为此时此刻你心中有太多的顾虑，内心处在游移不定的状态，大有前怕狼后怕虎之势，经常给自己消极的暗示，你就会陷入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一个怪圈。在这个时候，你失去了把握自己未来动向的主动性，自然也很难压得住事。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8、9点钟，每个月的薪资却只有2800元。最近他打电话给自己的一个好朋友，问假如他放弃工作准备复习考研，周围的人会怎么看？朋友的回答是很好，继续深造能够给你一个更好的工作平台。他奇怪地问，你为什么不骂我过于急躁，不能脚踏实地的去工作呢？朋友问他最近遇到什么问题，他说感到同事们看他都不太顺眼，他一进办公室氛围就自动冷下来。他很想离开公司回到学校去读研，但是又害怕没多大把握考上研究生，
一旦辞去现在的工作，又考不上研究生，最后会被人笑话。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困扰，担心他人的看法，担心工作做不好，担心打退堂鼓会被人嘲笑等等。其实顾虑越多，越会使你担心的情况变成现实，倒不如一步一步地走好当下的路。试想，这样左右两难，进退不定，怎么可能压得住势呢？实际上，敏感的人即使很有把握，也会担心别人的眼光，所以他们很多时候都处在犹豫不决的状态中，不敢轻易迈出这一步，从而导致与机遇擦肩而过。其实很多时候别人并没有那么在意你，一切都只是你自己的臆想。过度敏感会影响你做事的抉择，使你在做事的时候畏首畏尾，这样最终只会使你一事无成。在万物复苏的春天里，逮着一个空闲的时间，你是否会选择外出踏春，赏花赏草呢？仿佛只有那样做，才不算是辜负了大好春光。自然界中有形形色色的植物，而每一种植物一年四季都有各自其不同的特色。一个太过于敏感、太过于自我保护的人，就像一株含羞草，别人轻轻一碰就会产生强烈的反应。那么你和哪种植物的性格最相似呢？快来做做下面这个测试吧。1. 你更喜欢参加哪一种活动？ A. 长跑、攀岩、游泳。转2。 B. 篮球、啦啦队、拔河。转3。2. 如果重新做职业规划，你会选择哪个方向？ A. 演员、市场营销、小店老板。转4。 B. 律师、银行职员、医生。转3。3. 如果一夜之间获得了一笔巨额收入，你会想做什么？ A. 投资理财，如置业、开店、买金融产品等。转5。 B. 一部分做公益，其余慢慢消费，生活一如往常。转4。如果明天是你喜欢的人的生日，你会送对方什么生日礼物呢？ A. 给对方买想要的东西。转5。 B. 浪漫的烛光晚餐，献上一大捧鲜花。转6。 5. 幻想一下，在一片广袤的草原边际有什么？ A. 高大的神秘森林。转6。 B. 一望无际的清澈湖泊。得到 A 结果。6. 你心中的卧室是哪一种风格？ A. 简单的休息区，环境舒适，陈设整洁，整体风格清新淡雅。得到 B 结果。 B. 有些杂乱的多功能房，集休息与娱乐功能于一身。得到 C 结果。测试结果解析。 A. 你是象征着高贵财富的黄色郁金香，你在人群中总是灿烂耀眼，对自己的要求永远都十分严格，思维缜密，有耐心，能够忍耐寂寞和孤独，会用自己的智慧赢得事业和财富，为人现实，脚踏实地，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B. 你是象征着纯洁、幸福、清新的小苍兰，你朴实无华，易于满足，不会抢别人的风头，喜欢悠闲宁静的生活，内心世界绚烂多彩，但不愿打破常规，依旧按部就班地过着平凡的生活，情感丰富但脆弱，对亲人有较强的依赖心理，是一个顾家的人。 C. 你是象征着神秘、兴奋、有毅力的非洲菊，你有着超强的适应能力，对周围的环境并不是很挑剔，只要能够生存即可，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你会设法克服各种困难，有非凡的毅力，同时对于未知的世界，你充满了孩子般的好奇，以及对于探索的渴望，希望能够成为一名探险家。换一种心情来看问题，人很容易成为自己情绪的俘虏，但是又必须要由自己来掌控情绪的变化，尝试着驯服情绪这一匹野马。当你调转马头，前方或许是一片开阔的原野。普通人眼中的世界是色彩丰富的，是立体感极强的，就像苏轼诗中所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无论换哪个角度去看，都有别样的动人之处。同样的道理，换一种心情去看问题，紧蹙的双眉间锁着的心事也会被化解。敏感的人眼中的世界和普通人的不一样，他们的世界里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是非对错都是泾渭分明的，整个世界在他们眼里只有二元对立的属性，不会再从其他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这让他们很难迅速地排解忧伤，走出烦恼，而往往只是原地踏步。1月，在火车上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丈夫的手一抖，无意中将装满开水的杯子打翻了，啪的一声，杯子摔得粉身碎骨，热水洒了一地，新娘埋怨新郎道：刚结婚就打碎玻璃，这多不吉利啊！新郎不高兴了，于是两个人争吵得不可开交。
列车员闻声而来，弄清缘由后笑道：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这不是岁岁平安吗？新娘仍然耿耿于怀，列车员又补了一句：刚才那啪的一声，这叫一鸣惊人，你们俩新婚燕尔，天作之合，日后也一定会比翼双飞，事业有成的。新娘听了这番话，顿时笑逐颜开了。其实换一种心情，你看到的世界也会截然不同。正如两个一同关在监狱里的人，一个看到的是铁窗外的高墙，而另一个看到的则是满天的星光。他们俩只是角度不一样，心情不一样，而最终的结局却天壤之别。作家绿妖曾经是一位敏感的女子，有朋友问她小时候是否也这般安静，她回答：其实小时候生性活泼，但父母暴躁的性格给她的童年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以至于她长大后与人交往总是不敢完全信任对方。每到过年，绿妖的家里便会战火四起，狂叫、痛哭、酗酒，仿佛世界欠了他们的全部，而绿妖也无形中被这种情绪所浸染。他曾经一度认为这一切都归罪于父母，是他们毁了自己的童年。沉浸于这种情绪之中的绿妖并不快乐，直到有一天，心理学家告诉他，许多受害者都习惯于抱怨却不愿改变，他们将自己置身于道德的制高点，与这个世界针锋相对。如果有人伤害到我，那么他就一定要对我所遭受的一切痛苦负全责。懂得这一点之后，绿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童年。他渐渐明白了父亲为何会如此粗暴。在一个原生态家庭长大的父亲，同样没有得到过父母温柔的对待，更不要说良好的教育了。他长大之后，同样也不知道究竟怎样的教育方式才是更好的。从此，他对父母不再是那种满含怨气的眼神，而是由心而生的怜悯与温情。随着时光的流转，他心中的伤痕也在慢慢的愈合。从他的文字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内心温润的女子。当阳光渗入一个人的内心，快乐与幸福就已经在下一秒等待与他结缘，而所有的苦难又何尝不是化了妆的幸福？过往的伤痛都是对人生最好的淬炼。正如同俗话说的，春风不吹，冻土不开，狂风过后惊醒沉睡一冬的土壤，而蓬勃的生机也随着绿意弥漫了整个天地之间。所谓的挫折，当我们带着微笑去看待，它就成了人生的试金石。经过了苦难的打磨，在日后的风雨来袭之时，我们也可以岿然不动。如同郑板桥笔下的竹子，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小测试，你的心理年龄是多少岁？这天你突然收到来自陌生人的一束花，你希望这束花是什么颜色的呢？ A 红， B 橙， C 黄， D 绿， E 蓝， F 紫， G 黑， H 白。测试结果解析：红，心理年龄为27到31岁，红色象征着激情，在27岁这个谁与争锋的黄金年龄，充满智慧的较量。橙，心理年龄为17到21岁，橙色没有红色那样艳丽，却也有红色的印记，正如初入职场的青年们，心智尚未成熟，有待发展。黄，心理年龄为32到34岁，黄色有着一种优雅的格调，恰如30岁之后的人们注重享受生活的乐趣，逐步迈向成功的人生。绿，心理年龄为22到26岁，绿色是环保色，在充满电脑辐射的环境中工作，绿色正是他们向往的颜色，说明你尚处在迷茫期。蓝，心理年龄为40到45岁，蓝色代表着一丝忧郁，不惑之年的人们往往思考的更多，顾虑的也更多，心智也更为成熟。紫，心理年龄为45岁，紫色是高贵色，当你看过万水千山之后，才会领悟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黑，心理年龄为35到39岁，黑色拥有包容万物的胸怀，在社会中你已经身经百战，自然深知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白，心理年龄为17岁，白色代表纯洁，说明你还没有洞察社会的真谛，想必心理年龄还没有到一定的程度吧。第6章，自卑，敏感是我的软猬甲。当你匍匐在这个世界的脚下时，心中只有自己的渺小与卑微；当你无力让灵魂直立行走时，
就只有让自己始终生活在他人的眼光中。身体听不见内心诚实的声音，为了自卑的讳莫如深，敏感只是充当了他的软猬甲。然而这并不能隔绝伤害，却只会让周围的善意敬而远之。敏感是习惯于否定自己，敏感的人总是把自己看得一无是处，也许在别人提出异议之前，他们就已经将自己的想法全部推翻，实则在他们的心里还远远没有建立起对自己的认同。于是只有在外界的眼光中蹒跚地负重前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意思是说，在一天中要多次反省自己有没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一个善于反省的人，确实可以从过往中获取经验和教训，帮助自己取得更大的进步。可是敏感的人就麻烦了，他们不是不反省，而是反省的过了头。对于他们来说，说是解剖灵魂也许有些夸张，但如果说是在拿着放大镜审视自己的心灵，是绝不为过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心灵尚不具备相应的承受能力，于是只好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否定中背上更加沉重的枷锁。小田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敏感到什么程度呢？每一次他和朋友打电话，如果中途对方有事要先挂电话，他就会胡思乱想很久，结果把自己搞得心神不宁。一次，朋友小倩因为家中有急事，所以就匆匆挂了电话。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收到了小田的短信，为自己昨天说了一句小倩最近好像长胖了而请求原谅，搞得小倩莫名其妙，当即回了短信，告诉他不要多想，自己对他没有任何不满。这种情形发生过多次之后，小倩再也不敢轻易挂他的电话了。她如此小心翼翼地经营着和小田的友情，生怕敏感的小田受到伤害而一次又一次地否定自己，暴露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不自信。他们中有一部分人童年时便极少得到父母的肯定和夸赞，这种体验对其日后敏感心性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以至于只要有一点事情没做好，他们就会否定自己的能力。这样的人每逢遇到各种挫折与人际纠纷，总会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还会产生一种强烈而持久的自责与内疚，不断地责怪自己。长此以往，他们会因为害怕别人轻视或讨厌自己而淡出与人交际的圈子，宁愿孤独的生活。这样的人，他们的生命总是会被灰色的阴影所笼罩，很难尽情地享受人世间的欢欣。东汉的贾谊从小可谓博览群书，才华过人，可惜他属于过度敏感的性格。贾谊年纪轻轻便得到汉文帝的赏识和提拔，然而刚刚过了3年，便遭到朝臣的记恨，被贬为长沙王太傅，相当于长沙王的老师。命运峰回路转，3年后他被汉文帝召回长安，担任梁怀王太傅。然而不幸的是，梁怀王入朝的时候不慎从马上坠落而死，贾谊深感悲伤自责，认为是自己没有尽到身为太傅的责任，所以常常哭泣，最终刚过而立之年便忧郁而死。如果不是过于否定自己，贾谊完全可以不必英年早逝，而他的才华也将为治国提供更多的借鉴。毕竟汉文帝还是很爱惜贾谊的才气的，他与屈原所处时代的情形有所不同，贾谊也大可不必抑郁而终。过度敏感的人要想摆脱不断否定自己的困扰，可以尝试着给自己一些积极的暗示，相信自己内在的潜能还没有完全被开发出来，这样充满自信的你，周身都会洋溢着阳光明媚的气息。小测试，你的自卑指数是多少？从下面的选项中选出你喜欢与讨厌的小猫类型，然后看看你到底有多自卑。注意，喜欢和讨厌都要选哦。A. 高傲自大的猫， B. 温驯乖巧的猫， C. 活泼好动的猫， D. 喜欢粘人的猫。测试结果解析，喜欢 A， 讨厌 B。 你希望现在能有个人来成为你温暖的依靠，但你会将这种期盼极力地掩藏在内心深处，不在别人面前流露。由于缺乏自信，你对自己的行动常常感到自卑。喜欢 A， 讨厌 C。 你对自己的外表有强烈的自卑感，其实你有许多独特的魅力，只是在和他人相比的时候感到自惭形秽。喜欢 A， 讨厌 D。 你在后生晚辈面前有自卑感，总觉得自己应该大有作为才对，你渴望能够自由自在，率性而为，但是往往身不由己，为此你常常感到焦躁不已。喜欢 B， 讨厌 A。 你是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你喜欢众星捧月的感觉，一旦受到冷落就会只感到寂寞沙洲冷。
只要别人对你稍微冷淡一点，你的自信就会荡然无存。喜欢 B， 讨厌 C， 表面认真老实，实际内心暗潮汹涌，明明只想逍遥于山水田园，却偏偏无法对周遭事物视若无睹。温和软弱的个性成为你自卑的根源。喜欢 B， 讨厌 D， 你在众人面前说话有种超乎寻常的恐惧，往往事情开始之前你就给自己判了我不行的死刑，羞怯的结果往往会导致与机遇擦肩而过。喜欢 C， 讨厌 A， 目前你没有什么自卑感，乐观积极的你勇于尝试和挑战，有时未免过于自信自满，所以才导致事情进展受阻。喜欢 C， 讨厌 B， 你虽然可以干净利落地完成工作，但是对于自己的外在有种很深的自卑感，你对别人拥有的东西十分羡艳，也憧憬着别人身上的那种流行与时尚。喜欢 C， 讨厌 D， 一直以来你都隐藏着自己劣于其他人的地方，但是因为这种警戒性，你的实力发挥也受到了影响。虽然你的表达能力并不比别人差，但是你对自己的说话能力感到自卑。喜欢 D， 讨厌 A， 过于温和和软弱的你常常羡慕别人果断的行动力以及口吐莲花的辩才，希望自己也能够达到他们的程度，你的自卑来源于你的能力不足。喜欢 D， 讨厌 B， 勇气十足的你不会在意别人的眼光，即便别人不满意你的做法，也依旧会我行我素。你的自卑感来源于自己这样做会给人一种鲁莽的感觉，而缺少一种优雅的气质。喜欢 D， 讨厌 C， 活泼好动的你一刻都坐不住，你乐于和大家交往，也能相处得非常愉快，只不过有时会为自己如此的八面玲珑而感到自卑。羞怯与自卑如影随形，很多时候人们习惯于将羞怯与敏感联系到一起，确实有很多高度敏感者在人前会更多的流露出羞怯，实则这种表现与他们内心深处的自卑是如影随形的。高度敏感者在与陌生人交流的时候，往往不敢直视对方的目光，不善于结交朋友，不善于在公众场合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总是过度地考虑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其实他们大可不必背负如此沉重的心理压力。羞怯以及羞涩胆怯主要表现为紧张、难为情、脸红和退缩，实际上它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现象。根据资料显示，大约 80% 的人都认为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有过明显的羞怯，真正从未感到过羞怯的人数只占 5%， 所以羞怯并不是什么病态现象，而是人们普遍经历过的一种体验。羞怯实际上流露出的是一种害怕别人不喜欢我们、不接纳我们的不安心态。从原因上来看，有3种类型：气质型羞怯、认识型羞怯、挫折型羞怯。气质型羞怯的人属于典型的抑郁质，这类人比较敏感，喜欢安静的环境，以此避免外界给予过多的刺激。他们一般在人前顾虑重重，轻声细语，呈现典型的腼腆心态。认识型羞怯则是由不正确的认识引起的羞怯，这类人一般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生怕被他人否定，缺少安全感。有些人小时候在众人面前讲话落落大方，长大以后反而害羞了，这种人一般属于认识型羞怯。挫折型羞怯则是原本性格开朗，在人群中积极活跃，但是由于曾经受到过某种挫折，从此变得羞怯怕事，生怕同样的挫折再次上演。在3种类型中，第一种是属于自身的气质引发的羞怯，而后2种则属于后天造成的。高度敏感者更容易进入羞怯状态，当被人说你太羞怯了之后，由于强化了这种心理暗示，他们反而更加难以摆脱困境。那么如何避免羞怯带来的负面影响呢？首先要建立自信心，在社交生活中不要经常否定自己，更不要拿自己的短处去和别人的长处比，清楚自己的优势所在，保持自己独立的想法和认识。其次，有意识地让自己与不同类型的人打交道，培养自己的胆量和能力。在公众场合尽量发挥你的优势，在合适的时机要勇于表现自己，选择你擅长的事情去做，这样获得成就感之后，有利于增加你的自信。再次让自己松弛下来，避免身心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将注意力从自己的表现转移到你所应当关注的人或事上。其实在别人的心目中，你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窘迫，当出现尴尬局面的时候，往往一个玩笑或者自嘲便能很好的调节气氛。最后，准备充分可以让你更加从容。每一次在公众场合与人接触之前呢，不妨先想一下
自己有哪些担心的地方，从而可以事先做好一定的准备，避免因为仓促之间的慌乱而加重自己的羞怯。实际上也是在给自己一个积极的暗示，因为胸有成竹，所以在应变时会更加的从容镇定。小测试，你的自卑源于哪里？一，你是否会重伤甚至不惜造谣诋毁你厌恶的人？ A 不是转3， B 是转2。二，你总是要吃过很多亏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A 不是转4， B 是转3。三，你从小就很平庸，没有在任何领域崭露头角过。 A 不是转5， B 是转4。四，在亲朋好友中，你最不喜欢的就是那种虚伪圆滑的人。 A 不是转6， B 是转5。五，奇闻异事总能吸引你的注意力。 A 不是转7， B 是转6。六，评价一个人时，你总是尽可能的详尽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几笔概括。 A 不是转8， B 是转7。七，你喜欢通过物质来联络感情。 A 不是转9， B 是转8。八，你的食欲通常与郁闷程度成正比。 A 不是转10， B 是转9。9，经过一群八卦的人面前会非常紧张。 A 不是得到 B 型， B 是得到 A 型。10，常常走向自责和自负的两个极端。 A 不是 D 型， B 是得到 C 型。没主见，你有很强的执行力，但决断力一般。最让你痛苦的事就是拿主意，因为你总是瞻前顾后，生怕有任何人对你的决定不满意，这使得你在一定的领域中总是底气不足，面对重大问题时总是保留意见，宁可按照别人错误的决定前进，也不愿意为自己的提议而承担任何的风险。这只能使你越来越被忽略，因为出谋划策的人物往往才是一个团队的价值所在，害怕承担责任只会让你失去历练的机会。 B 型，没底气，你更喜欢和不如自己的人相处时的优越感，并可以以成功者的姿态来传授经验。你喜欢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而和比你优秀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往往以冷漠来替代主动接近，生怕别人会认为你有意攀附，归根结底是不愿意别人看穿你的没底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拒绝与优秀的人交往，而只从弱小者那里获得被人崇拜的满足，那就离退步不远了。 C 型，没安全感，生性自卑使得你自己很少与人交往，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你深感自己技不如人，为了避免遭遇挫败，索性远离竞争，在封闭自我中寻求安全感。这种自我封闭只能将自己带入缺少自信的不良循环中，所以不妨试着在不稳定中去寻找一份安全感。 D 型，没胆识，你的自卑源于怯场，在众目睽睽之下如何轻松言谈，在公众场合如何察言观色，都会成为困扰你的问题。心知肚明并不等于应对自如，你生怕不小心说错话，把局面弄僵，所以尽量缄口不言。建议你不要害怕成为别人的笑柄，也不要害怕出糗，只要把自己作为已经融入集体的个体，你就没有那种暴露于聚光灯下的孤单了。自卑将友善与自己隔离，内心深处埋藏着自卑的人，由于深恐受到外界的伤害，而对他人多了一份警戒的心理，正如同刺猬为了抵御强敌，便竖起全身的尖刺。有道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也许在日常生活中只是旁人的一句无心之言，但是在敏感者那里听出了弦外之音，到头来把别人的话生生解读出千百种含义，误解了对方。大学毕业季，小王准备独自去厦门鼓浪屿旅行。同窗好友小雪得知这个消息，因为他早有意向，便打电话问可否带自己同行。小王没有任何意见，但是根据以往了解的信息，他担心小雪去鼓浪屿会不开心，毕竟那里吃住花销都太大了，而小雪在学校生活节俭，小王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些告诉小雪，让她自己来选择。小雪，咱们俩一起去当然没问题，只不过有些事情我需要先跟你说一下，以免你到那里后悔。话筒那边安静了几秒钟之后，突然传来小雪有些失落的声音。什么情况呢？小王把从同学那边了解到的信息叙述了一下，说小雪去还是不去，他都尊重她的选择。那我还是不去了，祝你一路顺风。说了句再见，就匆匆挂断了电话。结果旅行回来，朋友告诉小王，因为他不愿意跟小雪一起旅行，小雪在家哭了好几天。小王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愣住了，不知该如何是好。
其实小王本来是为小雪考虑，小雪却偏偏理解成了不友好的意思。对别人话语含义的种种臆想，其实是自卑心理在作祟。很多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恰恰是聪明人的多虑成了他们最大的负累。活得钝感，轻松一点，少走那些语言的迷途，也许我们才能抵达信息表达的本质。小测试，你在朋友圈中是什么动物？你想知道自己是朋友圈中的哪种动物吗？那就来做做下面的测试题吧。一，你约朋友一般是 A. 随时想见谁就约谁， B. 有了好创意想与人分享的时候， C. 闲暇的时候， D. 共度周末的时候。二，你最喜欢和朋友们 A. 去餐馆聚会， B. 尝试新鲜刺激的事， C. 喝咖啡和饮料， D. 去共同向往的地方游玩。三，你会在何时向好友坦白自己正在恋爱呢？ A. 立刻，你渴望听到热情的祝福。 B. 1个月之内，你希望对方分享他的一些恋爱秘诀。 C. 暂时不会提及，你知道自己该如何应对。 D. 很快，你希望对方帮你把关。4. 朋友给你发短信一般是 A. 生活中遇到小麻烦， B. 遇事犹豫不决， C. 不一定，想发就发过来了， D. 你有问题请教他时。5. 生日那天，你最希望朋友们 A. 参加生日聚会， B. 发电子贺卡或送你新奇的礼物， C. 他们确实都很忙，你也不会在意， D. 送上一些温馨的祝福。6. 你是否经常收到朋友们的微信？ A. 几乎每天都有， B. 经常收到， C. 不确定， D. 不是经常收到。7. 在公园玩滑板时，你突然被一位异性吸引，滑板失去控制摔倒在地，这时你希望朋友做的第一个动作是 A. 立刻过来扶起并安慰你， B. 告诉你正确的滑法， C. 在原地鼓励你站起来并掸去尘土， D. 走过来手把手的教你。 8. 和朋友们走在街上，你经常 A. 沉醉于各种欢乐中， B. 欣赏橱窗里的各种小物件并指给他们看， C. 想起你的个人计划，然后很可能提前告辞， D. 旁观朋友们玩耍，然后发表一番个人评论。 9. 朋友们一直在聊天，吃爆米花，喝可乐，你会坐在 A. 中间偏后的位置，你需要不断为大家忙前忙后， B. 中间位置，大家都想听你极其有趣的评论， C. 边缘位置，静静地听大家说， D. 不太清楚，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10. 和朋友通话，你们交谈的内容一般属于 A. 日常生活类，如衣食住行、美容化妆等， B. 新闻类，如一些新的发现， C. 关注类，如询问个人近况、工作调动、生活变化等， D. 一问一答类，经常是对方请求你的帮助。11. 愤怒或受伤时，你希望朋友们 A. 陪伴在身边，给你体贴和安抚， B. 帮你忘掉烦恼， C. 不打扰你，让你一个人待着， D. 提供很多建议。12. 朋友们对你的评价是 A. 善于倾听， B. 充满活力， C. 强者， D. 可靠。多善解人意的猫，你是一个很重情的人，朋友在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作为一只善解人意的猫，大家乐于和你交友，但由于你没有心机，有时会被一些所谓的朋友利用。选择 B 居多，热情活跃的猴，你天性活跃，富有灵感，像一只讨人喜欢的猴，大家喜欢和你交朋友，但是朋友过多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压力。选择 C 居多，特立独行的狼，你的天平上一头是个性，另一头是友谊，你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做事有自己的主见，不过独立性与自制力使你像一匹孤独奔跑着的狼，此时朋友会觉得你很冷漠。选择 D 居多，值得信任的狗，你富于智慧又慷慨坦诚，如同一只忠诚的狗，你总能给朋友提出一些富于哲理和建设性的忠告，因此成为他们信赖的人。别在他人的眼中丢了自己。自卑的人内心往往住着一个敏感胆怯的孩子，这个孩子总是在意别人的声音，在意自己是否有任何和他人不合拍的地方，因为不敢与坚硬的世俗对抗，不敢与大多数人的取向背道而驰，于是他们不再发声，终究弄丢了最真实的自己。我们都知道随波逐流也许是最不费力的生活方式，因为地上的路是现成的，早已有人用双脚踏出。在内心与世俗的挣扎之间，自卑的人往往会选择背离那个最真实的声音，而与大多数人为伍。
从此世上千篇一律的众生相里又增添了一张雷同的面孔。哲人的天性里有自己的坚持，遵从心底那个最真实的声音。柏拉图能够从苏格拉底的众多弟子之中脱颖而出，与此不无关系。有一天，苏格拉底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苹果，然后让他们闻空气中的味道，问他们闻到了什么。他拿着苹果走下台，从学生们身边缓缓走过，学生们纷纷回答说闻到了苹果的香味儿。有一个学生却始终没有举手，苏格拉底笑着问他：同学，你真的什么都没有闻到吗？那位学生以坚定的口气回答：我真的什么都没有闻到。苏格拉底欣慰地笑了，他高声向全班宣布，这位同学是正确的，空气中根本就没有苹果的芳香，因为我手中拿的是一个假苹果。这位同学就是后来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柏拉图如果没有对自己的坚守，恐怕也很难成为一代先哲。在其他学生的眼里，他大概是个另类，但是真理掌握在他的手中。因此，我们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不被他人所迷惑，哪怕是众口一词。在他人的眼光里生活，也许直到最后才蓦然发现，原来走过了这漫漫人生路的自己，竟然始终如一具空壳，像一只在风中摇摆不定的风筝，而那根线却从来不在自己的手里。或许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凉。走出他人视野的框架，生命终究要自己来驾驭。没有了自己的主见而盲从他人，做出的选择其实依然没有摆脱他人对我们的掌控。做一个真实的自己，如果希望获得别人的肯定，那么就从肯定你自己开始。小测试，你的外表和内心哪个更美？很多时候，外貌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朋友喜欢你，第一印象是因为你的内心，还是因为你的外貌呢？你的外表和内心哪个更美呢？一，快要吃晚餐了，你却感到肚子饿了，你会选择用什么充饥？ A 一个面包转2， B 一个苹果转6， C 一些泡菜转4。2，你可以做到看恐怖片和吃东西两不误吗？ A 可以转7， B 不可以转3， C 看情况转5。3，看恐怖片的时候，你会有意把电视声音调小吗？ A 会转8， B 不会转9， C 看情况转12。4，你试过晚上一个人在家看恐怖片吗？ A 试过转7， B 没有转3， C 不记得有没有转11。5，过生日的时候你希望收到什么礼物？ A 自己想要的礼物就好转8， B 只要是别人送的就会很开心转13， C 希望是实用性的礼物转12。6，你喜欢看哪种连续剧？ A 古装片转10， B 偶像剧转3， C 美剧转5。7，如果你不得不吃下面3种食物中的一种，你会选择哪一种？ A 杀虫转9， B 河豚转14， C 老鼠肉转12。8，你最厌恶哪一种人？ A 故作清高的人转16， B 自以为是的人转15， C 圆滑世故的人转19。9，如果让你独自在这些地方生活1年，哪个地方你绝对不愿意？ A 只有一张床的屋子转15， B 孤岛转18， C 恐怖城堡转20。10，被独自关在什么地方会让你更恐惧？ A 电梯里转8， B 古堡里转5， C 夜晚的游乐场里转13。11，三个人比赛游泳，你觉得最后胜出的会是谁？ A 瘦弱的男人转14， B 强壮的女人转9， C 灵活的小孩子转7。12，如果以下3个人中有一个人戴了假发，你觉得会是谁？ A 蘑菇头的女生转20， B 大波浪的性感女郎转16， C 棕色头发的青年男子转15。13，相比之下，你觉得自己哪方面才能最弱？ A 音乐转17， B 写作转16， C 绘画转19。14，下面3种电脑游戏哪一种会更吸引你？ A 网络游戏转9， B 网页小游戏转19， C 棋牌类游戏转18。15，
如果以下3个人中有一个是杀手，你觉得绝对不会是谁？ A. 个头矮小的中年男人得到 D 结果， B. 身材普通的女人得到 C 结果， C. 瘦弱的青年男子得到 B 结果。16. 你觉得下面3种人谁最寂寞？ A. 心理医师得到 D 结果， B. 杀手得到 C 结果， C. 画家得到 E 结果。17. 如果下面3个少年中有一个是问题少年，你觉得会是谁？ A. 喜欢穿黑色外套的少年得到 F 结果， B. 头发凌乱而偏长的少年得到 E 结果， C. 牛仔裤又脏又旧的少年转20。18. 下雨天你有急事要出门却找不到雨伞，你会怎么做呢？ A. 披上防水外套出门得到 A 结果， B. 淋着雨去打车转20， C. 戴一顶帽子出门得到 B 结果。19. 假如你有3个邻居，其中一个半夜总是唱歌，你觉得会是谁呢？ A. 妖娆的女人得到 F 结果， B. 又高又胖的男人得到 D 结果， C. 瘦弱的少女得到 E 结果。20. 你的戒指掉在地上不见了，你会从什么地方最先找起？ A. 沙发底下得到 C 结果， B. 墙角得到 B 结果， C. 地毯边缘得到 A 结果。外表的分数远高于内心，这不是说你内心分数不及格，而是说你的外表太出色了。你的容貌使得大多数人的目光定格在你的脸上，已经不在意你的灵魂是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你希望别人更重视你的内涵，那么不妨多多表现自己。B. 你的内心的分数大大高过外表，你很重视个人修养，对于你来说，内心的价值远胜于外表。你一生都在不断地充实自己，你不轻佻浮躁，聪慧而勤奋，不会忘记给自己充电，乐于学习更多的东西。C. 你的内心和外表分数相当，相由心生这个词语放在你身上恰如其分。你虽然不算标致，但是属于耐看类型，和你相处越久，越会感受到你的魅力，因为你的内心的美德都在容貌中体现了出来。D. 你的内心分数略高于外表，你看起来其貌不扬，但进一步了解之后，就会发现你是一个很有内秀的人。你普普通通的长相背后是一本耐人寻味的书，是一本内涵丰富的词典。E. 你的外表分数略高过内心，也许你更希望别人关注你的内在，但你的外表才是最吸引人的。有时候你会被利益蒙蔽了双眼而做出错误的决断，这难免会让平时器重你的人感到失望。F. 你的外表和内心分数都忽高忽低，而且变化多端，难以捉摸。你的外表和内心是比不出结果来的，你时而自律，时而放纵，是个情绪化的人，很多事情直接接受心情的影响，这种飘忽不定的变数正是导致你外表与内心分数不稳的原因。流言蜚语，我自岿然不动。人在世上行走，就免不了会有是是非非，也免不了会遭到流言蜚语的重伤，犹如脏水加身。如果把它们一直听到心里去，那么你的心灵将会在重压下变得脆弱而不堪一击。倒不如任他谣言满城风雨，我自岿然不动。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纷扰与是非，当然还会有流言蜚语。每天生活在别人的目光中，已经让敏感者不胜负荷了。那么当流言蜚语袭来的时候，他们又如何承受来自他人的污水飞溅呢？1935年，一代女星阮玲玉由于深陷张达明和唐季山的名誉诬陷纠纷案而服毒自尽，身后遗言留下人言可畏4个字。她的母亲是一位保姆，因为深感被人看不起，所以要她出去也不要声张自己是保姆的女儿。阮玲玉的死不能说与这种自卑心理在童年为她埋下的伏笔无关。阮玲玉和唐季山在一起之后，张达明因为嫉妒而以揭露阮玲玉的身世来要挟，敲诈阮玲玉不成，便制造诬陷案。阮玲玉和唐季山同时卷入其中。作为明星，自然难逃新闻界的追踪，而流言蜚语恐怕是将他推向死亡深渊的最有力的一只手吧。敏感的心性承受不住最后的一根稻草，阮玲玉仅仅25岁便撒手人寰。而在大唐盛世，其实同样有过一个女子因不胜人言而死。关盼盼原本出身于书香世家，
后来家道中落，沦为舞妓。张英将她娶为妻室，后来张英病逝，张家妻妾一一离去，唯有关盼盼为其始至守节10年之久。他作诗缅怀着昔日夫妻恩爱时光，悼念亡人。白居易读后却认为他情深如此，何不以死相随，便写下了歌语交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的句子来回应。关盼盼读后深感心寒，恨自己痴情守节不被理解，反而被世人认作偷生之辈，索性在燕子楼绝食而死。白居易得知此事后也深感后悔内疚，于是遣散自己的姬妾，以免他们日后重蹈关盼盼的覆辙。无论是阮玲玉还是关盼盼，无论是流言蜚语还是无心误伤，都让他们原本敏感的心性难以承载其沉重，最终走上了虚无之乡的那条路，借以摆脱尘世间的人言纷繁。然而倘若他们将流言蜚语视作无物，而坚信清者自清，俗世的污水又怎能伤害到他们的清白？只是在这流言蜚语之中，他们无形中为自己画地为牢。面对流言蜚语，敏感者如何才能够安然处之呢？是他人对你的羡慕或嫉妒。倘若你是一个凡夫俗子，那么又有谁会把你作为饭后的谈资或者重伤的对象呢？谣言止于智者，多选择这样的人做朋友。当你处于他人言语的攻势之中，孤军奋战，很难坚持到最后时，这些朋友无形中是对你的支持。这样你何必还畏惧流言呢？没有人有资格轻易地评判你，别人的话语代表着别人的观点，他们没有资格来干涉你的生活。你只要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态度，不伤害到他人，那么你的所作所为就会受到公正的保护。小测试，你容易被流言击溃吗？面对流言蜚语，你是会一蹶不振，还是会重整旗鼓？来测测你被流言蜚语击溃的指数吧。即使有很多朋友，你也是时常独来独往， A 是的转2， B 不是转3。2遇到事情时，想法总会与众不同，有时会自作主张， A 是的转3， B 不是转4。3虽然自己特立独行，但是会遵从父母的要求， A 是的转5， B 不是转4。4喜欢照顾小孩子，不会因为孩子吵而烦躁， A 是的转5， B 不是转6。5即便不是特殊时期，情绪也会莫名其妙的暴躁， A 是的转7， B 不是转6。6曾经不经意的失误会让你一直耿耿于怀， A 是的转8， B 不是转7。7在休息日或者闲暇的时候，手机会关机， A 是的转8， B 不是转9。8你是否讨厌那些爱占小便宜的人， A 是的转9， B 不是转10。9不想重复父母平淡无奇的生活， A 是的得到 A 结果， B 不是得到 B 结果。10别人在意的小事会令你不安难过，而自己在意的事你却从不计较， A 是的得到 C 结果， B 不是得到 D 结果。测试结果解析， A 击溃指数4颗星。你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所以很在意别人的看法，与别人感受相比，你自身的感受永远是靠后的。即使面对不喜欢的人，你也会做到表面上过得去，而别人是不会发现这一点的。虽然你人缘很好，但是自己的委屈只有自己知道。不情愿做的事会使你压力重重，而流言蜚语会把你伤得体无完肤。劝你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B 击溃指数1颗星。你的内心强大无比，自信阳光是你的底色。匿名嚼舌也好，流言蜚语也罢，对你造成的伤害仅仅限于最初听到的时候，因为你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完全没有必要为别人而活。无论是风生水起还是四面楚歌，你都会泰然自若。你的乐观大度使得自己早已刀枪不入，闲言碎语更是早已被你弃之脑后。当然，有时你也要考虑别人的感受。C 击溃指数2颗星。你很单纯，虽然简单让人快乐，但是同样很容易受伤，而且伤得很深。在这个过程中，你被迫长大，然后从伤心变成坦然面对。流言蜚语袭来的时候，你会不安恐惧，但是也会勇敢地站出来面对。你的大度会让那些人无地自容，当然学着保护自己也是很重要的。D 击溃指数3颗星。你城府很深，虽然在流言蜚语来临之时会不动声色，但是你的内心其实是暗涛汹涌的。
你不会愤而拔剑，然而君子报仇10年不晚，时机一到，你便会反戈一击。你外表若无其事，会令周围的人因为你大度的假象而放松警惕，所以你的反击成功率极高。当然，忍辱负重到破茧而出，这期间的痛苦只有你自己知道。在听到流言蜚语的时候，不要第一时间对号入座，而要先仔细观察。从他律到自律，自身的卑微感实则是生命中始终有他人的眼光在注视着你，而你人生的传舵从某种意义上已经交付给他人来进行掌控。敏感者看似有着极高的自律性，因为他们做事往往谨小慎微，思前想后，可实际上还只是停留在他律的范畴。在生活中，敏感的人心中充满了他人的标准，相反，对于自己的内心的标准，他们或许很迷茫，或许觉得不可能被外界所认可，于是他们拥有了社会人的属性，可是与此同时却淹没了自己作为生命个体的属性。当然，这不绝对，对于一些很难控制情绪的人来说，他律反而作用微小，自律则根本谈不上。然而，以上两种都不是用自律来培育社会性的初衷。当我们成长为社会人，我们需要对自己的言行有所节制，不可能为所欲为。但是这一切都是在对外界的情形与自己内心的认知做出权衡判断之后，外界的那杆秤永远无法取代你心中的那杆秤。在此基础上，我们来谈论自律的能力，是自我控制力在起作用。而自我控制力包含着3个层面的内容：第一，达到某种目标；第二，抑制不必要的欲望；第三，为了达到既定的目标，控制自己的感情与行为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自我控制力就是对自己本能的一种克制，而这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地方。当然，每个人的自我控制力各有不同，而具有良好的自我控制力的人会真正的成为一个好的社会人。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能够对自己的冲动有所克制的孩子，在进入青少年阶段后，有很大的可能会成为在学习上富于能力的学生。在社会上与他人进行人际交往的时候，我们总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而抑制一时的冲动，其实也是希望得到对方的认可。但是这和那种处处都会在意别人的眼光和想法的拘谨显然不同，因为后一种则是完全为他人的感受而活，而无时无刻不生活在他律之中。从他律到自律，其实他们还有着相当远的距离。当然，我们要注意的是，这种自我控制力是一种高级的认知能力，它会消耗大脑相当多的能量，而大脑单位面积所消耗的能量要多于身体任何其他的器官。在大脑的活动中，要跳出固有的思维框架而想出新办法或者进行自我控制的过程，要比机械的背诵、计算等活动消耗的能量多很多。这就意味着，为了充分完善社会性，我们不得不频繁地使用高级认知能力，从而消耗更多的能量。小测试，你的钝感力如何？这个测试分为选择题和是非题2部分，最后结果需要将2部分的得分相加。选择题选 A 得4分，选 B 得3分，选 C 得2分，选 D 得1分。1. 晚上你匆匆走进某座陌生大厦的卫生间，里面空荡荡的，你会选择哪一个位置呢？ A. 随便选一个， B. 离自己近的， C. 离自己远的， D. 选中间位置。2. 你为什么会选择那个位置？ A. 随便选的， B. 离自己最近， C. 安全， D. 远离门口。3. 不巧吊灯坏了，只有墙上的小灯发出一点微光，你会选择哪一个位置？ A. 随便选一个， B. 和题一选择一样， C. 离灯最近的位置， D. 离灯最远的位置。4. 有个人进来了，只听见脚步声，你希望对方选择哪一个位置？ A. 无所谓， B. 在自己隔壁， C. 离自己越远越好， D. 比自己更靠近不安全位置的地方。5. 你到水池边洗手时会怎么做？ A. 很随意地照照镜子， B. 借助镜子观察身后， C. 只看镜中的自己，不去看其他地方， D. 尽量避免看镜子。6. 夜晚的卫生间里，哪一种情况下你更有安全感？ A. 我都无所谓， B. 空无一人， C. 里面已经有人了， D. 有人一同进去并且交谈。是非题选是减去1分，选否则加1分。1. 坐公交时你不小心撞了别人，你会听见他用耳语般的声音抱怨吗？ 2.
拜访朋友时，倘若朋友的父母只是表面上热情，实际上有一些冷淡，你会立刻有所感觉，并礼貌地告辞吗？3. 你常常会感受到有无数目光投射在你的后背上吗？4. 在陌生人的目光下，你通常进餐会感到很拘束吗？5. 你对公共浴室始终感觉别扭吗？6. 第一次走进别人的办公室，你坐下的时候，后背会离椅背很远。测试结果解析：24到30分。钝感木脑壳。不要以为木脑壳是个贬义词，其实是指钝感力高，说明你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没有那么敏感。对于和你没有关系的事情，你的反射弧一般会很长，无论对周边环境还是人际关系，你都不会有敏锐的感觉，也很少有危机感。16到23分。钝感厚脸皮。你的钝感度一般，并不属于敏感细腻的类型。钝感并不等同于迟钝，而是有强大的精神内力做支撑。心理上对于外界刺激有很强的承受力，周围的人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很难感染你。8到15分。钝感贼胆大。你的敏感度高只限于特定的方面，其他领域则一般是糊涂的态度。如果是非题没有减分，那么证明你的钝感主要在于人际交往方面，即使四面楚歌，你也能够泰然处之。如果是非题减分，证明你的钝感主要在于客观环境方面，这一类人一般能够很快的适应陌生环境，而在陌生的地方会特别胆大。0到7分。钝感过敏症。你很容易感到精神压力，钝感力很低，内心敏感细腻。如果是非题没有得分，说明你往往恐惧黑暗，害怕未知的事物，有时几乎近于神经过敏。如果是非题得分高，则说明你是在人际关系方面比较敏感。第7章，爱情，敏感破坏情感的根基。有道是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如今或许有人已经不再相信爱情中的海誓山盟，然而爱情本身并非脆弱的不堪一击，倒是敏感在一点点摧毁爱情的根基，蚕食着彼此的信任。也许本来是一对璧人，但这时已经不需要棒打鸳鸯，也足以让他们劳燕分飞了。而不肯放手的固执，最终也只会令双方身心俱疲。敏感多疑是拆散璧人的真凶。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如果有彼此的信任作为稳固的基石，那么外力是无法轻易拆散一对有情人的。如果细寻令美满姻缘破碎的真凶，那么敏感多疑很多时候都难辞其咎。感情之事总不会一帆风顺，多少会有曲折相伴，而种种阻力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来自于周围环境的压力，另一种则是来自于两个人之间情感的磨合。敏感多疑显然可以被划分在后一种之中。在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悲伤的故事。王子罗摩生的孔武有力，相貌英俊，一表人才。他通过在比武中获胜，迎娶了弥提罗国公主西多。然而后来国内因为王位继承产生争端，罗摩被流放他乡，西多因夫妻情深，执意跟随他一同前往。后来不幸遇到棱加岛石首魔王罗波那，罗波那觊觎西多的美貌，将他劫走。西多落入魔窟后坚贞不从，罗摩与侯国结盟，依靠侯王做下神侯哈奴曼及侯群相助，终于救回爱妻西多。然而此时罗摩怀疑西多已经失身，西多痛苦万分，大呼：如果我是贞洁的，请火神佑护我。然后纵身跳入熊熊大火之中，火神拖出西多，证明他的贞洁，夫妻团圆。此时罗摩流放期满，他回国登基，在他的治理下，国内出现太平盛世。然而罗摩又听说民间流传西多不是真女，于是忍痛将已有身孕的西多遗弃到恒河岸边。在已知仙人的救护下，西多定居静修林中，并生下一对孪生子。后来在罗摩举行马祭的时候，仙人安排罗摩与孩子相会，并为西多的贞洁作证，但罗摩能够相信的这些理由无法让百姓信服。西多悲痛无奈，向大地呼救，土地裂开，西多跳入地母怀抱。只是因为怀疑妻子的贞洁，
罗摩与西多这一对夫妻虽然没被恶魔拆散，但是他们失散在对情感忠贞程度的怀疑上。虽然爱情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强烈的排他性，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对爱人过分敏感的理由。两个人相识相恋，如果没有对彼此的信任，就会时时让对方感到形同陌路。过分的敏感与多疑，反映出两个人在相处中生怕失去对方的恐惧。有人会说，只是因为爱，所以才太在乎对方了。但实际上，也许真正看重的并非爱情本身，而是自己在爱情中为对方的付出。当对付出后的补偿抱有巨大期望的时候，对方实际上会感到这份爱让他无法承受，反而会因疲惫而中途退出。也许本来是一对璧人，最后却因为不堪猜疑而分开，生生破坏了一段美好的情缘。下班之后，一家人围桌而坐，共进晚餐，其乐融融。谁知丈夫的几句话让梅子变得一语不发，食不知味，索性收拾了桌子，躲进厨房暗自伤心去了。丈夫被冷落在客厅里，此时还一头雾水。不就是妻子说到孩子难带的时候，我感叹了一句我母亲当年的辛苦吗？这很正常呀。我母亲怀我的时候确实还在下河挑沙呢，妻子生的这是哪门子气呢？然而就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到了梅子这里就有了另一层含义。丈夫是借着婆婆当年的事来旁敲侧击说我娇气，在家只是带带孩子就叫苦不迭，这跟她生了6个孩子还坚持上班的母亲相比，那不就是相差悬殊吗？幸好丈夫赶紧过来解释，梅子才停止继续胡思乱想下去。在婚姻生活中，家本来是一个让人在社会上忙碌之余可以栖息的温馨港湾，完全不用敏感，再营造出一种紧张的氛围，哪怕一句话都要小心翼翼，否则会让人在工作之余平添了另一种劳累。家庭是释放天性的地方，也是宽厚包容的地方，无论谁说了什么，彼此都应该心无芥蒂，这样双方在一起才会自在轻松，而没必要在对方面前还戴着面具。小测试，你是哪种醋坛子？ 1. 不论做什么事情，你都是信心十足吗？ A 是的，转3， B 不是，转2。 2. 午休时间你会注意不大声喧哗吗？ A 是的，转3， B 不是，转4。 3. 你会听什么音乐来集中精力做一件事？ A 轻音乐转5， B 交响乐转6， C 钢琴曲转4。 4. 无论走到哪里，你都喜欢戴着耳机吗？ A 是的，转6， B 不是，转5。 5. 你总是忍不住尝试新的减肥方法吗？ A 是的，转7， B 不是，转6。 6. 你受不了太安静的氛围吗？ A 是的，转7， B 不是，转8。 7. 假如你看到公园的草地上有一个日记本，你会怎么做？ A 拾起来打开看看，转10， B 远远的看着，转8。 C 热心的寻找失主，转9。 8. 你是否有时候无缘无故的就心情低落起来？ A 是的，转10， B 不是，转9。 9. 你是否有自己的幸运小物件？ A 是的，转10， B 不是，转11。 10. 你很注意个人的外在形象吗？ A 是的，转11， B 不是，转12。 11. 假如你是舞台设计师，你希望舞台上漫天飘落的是什么？ A 花瓣，转14， B 雪花，转12， C 星星，转13。 12. 如果碰上了前任，你会觉得很尴尬吗？ A 是的，转13， B 不是，转14。 13. 你是否喜欢自己的另一半有异性朋友？ A 是的，转15， B 不是，转14。 14. 饮料店推出新品试饮，你会选择哪一种颜色的饮料呢？ A 粉红色，转16， B 橙黄色，转15， C 淡紫色，转17。 15. 你是否有很强的依赖心？ A 是的，转16， B 不是，转17。 16. 你认为自己有值得骄傲的一技之长吗？ A 是的，转18， B 不是，转17。 17. 在烈日炎炎的夏日，你最希望做什么？ A 泡在冷水里，转18， B 大吃冰淇淋，转19， C 一直吹空调，转20。 18. 你是否会同时使用1台以上的手机？ A 是的，转19， B 不是，转20。 19. 假如你是一名画家去野外写生，你会画哪一种呢？ A 彩虹得到地形，
B 小鸟转20 C 蒲公英得到 B 型。20一夜风雪后，你觉得窗外的松树会是什么状态？ A 埋在雪地里得到 A 型， B 变得歪歪斜斜得到 C 型， C 依然傲立风中得到 E 型。 A 型猛烈型醋坛子，你是一个直接坦率的人，所有的心情都一目了然地写在脸上。当看到自己的恋人和别人的异性在一起时，你会直接上前询问，甚至丝毫不掩饰自己心中的怒意。在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之前，你会使用冷暴力来惩罚你的恋人。 B 型冷静型醋坛子，你是一个不动声色稳若泰山的人，即使吃醋也不会表现出来，而是按兵不动，私下里了解清楚自己的处境再做判断，或者用激将法逼问出恋人的秘密。你的冷静与理性使得吃醋也成为一场智力的决斗。 C 型攻击型醋坛子，你是一个性情急躁直爽，处事向来雷厉风行的人，所以吃醋的时候也会很直接，会直言不讳地攻击与你的恋人走得近的异性，甚至会用别人的例子来教训恋人，用直接加间接双管齐下的方式来警告恋人。 D 型自恼型醋坛子，你是一个缺少自信和安全感的人，你吃醋也会吃得不着痕迹，先是慢慢发酵，而后伺机爆发，含沙射影，刺伤恋人，欲迎还拒，再加上酸溜溜的话语，甚至会有一些小任性。不过只要恋人哄一哄，你的脾气就会顿时烟消云散。 E 型臭脸型醋坛子，你的孩子气使你即使心中不快，也倔强的不愿承认。你吃醋是摆臭脸加无声的冷战，你心里唯一想法却偏偏拉不下面子把话说开，所以只好用脸色来传达信息。倘若恋人仍然没有觉察，那你就会醋意大发。感情的洁癖摧毁了彼此的信任。在感情的世界里，我们都知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但是很多人多多少少会有感情的洁癖。你可以是对方的唯一，但却无法成为这个世界的唯一，更不能避免对方与这个世界上其他人发生交集。有的人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在情感中除了自己没有留下过其他人的痕迹，有的人只要自己的伴侣和其他异性有一些亲密的交往，便会忧心忡忡，醋意大发，甚至听不得对方在自己面前提及关于前任的只言片语。这些都是情感洁癖的表现。如果这是爱情中强烈的占有欲，那么同样会令对方窒息到寸步难行。小云陪丈夫一起逛街挑选领带，一抬头看到了丈夫的前女友。虽然场面有些尴尬，但是大家还是要彼此寒暄一番。你还是那样喜欢蓝色的领带，一点都没变，最近一切都好吧？丈夫的前女友礼貌地问。等他走了之后，小云刚才还笑嘻嘻的，一转眼冷若冰霜，一语不发。你怎么了？不舒服吗？没有啊。那你怎么不说话呢？看你刚才笑得都快成一朵花了，他还记得你喜欢什么颜色的领带呢。我跟他早就成为过去了，刚才我不是一直拉着你的手吗？两个人说着来到餐厅，刚才的不快让饭桌上的氛围也顿时尴尬起来。你点的菜大概也是你前任爱吃的吧？你跟他在一起肯定比跟我在一起甜蜜吧？小云的话里有股酸溜溜的味儿。丈夫终于火了。你这是吃的哪年的醋啊？小云拿起包转身就走，丈夫追出来。你别走，咱们现在就说清楚，省得你以后总拿它来说事。在两个人的感情里啊，对彼此的过去以及与他人的交往过分敏感，只会一点一点地瓦解彼此信任的根基。由于生怕被对方背叛，于是给自己裹上了坚硬的外壳，实际上却是将两个人一同关进了那个狭小局促的茧中，而曾经的爱情也在慢慢地被绞杀殆尽，最后也只能以分离作为最终的结局。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陈年旧事，也会有自己心里那一方隐秘的空间，只是相识之前对方的过去不曾拥有，而相识之后的生活需要你们共同创造。谁也没有理由清空谁的过去，而应该做的其实是怜取眼前人，一起面对生命中的太阳，每一次的东升西落，把握住触手可及的幸福。那么我们如何去治疗感情的洁癖呢？回归现实，过去的已是既成事实，我们无法改变，只有当下和今后的生活是我们能把握得住的，所以不要总活在过去的时光里，试着去欣赏周围的人，用信任的态度去呵护你们之间的爱情，而不要用过于挑剔的眼光去审视另一半。2. 包容对方，不去过多占有。在感情生活中，我们难免会产生占有欲，
但是我们不可能100%的占有对方，承认对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才有可能在平等的沟通中产生交集。全部的占有意味着征服，只会让对方在丧失自我的压抑中渐行渐远。我们不能奢望对方的行为完全符合自己的心意，唯有相互的包容与担待，才能让感情走得更加长远。3. 容忍残缺，看到美好。天下没有完美无瑕的事物，而残缺实际上也是另一种美好。爱一个人其实就是爱他的全部，包括他生命中的不完美。用豁达和包容直面爱情中的障碍，不去计较那些细枝末节，因为唯其如此，才是生活的人间烟火，而不是海市蜃楼般的爱情。4. 提升自信，无需自寻烦恼。感情洁癖实际上无非是在计较过去，而不相信眼前的幸福。我们实际上只是在自寻烦恼，因为如果没有优于过去的理由，那么对方又怎么会选择眼前的你呢？多一些自信，相信你的魅力可以帮助对方忘记过去，使你们可以相守一生。小测试，你的感情洁癖指数有多高？感情洁癖是指要求对方无论是在身体还是精神上都要对自己绝对忠诚，接受不了丝毫的感情不洁，甚至不能忍受另一半身边有异性朋友，这在感情世界里对另一半无疑是一种束缚。那么现在进入你的潜意识测验一下，你面对感情的时候，洁癖指数到底有多高呢？如果你是一个男演员，在拍床戏的时候不小心有生理反应怎么办？ A. 继续演，但是想办法转移注意力。 B. 自己喊咔暂停。 C. 维持现状继续演。选 A， 感情洁癖指数为 55%， 你有轻微的感情洁癖，但是不会很严重。你更在意的是对方是否在肉体上出轨，认为肉体的背叛比精神上的出轨更加难以原谅。如果事实果然如此，那么你会从心里认为对方肮脏不洁，难以忍受。选 B， 感情洁癖指数为 90%， 你有着非常明显的感情洁癖，对另一半要求非常严格。在你心里，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是一样的，所以无法容忍对方在感情方面有一丝一毫的不忠诚。一旦发现对方的心在别处的时候，你会立马叫停。倘若发现对方在肉体上背叛了你，你会觉得恶心，憎恨对方。选 C， 感情洁癖指数为 20%， 在别人眼中你属于游戏人间的那一类，由于自己对感情不是很忠诚，也不会强求对方对你绝对忠诚。你觉得大家本来都是凡人，只要不过分越格就可以。摒除敏感，爱情和友情双双守护。在爱情与友情错综交织的时候，我们最不明智的做法莫过于以敏感的态度去理清他们的边界。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中，我们根本无法将两者的含义区分开，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在两个人的爱情中，有的人过于敏感，小心翼翼守护着两个人一同构筑的爱巢，却仍会发生鸠占鹊巢的悲剧。有的人由于钝感，对于类似的事情则会做出开明而理性的抉择。多少人都不会忘记林徽因与梁思成这一对神仙眷侣，也熟知他与徐志摩之间诗意的爱恋，但是或许他和金岳霖之间的关系却是令世人感慨万千的。林徽因离开了诗意浪漫的才子徐志摩，与梁思成在尘世的烟火生活中结伴终身。只是他后来也遇到了烦恼，当哲学宗师金岳霖走进他的生活时，他坦诚地告诉梁思成，自己同时爱上了2个男人。当然更麻烦的事情是，这2个男人原本就是挚友。梁思成经过一夜的苦思，比较了自己和金岳霖，于是给出林徽因这样的答复：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金岳霖，那么我会祝你们永远幸福。当金岳霖得知梁思成的态度之后，他做出了令人惊异的决定，看来他才是真正爱你的人，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选择退出。从那以后，3个人之间心无芥蒂，比邻而居。金岳霖作为夫妻2人好友的身份，并没有因为有过这一段插曲而受到影响，相反，爱情与友情在3个人明智的钝感之中，双双得到了成全。于是也就有了林徽因去世之后，金岳霖凄然写下的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若是敏感的人，那么我们很难想象故事是否还会是这样的结局。敏感的背后，除了自卑，还有内心强烈的控制欲，以及不甘放手的执着。其实说到底，仍然是没有学会怎样爱自己。
迷茫于如何保持灵魂的独立与内心不必外求的丰盈。有人说，做不成恋人还可以做朋友，也许这句话在林徽因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没有越过楚河汉界，却也不妨碍以朋友的身份坦然交流。锦绣未央热映之时，许多人沉迷于剧中罗晋和唐嫣这一对搭档，然而鲜有人知，剧中那支出现多次的乐歌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其中诗句曾经被援引刻在一枚闲章上，引证了一段将终生隔水相望的至情。作家齐君回忆儿时旧事，在文章中写道，母亲好友沈小姐与父亲的刘秘书情投意合，但是无奈在那个年代，家人早已为他订婚，而刘秘书的妻子也是温婉贤淑。沈小姐为他亲手织了一件毛背心，托门房转交，而刘秘书远渡重洋出国前，托齐君母亲转交沈小姐一封短信与一枚闲章，章上为秋水盈盈四个字，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而秋水依然澄净，是两个人的心清如水，无所挂碍。纵然有情，却只乎理。敏感之人会觉有锥心之痛，然而钝感之人则将它留存，作为永久记忆。这在于钝感之人可以对此释怀，而不会成为心中永久的结；而疾风吹过，心无所动，犹如止水，是在于钝感的人并非无情，只是不会将恋情以过度的执着转化为一段刻骨铭心的伤痛。果然如此，那么从爱情到友情的转换也不必成为迷局。在爱情的路口挥别天边的云彩，在友情的旅途重新上马登程。小测试，你内心深处的爱情观是怎样的？如果有人和你同时爱上你非常爱的一个人，你会怎么做？ A. 不择手段，这个人的爱必须属于自己。 B. 让这个人去选择，自己则一切随缘。 C. 自己主动放弃。 D. 积极争取，表露自己的真心，不在乎结果。测试结果解析，选 A。 你的爱情观中埋藏着深深的自卑感和自我中心观，因为有自卑感，所以外在表现出来的是害怕被否定，绝对不能输给别人。至于是否倾心相爱，那要留待后话。而你一向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以自我为中心，不会考虑恋人的感受，是属于比较自私的人。选 B。 你有着君子的美好品格，因为你真爱对方，所以会尊重对方的意见。你有着健康的爱情心理，因为你明白爱情的本质不是一厢情愿，所以你会尊重恋人的选择。即使落选，你也会真诚地祝福对方，你是一个很看得开的情人。选 C。 尚未交战就主动弃权的人，对自己的爱情缺乏信心，你在爱情中处于被动地位，对彼此都不抱信心，于是才会不战而败。不会主动争取的你，很难有一个合适的情人，即使有人爱你，也会缺少安全感。选 D。 选择这个答案的你，明白真爱就是一种牺牲，你对自己的感情负责，不论结果如何，总要真心付出，只求无怨无悔。你对感情是一种超然而不强求的态度，不会以爱情来套牢对方。或许你在过去的感情中受到过伤害，也可能本来就多愁善感，所以在爱情中依然有所保留，而不会孤注一掷的投入。走到尽头，要学会放手。永不言弃似乎成为人们成功的法宝，可惜它终究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过分的执着对于一份已经走到尽头的爱情来说，只能是无力回天。不是所有的爱情都一定会开花结果，我们何妨用放手来给疲惫的自己一个机会，在下一个转角遇见花开。当爱情想要逃离，不论我们如何去挽留，其实也只能是东风无力百花残。纵然有千般不舍，都难免是筵席散尽人落寞。黄鹤一去不复返，他不会因为怜悯任何一个在爱情中全身心投入的人而生出眷恋。那么何不在分手的路口来一个优雅的转身呢？小晴失恋了，但是和之前有所不同的是，她将自己的 QQ 签名由真爱就要坚持绝不放手改成了谈恋爱就像拉皮筋，
受伤的总是不愿放手的那一个。好友诧异，这不像小晴的性格呀，她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坚强勇敢的女孩，不论生活学习还是工作都从不轻言放弃，爱到极致一往无前，似乎从不担心会受伤。好友关心地拨通了她的电话。小晴，没事吧？看见你 QQ 签名了，有什么事一定要告诉我，大家一起分担呀。小晴轻轻地笑了一下，平静地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分手了吗？放心，我不会出什么大事的。可是你之前从来不轻言放弃的呀。小晴沉默了一下，说实话，我以前也觉得爱一个人就要坚持，绝对不能放手。可是这一次，既然他已经爱上了别人，那么我再坚持也是无济于事。就算我留住了他的人，也留不住他的心。而爱是双方的事情，怎么可能仅凭一厢情愿呢？所以我还不如放手，既是成全他和那个女人，也是让自己走出情感的沼泽地，开始新生。听了小晴的这番话，好友终于如释重负。小晴将分手看得如此透彻，相信她也一定会尽快走出这段阴影，重新开始自己美丽的爱情。当爱已成往事，不如及时放手，以免伤痛日渐厉重。虽然放弃一段感情总会让自己在一段时间内沉浸于伤痛之中，但是时间是最好的良药，终究会抚平你的创伤，也会让你在下一个路口遇见真正对的人。而倘若一味苦苦的纠缠，执着于已经无望的爱情，那么只会让自己为执念所苦，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当爱情无法圆满的时候，唯有你自己才能完成对自己的救赎。紧握双手的时候，手中什么也没有；打开双手的时候，手中是无限的可能。而我们放弃，何尝不是为了更好的拥有呢？当懂得放手的时候，你也许会突然发现，本以为是穷途末路，却刹那间豁然开朗。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爱情的世界里，深切的爱不一定是长相厮守，而是对彼此最大的成全。如果放手能让对方更快乐，那么对于仍然深爱的一方来说，不正是心中所愿吗？深爱一个人，便是希望他获得最完满的幸福，而昔日的美好一一都会成为回忆，珍藏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小测试：爱到尽头的你是否能及时止损呢？如果是一份不适宜的感情，就要学会及时止损，否则带着踌躇不决的态度迈入婚姻殿堂，你会发现原本可能只是短痛，如今却变成了长痛。那么你有及时止损的能力吗？来做下面的小测试吧。1. 你平时对生活的态度就是无所谓吗？ A 是的转2， B 不是转3， C 偶尔转4。 2. 你的骨子里保有一些小清高吗？ A 是的转3， B 不是转4， C 看情况转5。 3. 你总是会因无心之言而得罪他人吗？ A 是的转4， B 不是转5， C 有时候转6。 4. 你喜欢那种被人仰望赞许的感觉吗？ A 很喜欢转5， B 一般喜欢转6， C 不大喜欢转7。 5. 如果有人可以托付，你会有很强的依赖性吗？ A 是的转6， B 不是转7， C 不知道转8。 6. 你有一技之长，并且也因此收入颇丰吗？ A 是的转7， B 身无特长转8， C 没有收入得到 A 结果。 7. 在哪一方面你会很随意？ A 吃的转8， B 穿的转9， C 用的转10。 8. 毕业后你会花时间去学一门新技能吗？ A 是的转9， B 会花很多时间得到 A 结果， C 在这上面耗费的时间很少，得到 B 结果。 9. 你爱的人结婚了，但不是和你，你会怎么样？ A 自己也找个人结婚，得到 C 结果， B 躲起来伤心的哭一场，得到 D 结果， C 不用怎么样，时间会疗伤，得到 A 结果。 10. 大风天、大雪天与大雨天，你更接受哪一个？ A 大风天，得到 B 结果， B 大雨天，得到 C 结果， C 大雪天，得到 D 结果。及时止损。你是一个会及时止损的人，你的果断使得你不会拖泥带水，而是干净利落。无论是职场还是生活，你都是干练的风格。感情的事拿得起放得下，只要你想得到的，最终都会收入囊中。如果是一段不合适的恋爱，你就会尽快的舍弃，以免越挫越远。
B. 会给对方机会，一拍即合毕竟不是所有恋爱都能做到的，况且还有未来的磨合期，你不喜欢将事情做得太绝，所以在一定的范围内，你还是会给对方和自己一点机会。如果对方确实不是理想的人选，与你心中的标准相距甚远，你会及时的止损，长痛不如短痛。C. 很难止损，在你这里剪不断理还乱，你不忍心放手，怕一时错过，以后再难遇见。但是在恋爱的过程中，如果是一个不可能的人，你就很难为这个故事续写结局。因此，你要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不及时止损，受伤的只能是自己。D. 正在学着止损，每个人都年轻过，或许那时你还会将就与忍让，但是成熟后的你会明白，恋爱要学会将伤害降低到最小的限度。所以现在的你已经吸取了及时止损的经验，你知道在感情中没有必要一味包容，对于不喜欢的人不必勉强自己，莫不如让双方都得到解脱。第8章，事业，敏感阻碍工作的进展。在职场中，上下级交流沟通不畅，自然会成为开展工作的绊脚石，忠言逆耳，而领导的敏感恰恰将他拒之门外。有过则改，而员工的敏感反而给自己增添了无形的压力。古人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敏感者恐怕很难做到这一点，毕竟这需要足够包容的气度，也可以看出一个领导者的格局。而作为员工，则莫不如让自己轻装上阵，不然工作与你只是徒然的疲于奔命。倾听下属的声音，要心平气和。作为领导，自然不能搞一言堂，下属的意见虽然忠言逆耳，但是能否心平气和的去倾听，则又出现领导者是否有足够的气量和智慧。在这方面，敏感对于领导者来说无疑是大忌。在职场之中，领导者难免听到来自下属的不同的声音，也许有时会触痛领导者某根敏感的神经，然而却于工作大有益处。这就要求领导者不能过分的敏感，甚或可以说是要有足够的钝感，这样才能够心平气和的去倾听下属的声音。南朝宋孝武帝因为学问渊博，文笔优美，能文能武，所以就不太把臣子放在眼里。但是有一个人例外，是朝臣中唯一没有遭到皇帝戏弄的人，这个人就是吏部尚书蔡兴宗。蔡兴宗自幼饱读诗书，忠耿正直，对于评价朝政得失敢于直言，毫不忌讳。有一次，孝武帝新年祭拜山陵，蔡兴宗携玉玺一同前往。在回宫的路上，孝武帝想顺便打打猎，结果蔡兴宗严肃地说，今天是祭拜山陵的日子，应该对神灵有所恭敬，以后会有很多打猎的机会，还请皇上改日再去。孝武帝深感扫兴，一怒之下把他轰下车去。蔡兴宗却面不改色，一路从容地走了回去。蔡兴宗本来是出于大臣本分，直言劝谏皇上不要在祭拜的日子打猎，然而偏偏孝武帝觉得扫了他的兴，又很丢面子。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是孝武帝没有敏感到把蔡兴宗除掉的地步，反而对他委以重任，将他作为临终托孤的人选。如此看来，孝武帝虽说有些敏感，但是依然能够有效地把握分寸，没有让敏感冲昏了头脑，占了理智的上风。宋仁宗一生无子，不得已传位给养子宋英宗岳属。宋英宗即位后，对待亲生父母极尽孝道，对于养母曹太后却十分冷淡，到后来连正常的礼仪都懒得履行了。曹太后心中十分痛苦，便向旧臣哭诉。枢密使富弼听了很气愤，便去拜见宋英宗说，当年宋仁宗选择您作为继承人，是因为您很有孝心，现在您当了皇帝，却对皇太后不闻不问，我们都看不下去了。说着举起上朝用的竹板，直指宋英宗的座位，说，如果不是您有孝敬父母的品德，能够坐在这儿的又是谁呢？这句话听来大有以下犯上的意味，但宋英宗连忙弯下身说，不敢，不敢，视为佳话了。如果宋英宗是一个过分敏感的人，那么他恐怕早就大发雷霆了，而富弼也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在今天的团队里，面对不同的声音，有的领导者确实太过敏感，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导致周围的人受到惊吓，这非常不利于整个团队合作的氛围。举例来说，在一些战略会议上，一旦有人持跟自己不同的意见或反对自己的提案时，自己就会表现得很激动，语速变快，声音也会提高。这种时候，会议的氛围就会变得紧张。
那么如何能够让自己在倾听不同意见的时候仍然保持头脑的冷静呢？一、对事不对人。下属有不同的想法，往往是因事而起的，即使是对某个人有意见，也仍然是因为此人所做的事情令他们不满。所以在出现不同的声音时，我们依然要相信他们是从工作角度出发，而非有意进行人身攻击，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口。二、听对方把话讲完。在别人陈述观点的时候，不要急着去打断对方而进行反驳，因为即使对方的话中有疏漏，我们也需要认真的听完，把握大意，然后再从容的反驳。更何况我们有时只是断章取义，结果可能对方重点想要表达的意图却在后面的谈话之中。由于你急着去反驳他人，有时反而错过了更多的信息，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三、勃然大怒没有益处。面对下属的指责，你可能会火冒三丈，但是这恰恰会激化矛盾，使得本来僵化的局面陷入一团乱麻的境地。发怒只会将问题解决的时间向后延长，相反，保持头脑的冷静，才能使智慧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才能化解面前的尴尬难题。小测试，你的领导风格怎么样？你发现一个刚来不久的下属工作懈怠，并引发同事之间的猜忌，经过考虑，你决定解雇他，你会怎么做？ A. 叫助手通知他已经被解雇。 B. 叫他来办公室直接把他辞退。 C. 以温和委婉的语气告诉他他不适合留在这里。 D. 把他解雇，然后安抚下属，叫他们安心工作。测试结果解析，选 A. 被动的领导风格，你对困难持逃避的态度。这种作风并非完全无效，但如果要成功的采用这种方式，必须看你的助手是否足够的精明干练。选 B. 独裁的领导风格，你无法忍受别人犯错，一旦指令下达，便希望别人将工作做到最好。这种管理方法比较传统，此类领导很少受人尊敬爱戴。选 C. 民主式的领导风格，你和下属之间相当友善，每次动用权力之前，你会十分的谨慎犹豫，这样固然可以保护下属的自尊心和士气，营造愉快的工作氛围，但是也会一定程度上降低工作效率。选 D. 队长式的领导风格，你既懂得如何运用权力与下属之间达成合作，又深谙提高士气与收服人心的秘诀，从而令下属在团队中富有归属感。猜疑下属是走下坡路的开始，人们对社会上的人或事保持警惕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领导和下属之间一旦起了猜疑，就会危及整个团队。作为领导呢，一旦怀疑下属的时候，就要警惕你的事业是否开始走向下坡路了。猜疑一个人，其根源就在于对人或事没有充分的认识，并听信来自他人的流言蜚语，不经调查研究，尚未澄清事实，就对别人胡乱猜疑。如果将这种猜疑心理带到工作中来，后果就无法想象了。当然，如果处理得好，丝毫不会影响日后的工作。官渡一战，曹操打败了袁绍，事后翻检袁绍的书籍，不料从中发现一堆信件，都是许都以及军中的各位人士和袁绍私下往来的沟通的信件。曹操身边的人说，您可以按照姓名逐一核对，把他们逮捕，然后处死。曹操说，当年袁绍强大的时候，连我也难自保，何况别人呢？于是就下令把这些信烧掉了，以后再也没有过问过这件事。其实曹操这个办法还是向汉光武帝学来的。当年汉光武帝诛杀王朗之后，收集了他生前的文书，发现有官员和王朗私下交流、诽谤、诋毁朝廷的信件有几千封。光武帝也不查看、不追究，相反把各位将军召集过来，当着他们的面烧毁了这些信件，说让这些曾经有反叛意向的人安心生活吧。成功的战胜了感性，从而避免了因敏感而产生的猜疑，为事业埋下衰落的伏笔。当然，处理的不得法的也大有人在。当年李自成听信了牛金星的谗言，对跟随他同闯天下的李严产生疑心，怀疑他另有所图，最终牛金星在李自成的首肯下设计将李严冤杀。至于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在除掉杨秀清和韦昌辉之后，又怀疑石达开不肯重用他，最终导致石达开负气出走，深陷清军包围而全军覆没，使得太平天国元气大伤，由盛转衰。这些都是历史留给领导者的教训。中午快要下班的时候，公司老板
布置给冷主任一项紧急任务，而且要求他一定要在下午2点之前完成。牛先生正收拾东西准备下班了，被冷主任拦住了，请他临时将午饭的时间延后一下，以便将这项紧急任务赶工完成。这对牛先生来说其实不过是小菜一碟，但是牛先生明显不情愿，推辞道：对不起，我还有事，今天恐怕实难从命。冷主任闻言不满地说：你总是这样，每次让你干点工作你就有事儿，你的事儿挪到下午办也可以嘛。牛先生也火了，午休时间是职工应有的权利，你没有资格占用。其实两个人之间的隔阂由来已久，2年前牛先生凭借业务能力和工作经验完全可以成为新主任的候选人，但是上级从别的部门调来了冷先生当主任。冷先生对于业务完全是外行，人如其名，性格也冷冰冰的，总是一副严肃的样子，不苟言笑，跟部门里的人也不常来往。他觉得牛先生没有当上主任对他心怀怨恨，况且这样一个业务能力强的人一定讨厌由一个外行来做他的领导。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更加使这种猜疑升级了。牛先生患了流感，高烧不退，遵医嘱在家休息。就在他休息到第4天的时候，冷主任来电话问他病好了没有，能否尽快的回去上班。牛先生说还要再休息几天才能上班。也巧，第5天牛先生感觉病好了许多，就出来活动活动，想去超市买东西。就在他买完东西要离开的时候，不巧看到了冷主任，异常尴尬。他觉得自己下周去上班的时候应该解释一下，以免产生误会。冷主任，我上周去买东西是……冷主任那张冷若冰霜的脸把牛先生的话噎回去了一半。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既然病好了就上班吧。冷主任说完就走了。牛先生知道不管怎么解释，冷主任都不会相信他。几周之后，公司需要一个业务能力很强的副主任，牛先生自认可以胜任，便提出了申请。但是冷主任的答复是觉得他在责任心方面表现平平，不同意提升他。而牛先生性格倔强，索性也就没有去找老板提这件事。现在冷主任要求他午饭时间加班，牛先生更是忍无可忍，而冷主任也觉得从这一件事中越发证明这个人没有责任心，不提拔这样的人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冷主任和牛先生之间的这个结，问题就出现在猜疑上。冷主任虽然认为牛先生对他有不满，但是并没有通过沟通去解决，相反，根据后面发生的事情，他想当然的给牛先生做出了工作缺少责任心的判定，而猜疑只能使得上下级之间的这种关系越来越僵，从而不利于工作的开展，也不利于团队在和谐中达成共赢。当你对下属产生了猜疑时，首先要与你怀疑的对象心平气和、开诚布公的当面谈一谈，以此来打消疑虑，解除误会，避免下属蒙不白之冤。如果猜疑被证实，那么就坦诚地表明自己的想法，以求达到双方的沟通和彼此的谅解，少一分猜疑，事业之树才能长青不败。小测试，你和上司之间的关系如何？职场中，老板和员工之间是严肃的上下级关系，老板对待每一个员工都必须是公平公正的态度，但是有的人却自作聪明的将自己和老板的关系当做了获得利益的跳板。那么在你眼中，老板和员工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吃面包的时候，你一般会在面包上加什么？ A. 涂上厚厚的一层果酱，酸酸甜甜真可口。 B. 什么都不加的极简风格。 C. 加点青菜，唇齿之间清香萦绕。 D. 必须涂一层厚厚的奶油，否则难以入口。测试结果解析，选 A， 极善言辞的你总能把上司哄得团团转，即使能力一般，你的3寸不烂之舌也会让上司对你青睐有加。在不同的场合，你的言谈举止总是很有分寸，也向来不抢上司的风头，这些都使得上司对你格外器重。选 B， 聪明的你心机很重，虽然表面上总是与上司保持距离，但是礼节方面向来不含糊，在关键时期你会不动声色地巧妙接近上司，与之打成一片，从而赢得上司对你的好感。选 C， 你界限分明，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你很传统，认为没有必要在工作中掺杂任何感情的成分，所以你在工作上尽职尽责，但是在上司心中是否符合一个好员工的标准，那就难说了。选 D，
和上司的关系取决于你对他的好感达到何种程度。如果上司每天给你脸色看，总是无故的让你加班加点，你就不会那么好性子了。倘若遇到了投缘的上司，你的工作情绪会相当高涨，而且会将上司当作朋友主动交往。过分自责是工作的枷锁。自责本来是表达歉意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对自己心灵的解脱，但是自责过了头并不是一件好事。过度的责备自己会给你带来沮丧、悔恨、郁闷、绝望等不良情绪，进而影响你的身心健康，同时也会成为你工作中的心理负担。俗话说，人无完人，我们在生活工作中也不可能保证没有一点失误。当失误出现之后呢，由于它带来的损失，我们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内疚感和负罪感。然而反省也要有限度，如果只是一味的沉浸在自责的情绪之中，不能振作起来努力做事，积极生活，那么无异于是对自己精神上的折磨。这种心理带有些许自虐的意味，是不健全的。我们应该做的是走出往事的阴影，重新走进阳光下的生活，因为大千世界依然需要我们。A 次解救人质的行动中漏掉了一个房间，结果一个孩子惨死在歹徒的手中。他从此情绪低落，一蹶不振，认为是自己的疏忽害死了那个孩子。于是他辞去工作，来到修道院里，每天都要为自己的这个失误而忏悔，并且这成了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但是无论如何虔诚的忏悔，他心中的负罪感始终不能减轻，因为过度的自责，他总是郁郁寡欢，陷入苦闷的状态中无法自拔。那个孩子的姐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了他的情况，他找到这位警察，带他来到一群正在快乐的游戏的人中间。原来这些人都是在当年那场事件中被解救出来的人，而如今他们都过得很幸福，并且这些人对他一直怀有深切的感激之情。这位警察的心情顿时云开雾散，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价值，找回了对生活的信心。从此他卸下包袱，重新融入绚烂多彩的生活中。犯错本是人之常情，重要的是能够在犯错之后正视自己的问题，并积极的去改正，从上一次的失误中获得下一次成功的经验，而不是将自己的闪光点一笔抹杀。既然失误也是一种财富，那么我们又何必让它因为自责而转化为前进路上要一直背负的枷锁呢？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归结到自己身上，也许换了其他人同样绕不开这段弯路，相反，它只会磨钝你的刀锋，让问题难以迎刃而解。当你放下自责，全身心地投入到解决问题的探索中时，却发现原来前方别有洞天。某医院的一位主任医师邀请一位高中的好友来家喝酒叙旧，在酒桌上，好友觉察到他眉间紧锁的忧色，便问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什么烦心事了。果不其然，原来这位医生接了一个患者，他是主刀医生，手术很成功，一点问题都没有。本来病人康复情况很好，已经快要痊愈出院了，但就在计划出院的前2天，病人出现了异常，体温忽高忽低，医院用尽办法，却始终无法将他的体温恢复正常。专家会诊依然无法找到根源所在，病人的意识渐渐模糊，看着病人憔悴的哥哥和他那只有3岁大的儿子，想到他们家里已经花了10几万元的手术费，医生的心里如同坠了沉重的铅块。在手术的过程中，你有犯原则性的错误吗？好友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2次手术我都没有出错。那你尽力了吗？这一点我很确定。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要如此自责呢？因为疗效不好呀，我觉得这整个家庭是被我拖累的。那么假如你不做这个手术，病人会怎样呢？病人会失明，而且他会丧失自我调节能力，会暴饮暴食并肥胖，最终还会昏迷。那如果换一位医生来做，就一定能保证不出现任何问题吗？那不一定，这个病本身难度就在这里。医生似乎有所顿悟，那这就是了呀，就像交通事故总会发生，只不过是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已。意外情况不论怎么预防，都会有1-2例发生，总有一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这台手术由别人来做，或许它会出现相同的情况，甚至更糟。假如是由你的老师来做，他们可能已经是顶级高手了，
却还是出现这种情况，那他们怎么办呢？好友将手搭在他的肩上，兄弟，别再自责了。是啊，这半个月以来，他的内心几乎已经被痛苦所占据，全部的精力都倾注在这个病人的救治上，但是他的手上还有10几个病人在等待他的治疗、关心与照顾。生活依旧向前，工作还要继续，他应该振作起来，积极去寻找病因，尽最大的努力救治他的生命，不让同样的情况再出现。那一夜他睡得很沉，因为天明之后要继续迎战。经过研究，他发现治疗盲区是过度依靠医疗手段，却忽略了人体自身的正常调节作用。经过调整用药和饮食，病人的情况出现好转，身体各项功能逐步恢复，最终康复出院了。神经过度紧绷，导致他过于紧张和认真，于是用尽一切的医疗手段，将各项指数稳定在标准值，却忘记了人体本身的调节功能也在起作用。在这个病例中，如果他用平常心去对待，那么痊愈的会更快。在病人的病情反复的过程中，他过于自责，沉溺于痛苦之中，削弱了作为医疗人员的主动性，也对其治疗的信心和能力的发挥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为了避免过度自责给自己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可以采用以下几点措施： 1. 审视自己的想法； 2. 评价自己的论断； 3. 搜集客观的数据； 4. 给自己多提建设性的想法； 5. 重新评价自己的价值观。小测试：你对自己好吗？请对以下描述如实做出回答，然后将下面的题目所得分数相加，看看你对自己有多好。1. 你觉得疼痛是上天给予的厚礼，而不是痛苦。 A 是1分， B 否0分。 2. 你在所有领域里都是完美主义者，再细微的残缺都会让你感到难受。 A 是1分， B 否0分。 3. 你会因为自己的严重过错而自我责罚。 A 是1分， B 否0分。 4. 你的内心时常提醒自己必须改变自我。 A 是1分， B 否0分。 5. 你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 A 是1分， B 否0分。 6. 你一直都尊重事实和自己的原则，即便你会因此树敌。 A 是1分， B 否0分。 7. 你时常替别人收拾残局。 A 是1分， B 否0分。 8. 当无事可做时，你无法安静下来。 A 是1分， B 否0分。 9. 你的感觉良好程度与压力的大小成正比。 A 是1分， B 否0分。 10. 当身体不适的时候，你不会马上去医院。 A 是1分， B 否0分。 11. 每当看到有不公正的事情，你的心中就会升起正义感。 A 是1分， B 否0分。 12. 你的生活里总是危机四伏。 A 是1分， B 否0分。 13. 做运动时，你会将挑战体力极限视为享受。 A 是1分， B 否0分。 14. 在学校里，你和老师的矛盾比和同学还多。 A 是1分， B 否0分。 15. 你会为别人争取利益，但是很少因为自己的利益而主动。 A 是1分， B 否0分。 16. 即便遇到不顺意的事情，你依然觉得自己处境良好。 A 是1分， B 否0分。测试结果解析：7分以下，你对自己还不错，不会通过苛求自己来满足别人，宁可回避风口浪尖，也不愿意用深陷危机来证明自己。这对你来说不是懦弱，而是谨慎与智慧。只要不是因为太安逸而忘记了成长，适当的给自己一些挑战吧。7到12分，在生活中你喜欢迎接挑战，只有在成就中证明自己，你才会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因此，你对自己的要求过于苛刻，甚至远超负荷。即使有时觉得辛苦，也毫无怨言。建议你适当的放松一下，给自己一点犒赏，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12分以上，你对自己过于苛刻了。你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还严格要求其他人。你总是背水一战，不给自己留任何的后路。你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自责不已，甚至将别人的过错揽到自己的身上。总是埋头苦干的你对自己不够好，你应该给自己更多的宽容，让自己有休息的时间。毕竟身体才是一切的资本。领导不会一直盯着你。人是很有意思的动物，越是紧张越不容易正常发挥。
对于敏感的人来说，他们总是会觉得身后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在注视着自己，那就是领导的目光，这会使得他们始终小心翼翼，如坐针毡，生怕自己哪一点失误被领导看在眼里，于是时刻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们都有过考试的经历，很多同学在模拟考试时成绩骄人，可是一到正式考试，分数就不甚理想。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考试时过分的紧张心理影响了他们实力的正常发挥。在职场中也是如此，你在工作中总是顾虑领导对你的看法，于是紧张的情绪会让你畏首畏尾，束手束脚。这些顾虑还会使你决断出错，影响你的创造力的发挥。你总是觉得领导的目光集中在你的身上，而一旦失误就会倍感难堪，觉得领导一定对自己极度失望，更加失去了自信心和自我认知的能力。这样你实际上是走进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下面我们把你和领导的心理活动重现一遍。这都惦记着关注着我，我怎么能不好好干呢？坏了，今天的活被我做砸了，领导狠批了我一顿，估计他以后都不会再对我抱什么希望了。领导，我每天日理万机，脑子里全是任务压力，哪里有时间去挨个关注？对于你的错，我压根就没太当回事儿，我不会因为一个错误就一棒子把人打死，当然还要看你以后的表现。何况我责骂你，其实是对你的忠告和提醒，是变个方式对你进行指导。如果你以为领导每天都在关注你，那么曾经有个人一句话就点醒了这种错觉。有位将官在敌人轰炸的时候，来到防空洞里点阅学员，他拿着名册亲自点名，并且打量学员的面容身材1-2秒后微微点头，在名册上郑重地打一个勾。许多学员便喜不自胜地低语，将官在点名之后对我有了印象。但是身边有一位学员接过话，放心吧，将官不会对你产生印象，点名是让你对将官有印象。此言一出，大家顿时失语，这位学员的话貌似不合时宜，却道破了真相，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总觉得领导的目光盯着自己的人，往往会把别人说的你这个地方做错了直接解读为你觉得我这个人不够优秀，不经意的失误便会觉得自己的存在是个错误，但他们不明白自己身上不是只有错误，即便是美玉上的瑕疵也掩盖不住它温润莹洁的光辉。人的形象永远是一个整体，一个错误并不会使你从此不堪入目，而一个坦诚直面错误的人，远比一个从不犯错的人更加有血有肉，丰满可爱。小测试，你的职场情商有多高？一、反应力和判断力。在一个难得的假日清晨，为了去晨跑，你5点钟就起床了。你在河边瞥见一位戴太阳镜、一身时尚装扮的美女站在树荫下，你经过她的身旁，看见她正在焦急地在手袋里翻找，你猜她正在找什么？ A. 面巾纸， B. 化妆品， C. 钱包， D. 小镜子。测试结果解析，选 A， 你的反应能力还算过得去，但是由于十分在意礼仪细节，所以你的观察力比较敏锐，对方的一点小动作会在你的面前暴露出意图与动机。选 B， 你有很强的观察力，对于事物发展的预料大多不会失算，然而太喜欢探查别人的隐私，却忽略了真正应该用心的事情，很容易偏离重心。选 C， 在人群中你的敏锐力大有用武之地，你很会察言观色，从细节中洞察别人的心理，而发现形势不妙的时候，你的反应能力会使你迅速抽身逃离。选 D， 由于你很注重表面是否得体，所以你的观察能力很差，对事物的反应力更是迟钝，要当心在生活中上当受骗。2. 洞察力。小时候读过的童话故事，你是否怀疑过其中的内容呢？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篇童话，你对哪一个细节最感到不解？ A. 小女孩卖火柴， B. 小女孩不从父亲那里逃出来， C. 没有一个人帮助那个小女孩， D. 没有一个人向她买1盒火柴。测试结果解析，选 A， 贫穷人家的孩子也要过圣诞，怎么会出来卖火柴呢？在这个家家洋溢着喜庆气氛的节日里，就算东西再奢侈，父母也会设法满足孩子的愿望。此时卖火柴明显是很不协调的色调，想到这一层的人，必须说你看人的眼光准到一流。选 B， 在家被父亲这么虐待，
还要出来赚钱养家，一日不离开父亲，他的折磨就一日不会终止，除非逃出父亲的魔爪，才能脱离苦海。能发现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矛盾，证明你对他人的言行有冷静的分析能力。选 C， 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帮助小女孩，恰恰是原作者的意图，这表示你看人的眼光稍差，你的正直值得你称赞，但是过分相信别人的承诺也不是什么好事。选 D， 过分看重表象，重结果而轻过程。对于你来说，结果才是最重要的，至于费尽心力达到目标的过程，则不足称道。在经商中，也许可以说是很会取巧，但是这样也会令人对你的诚信与踏实程度产生怀疑。训斥不必一直存在心里。有句话说，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人在职场走，谁能不挨骂？但是面对领导的训斥，我们既要有避免挨骂的智慧，也要有经得住骂的淡定。挨了训斥存在心里，时间长了也会落下病根。在职场中，作为员工，失误时受到训斥是在所难免。当然，面对训斥，人的自我保护功能会不自觉地进入一个防御的姿态。但是不同的人面对训斥所采用的防御姿态是不同的，而敏感的人和钝感的人对待训斥的方式也不一样。有两个人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张先生在公司里不算优秀，是个业绩平平的员工。有一天他在工作上出了点差错，结果正赶上领导心情不爽，于是他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周围的人从来没见过上司发这么大的火，对张先生深表同情，骂得这样凶也太过分了点。所有人都担心他会因此情绪低落，第二天不来上班了。出乎意料的是呢，第二天早上，张先生依旧是一脸阳光灿烂，笑着和大家打招呼，仿佛昨天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另一位王先生也挨了上司一顿狠批，但他回到家思前想后，闷闷不乐，然后开始自责，我真没用啊，我这么一点工作都能出错，以后领导怎么想我呢？我总不能像没事人一样待在公司吧。于是第二天就干脆不上班了，结果休息一天不成，2天3天，拖到后来只好辞职了。比较这两位先生啊，张先生相对钝感，正因如此，他在职场中富有一种顽强的精神，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闯过去，未来也会成为公司的骨干。而王先生则比较敏感，稍有风吹草动，他的内心反应就格外激烈，而未来的路上难免会遇到挫折，难以应对，周围的朋友也会慢慢的疏远他。日本的大冈企业家冈村小野最开始只是一个服务生，当时他经常挨老板铃木的骂，可是冈村小野不像其他的服务生那样见了铃木就躲避，相反，他总是主动上前打招呼，并且诚恳地进行请教。每到这个时候，铃木自然会指出他的许多应该改进的地方，而冈村小野在认真聆听之后，也会马上按照铃木的训示改正缺点。相比于其他人来说，冈村小野常常主动去寻找挨骂的机会。他这样坚持了2年，有一天铃木对他说，经过长期观察，我发现你对工作认真勤勉，为了表示鼓励，从明天开始，我请你来担任经理。冈村小野就是在上司的训斥声中成长起来的。由于他这种钝感的能力，不但没有被训斥打压的消沉下去，相反还将其转化为内在的财富，以此丰富了自己的经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他属于过度敏感的人，恐怕早就意志消沉了，又何谈后来的成就呢？对待上司的训斥，如果我们一直将其存在心里，那么显然是不明智的选择。无论上司训斥的是否有理，我们都不必拿他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上司的训斥分寸如何，体现的是他个人的修养，我们又何必因之破坏了自己工作的好心情呢？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调节呢？一、避开上司的锋芒，不顶撞，不辩解，等上司把火气全部发泄完毕，进入平静阶段，再做解释，避免针尖对麦芒。二、主动认错，不丢人，等到上司火气发泄完，主动让步，说这事儿我确实有责任，应该注意。主动认错并不丢人，也不意味着你软弱可欺，而是表明你自己的胸怀大度。三、退而求教，如果确实是自己工作有问题，那么正好可以向上司请求指教，从而吸取经验，精进业务。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接下来就不难与上司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当然，
事不过三，如果这样做，上司仍然频频找你的麻烦，那么自然是要另做打算了。小测试，你的逆商有多高？逆商是我们面对逆境时的应对能力，它意味着一个人的挫折承受力。根据逆商专家保罗·史托兹博士的研究可知，一个逆商越高，在逆境中就越能积极乐观地接受挑战，发挥潜力，找到解决方案，从而愈挫愈勇，达到卓越。下面就来测测你的逆商有多高吧。以下各题均为单选，按照符合度从高到低分为 A、B、C、D、E 5级，请遵从内心做出选择。一，如果在一个安静无人的房间里做考试卷，我可能会做得更好。二，我在正式考试或测验中的发挥比平时要好得多。三，尽管我已经把演讲稿背得滚瓜烂熟，但是站在台上还是会出现差错。四，必要的情况下，我可以通宵达旦的工作或学习。五，对于寒暑的感受，我比别人更加强烈。六，即使环境嘈杂，我也能集中精力，高效的工作或学习。七，体验时，医生说我心跳过速，其实我脉搏很正常。八，在会议上发言时，我比别人更镇定自若。九，当家人的朋友来做客时，我们常常有意回避他们。10，外出时，我能很快地适应当地的生活习俗。11，遇到重大比赛时，场面越热烈，我的成绩越差。12，在进行集体讨论时，我能流利地表达自己的看法。13，在公众场合或面对陌生人时，我常常会心跳加速。14，考虑到大家要相安共处，我常常无法坚守自己的立场。15，很多事情我更愿意独立完成，而不是团体协作。16，不论形势多么紧迫，我都不会忽略重要的细节。17，与别人座谈时，我常常觉得自己无言以对，但事后发现我有很多反驳的理由。18，我的正式考试成绩常常高出平时考试的成绩。19，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总会有一些不适的症状。20，夜间走路，我看得更清楚。分数计算规则：凡单号题，从 A 到 E 的分值分别是 A 1分， B 2分， C 3分， D 4分， E 5分。凡双号题，从 A 到 E 的分值分别是 A 5分， B 4分， C 3分， D 2分， E 1分。测试结果解析：81到100分，你的逆商值很高，抗挫折能力很强。61到80分，你有着不错的抗挫折能力，面对绝大多数的逆境都能心态平和的解决。41到60分，你有相当的抗挫折能力，能将你摔疼到一蹶不振的挫折很少。21到40分，要好好加油，面对挫折要打起精神来克服。0到20分，面对挫折你或许更习惯于逃避，但当下必须要学会面对了。善用敏感，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敏感并非洪水猛兽，虽然它毁人无数，但实则是一把双刃剑。关键在于这把剑是否会落在善用者的手中。如果落在善用者的手中，那么何尝不可以孕育天才呢？也许有人说，我不想做什么天才，只想有一份平凡人家的安稳幸福。其实，只要你善用你的敏感，那么人间何尝不可以处处怜静，而烟火红尘中，你同样可以达成与这个世界和谐对话。阅尽人生依然存留善意，在阅尽人世间的纷纭万象之后，难能可贵的也莫过于仍然相信人性中依然存有的善意。并非所有的人心都是那样险恶无比，在适宜的时机，我们仍然应该有相信他人的足够勇气。而倘若我们总是抱有防备与戒心，那么又何异于关上了我们与外界沟通的大门呢？世事难料，人心险恶，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往往是一些老辈人用来教导晚辈们的话。在他们的眼中，人心复杂，深不可测，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要时刻提高警惕。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而这种待人方式其实有些过度敏感，它是对人性中善意的怀疑。曹先生在人力资源部工作，负责为公司招聘人才。有一天中午，他在单位接到家人的紧急电话，告诉他父亲突发心脏病住院，让他赶紧去医院一趟。曹先生匆匆跟经理请了假，
然而刚出电梯就发现自己出来的时候忘记带钱包了，这下连打车的钱都没有。刚巧有2个年轻人，衣着打扮看上去像应届毕业生，能猜到是来公司面试的新人。于是曹先生亮出自己的身份，向他们提出想借一点车费去医院，到时候来公司找他。其中一位年轻人正准备伸手掏钱，却被他的同伴拉住，并小声嘀咕：现在骗子这么多，你就不怕被骗了？但是这位年轻人笑道：要骗也就是几十块钱，没关系。曹先生还是从他的手中借到了车费，飞速赶往医院。幸好父亲的病情并无大碍，在医院陪了1个上午，母亲就让他赶紧回单位，不要耽误了工作。回到公司后，曹先生问同事当天是否有2个年轻人来面试，同事说2个人都很优秀，但是老板想要选择一个最合适的人选。曹先生翻出了2个人的简历，并且对老板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最后那位借钱的年轻人入选了。曹先生认为这个人为人热心善良，而他的同伴却对人戒心太重，处处设防。即使自己已经亮出身份，他也不愿意伸出援手，相信这不是公司真正想要的人。曹先生对这2个人并没有什么偏见，但是他觉得在能力相同的情况下，不那么敏感的人应该会更适合这份工作。在一些新闻事件的影响下，如今许多人已经不敢轻易地相信他人会无缘无故地对自己好，但是这一切也许只是因为你的人生经验还远远不够丰富，于是常常会以偏概全，不敢相信人世间有出自本心的善意的可能。30多岁的刘先生已经成为一名主管，他回忆初入职场到现在的历程，深有感慨。那时他刚刚毕业进入职场，和很多新人一样，缺少实战经验，虽然也很想得到前辈的指教，但是又总是羞于开口，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能力都没有提升。有一次因为工作完成的不如人意，主管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虽然这不是第一次，但是他已经内心冰冷，甚至萌生出了辞职的念头。就在这时，副主管鲁先生找到了他。鲁先生开导他，劝他不要将主管的话放在心上，而且也知道他在工作上已经尽力了。刘先生深为感动，很想倾诉自己工作上的苦闷，却又不敢开口，于是变得吞吞吐吐。鲁先生察觉到这一点，便小声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都是同事，你不要拘束，说说你的心里话吧。你说出了心中的困惑，我很想让自己的工作能力有所提升，可是却不知道如何去做，也不敢问。鲁先生明白了，不敢问别人是吧？刘先生点了点头，刹那涌起一股知心的暖意。鲁先生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样，以后你在工作中遇到什么不懂的就尽管来问我，不用担心，但是你一定要不懂就问。半年之后，我希望能看到一个全新的你。根据入职以来的职场经验，刘先生能遇到这样一位好同事，愿意帮助职场新人，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你只要用心学习就好，其他都不要担心。鲁先生笑着打消了他的疑虑。虽然刘先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确实是多虑了。鲁先生不但在工作上，而且在生活上也多次伸出援手，在他经济拮据的时候，慷慨解囊相助。2年之后，刘先生从那家公司辞职，鲁先生并没有执意挽留，因为他清楚刘先生内心的梦想。虽然如今2人已经不在同一座城市，但是他们依然是最好的朋友。当年鲁先生无条件的帮助，始终温暖着刘先生那段初入职场的记忆。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会影响他对周围人的认知以及对人性的理解，然而我们无法把责任全部推给外部的环境，因为外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人心投射回来的影像。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慷慨无私，但也不是每个人都是唯利是图。当我们错会了别人的善意，将简单的人或事复杂化时，别人也会感到深受冒犯，于是不快的事情便随之发生了。外界在某种程度上是人心的一面镜子，当我们每个人都少点敏感，相信人性之中存在善意时，世界就会简单许多，自己的生活也将不会再有如此多的负累。小测试，你的世界是什么颜色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颜色，秘密就隐藏在出生年月日相加后的结果里。想要了解内心深处真正的自己吗？赶快拿起笔来算一下吧。生命颜色的计算方法，把你的阳历出生年月日的所有数字写出来，再将数字逐个相加，直到结果变成单一数字为止。这个数字所对应的颜色就是你的生命颜色。数字1，红色；数字2，蓝色；
数字3绿色，数字4白色，数字5黄色，数字6橙色，数字7黑色，数字8紫色。例如1978年8月23日出生的人，其生命颜色的计算方法如下：1加9加7加8加8加2加3等于38， 3加8等于11， 1加1等于2，所对应的蓝色就是这个人的生命颜色。测试结果解析：红色，热情冲动忙小子，感性的你内心热情似火，随时可以融化周围的人，不过有时会因为太过冲动而一发不可收拾，因此常常会得罪人，受到失败的打击。不过你的性格是屡败屡战，即使跌倒了也会很快爬起来的。蓝色，理性助人小天使，循规蹈矩不逾矩，冷静理智不犯错，可以说正是你的写照。冷静的你总能成为别人信赖的对象，不过谨慎的性格让你相信行胜于言，所以不轻易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以至于别人总认为你个性沉闷，其实你乐于助人且深思熟虑。绿色，大而化之墙头草，张扬的个性对你来说简直就是一句梦话，你随波逐流，少有主见，最希望的人生就是一生风平浪静，平淡如水。你知足常乐，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只是一旦山雨欲来，你可能在大风大浪面前束手无策。白色，单纯天真幻想家，纯洁如白纸的你犹如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生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中，尘世的一切都离你甚远，你的感性占据了理性的上风，情绪不稳，容易因为环境而引起波动。黄色，乐观开朗傻小子，天生乐观，天塌下来你也不忧不惧，好奇心旺盛，任何事都阻挡不了你亲自尝试的热情。如果有人试图阻止，一定会被你强力驳回，有时也要听听别人的建议，以免不慎上当受骗。橙色，依赖诚信小朋友，你身上的孩子气仿佛永远褪不去，永远需要别人陪伴在你的身边，对你细心呵护，关怀备至。尽管依赖严重，但是同时也会对朋友肝胆相见，虽然身边朋友众多，但是依然要找到一个能够一生守护你的人哦。黑色，人格分裂小恶魔，你的身上有多重人格交织，时而是天使，时而是恶魔，无论是理解力、执行力还是社交力都很强。你想出人头地绝非难事，但是你常常去追求那些遥不可及的目标，以至于终其一生都在追逐海市蜃楼。要小心这种分裂性格会让你失去平衡，从而错失真正的快乐。紫色，深谋远虑思想家，你遇事不会武断决定，而会把这件事理清全局再做决断，深思熟虑的程度令人叹服，自信心强，会早早地定下自己的宏图远略，但是你会过于坚持，即使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你要学会妥协，以免一生都在痛苦中挣扎。亲和力让你人脉更广，与人交往时，富有亲和力的人能够建立和谐友好的人际关系，从而在交际中能够如鱼得水，左右逢源。钝感一些不仅有利于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而且可以增加你的亲和力，使你做到人见人爱。亲和力是在你与别人交往的时候，身上自然散发出的让对方喜欢、亲近、赞赏的一种吸引力，它具有凝聚双方的力量，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帮助你在交际中更快地进入状态，提升你的优势，而好人缘也会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公司里有一个合作项目是公关部的领导们啃不下的一块硬骨头，领导们已经快要跑断腿了，但是对方还是迟迟不肯松口。这个任务后来交给了孙甜甜，结果令大家惊讶的是，接到任务的当天，合同就签下来了。正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合作公司的经理对公关部刘经理盛赞道：“你们公司的小孙真的太有亲和力了，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他那真诚甜美的笑容，这种亲和力是其他人所没有的。”的确，没有人能够拒绝一张亲切的笑脸，小孙灿烂的笑容迅速感染了对方，即使开始的时候对方冷若冰霜，但是你的笑容会一点一点融化这层坚冰，让他接受你，认同你，觉得很投缘。而小孙的笑容给他带来的亲和力，也让他拥有了更多的好人缘。亲和力体现出你对人友好、和善的态度，倘若表现得傲慢冷漠、充满敌意，那么就会无形中拒人于千里之外，使人不愿与你交往。而富于亲和力的人，因为平易近人，所以对方与之交往会感到很亲切而毫无压力，而反过来，
对方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做出回应。肖先生在本地开了一家面馆，生意十分红火。一个周末，他的老同学江先生慕名而来，刚刚下车就见店里店外全是人，连外面的桌子都坐满了。肖先生一见老同学来了，赶紧热情相迎。江先生道：“你这生意简直太火爆了呀！”肖先生说：“哪里，都是大家捧场嘛。”店里的每一位顾客吃完结账时都会过来和肖先生打声招呼，甚至刚来的顾客也会有很多冲他招手或点头示意。肖先生一边和同学聊天，一边还要照应顾客，忙得不亦乐乎。这时有一位服务员匆匆忙忙跑过来，告诉肖先生有一位顾客早上出门着急忘带钱包了，想先赊账。江先生自己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深知现在很多小店都是小本经营，一般不敢放心赊账。然而肖先生对那位顾客说：“没问题，下次一并给就好了。”那位顾客也很诧异于店主人的信任，说：“要不我把姓名和电话号码留下吧。”肖先生笑了：“不用，您只要告诉我怎么称呼您就可以了。”江先生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回去之后问肖先生：“上次赊账的那位顾客后来补上了吗？”肖先生笑道：“不但补上了，现在都成为我们店的 VIP 客户了，每天早晨必来呢。”那些跟你打招呼的都是以前的熟人吗？哪有，都是一回生二回熟，来这里吃个饭，彼此打个招呼也就认识了。我这店还是多亏了这些朋友帮衬着才这么红火呢。肖先生的亲和力让许多来店里吃饭的朋友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很多人成为回头客，所以他的生意兴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良好的亲和力不只是友善和信任，还包括宽容的气度。在很多时候，拥有开阔的心胸可以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营造轻松愉悦的交往氛围。胡先生在朋友圈里是大家公认的心胸开阔、为人处事非常得体的人，因此能够广结人缘。一次，有一个人想破坏胡先生和郑先生之间的关系，就在郑先生那里说胡先生的坏话。后来郑先生将这件事情告诉给胡先生，满以为胡先生一定会大骂一通，并且找那个人当面对质。然而胡先生听后平静的一笑，说：“咱俩做朋友也是有年月了，你如果相信他的话，可以不必和我继续交往；如果相信我，那么我们的朋友关系丝毫不受影响。”郑先生听后深为惊讶，别人在背后重伤他，他居然还能够如此淡定。胡先生似乎明白郑先生在想什么，便对他说：“大家本来都是朋友，何必把关系搞得这么僵呢？如果我逞一时之气，当面说破，你失去了朋友的信任，我和他也断了交情，这样对大家都不好。”郑先生听了胡先生的一席话，更加佩服胡先生的气度了。胡先生拥有阳光般的亲和力，其实也正得益于他的心胸开阔，从不计较朋友之间的一些细小恩怨，因而使友谊之树枝繁叶茂。在人际交往中，亲和力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提升交往的融洽程度，唤起对方的情感共鸣，从而营造和谐的交流氛围。当然，打造亲和力是要以真诚的关心对方作为基础的，多为对方着想，令对方感受到真诚的善意，自然而然会推进彼此的交往，感情也会越来越深厚。心里给你打几分，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别人会在心里默默地给你打个分，当然分数高低也会见出你的个人魅力。倘若表现优异，满分也不会是神话。测试题目：有馅儿的面包会比白面包更富有滋味，那么你更喜欢哪一种面包馅呢？ A. 豆沙， B. 肉松， C. 奶油， D. 葡萄干。测试结果解析：选 A， 你亲和力的一面能赢得满分，你不会像很多女生那样挑剔矫情，也不会很强势自我，你有着邻家女孩的温婉，你很善解人意，待人友善，正是这一点能够帮助你吸引人气。选 B， 你乐观的一面能赢得满分，不论外界阴晴雨雪，你的内心总是阳光灿烂的，开心过好每一天是你的人生信条，你知道不必杞人忧天，信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总是朋友圈中散发正能量的那个人，自然也很受欢迎。选 C， 你霸气的一面能赢得满分，说来也怪，霸道的人似乎总让人避而远之，但偏偏你的霸气会在令人仰望的目光中流露出敬佩，因为你的霸气是那种路见不平一声吼，为朋友两肋插刀，遇到天大的事情你都会挺身而出，自然人气就很高了。选 D， 你勇敢的一面能赢得满分，你从不畏惧困难，性格独立，很少向人求助，总是自力更生，不愿意麻烦别人，前方艰难险阻你也能够从容应战，而跌倒的时候不会一蹶不振，
爬起来又是一条好汉。这份勇气很容易感染周围的人，他们也很乐于和你相处。感知与享受自然的美好。生活在都市中，快节奏的生活让我们来去匆匆，而对路边的风景却视若无睹。心灵的天窗因为对美好的钝感而尘封许久。有一天我们会突然惊觉，原来我们匆匆赶路，却错过了自然界中那么多曼妙的风景。敏感如同一枚放大镜，只是我们很多人都不善于运用它。生活中有凡俗琐事，蛛网尘灰，却也有明月清风，鸟鸣虫唱。区别在于我们用敏感去放大的是哪一面。社会有社会的忙碌，而自然的风光却是笃定无言的守候。也许在社会上日久渐渐疲惫，也许在人间不幸遍体鳞伤，然而这时大自然都会用它那温柔的双手去抚慰敏感的心。山水清音是人心孤独时皈依的港湾。正如那句诗所说，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一个女孩在父亲去世的那一晚成了孤儿，却不料雪上加霜，父亲的一个好友在父亲的灵前强暴了她。她万念俱灰，来到河边失魂落魄的游荡。正当她哭着脱下鞋子准备让河水吞没自己的时候，一个刚刚下班归来的女孩撞见了这一幕，不管3721冲上去死命地抱住她，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她轻生。可女孩死意已决，于是拼命挣扎，又抓又咬，另一个女孩却不肯放手。两个人在河边的草丛里滚来滚去。正值黄昏，落日用余晖在天边扯出一抹血红的晚霞，辉煌而壮美。此刻人世间的生与死，在自然的宽厚与伟大面前都变得淡然无奇。两个女孩无意中看到了这一切，哭闹戛然而止。当晚这两个女孩成为姐妹，相互扶持，过着清苦却温馨的生活，相伴走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正是那一刻对自然之美的敏感，唤起了女孩对人世生活的眷恋，让她在创伤之后慢慢平复，走过漫漫长夜，看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曙光。平凡百姓如此，王公贵族也是如此。公元3世纪，一位望子成龙的国君将王子送到古朴大师的门下，希望大师能够教导王子成为未来能当大任的国王。王子刚刚抵达大师的寺庙，大师就将他送到大森林的深处，并给他布置了一项作业。1年之后回到寺庙的时候，要描述出森林的声音。万物复苏的季节，王子回到寺庙，滔滔不绝地描述：大师，我听到了杜鹃的鸣叫，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蜜蜂在嗡嗡地鸣唱，蟋蟀在唧唧地低吟。听完王子的描述，大师让他回到森林中继续倾听。时光慢慢流逝，年轻的王子孤独地坐在森林里，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我还没有能够识别所有的声音吗？他竖着双耳尽力去倾听，然而除了之前那些声音之外，没有任何新的发现。一天清晨，王子静默地端坐于树下，心神宁静之后，他的双耳突然捕捉到了一种从未听到过的声音，越是聚精会神去听，这声音是越清晰。王子茅塞顿开，回到寺庙，王子恭恭敬敬地向大师描述了他的惊喜。当我全神贯注地去倾听的时候，我听到了前所未闻的声音，鲜花缓缓地绽放，大地在阳光下苏醒并伸展，小草尽情地吸吮着露珠。大师听后赞许地频频点头，说：孩子，你能倾听常人听不到的声音，具备了成为杰出君王的基本素质。现在你可以开始学习怎样治理你的国家了。一景，不是上天吝啬不肯给予我们心灵上的安慰，而是我们将敏感用错了地方。如果将身心转向大自然，那么一路总有惊喜会不期而至。当你发现并放大大自然所有的美好时，那么你会与它达成和谐无间的对话。莫说草木无情，只是我们从来不曾感受而已，所以尚未达到与自然共鸣的境界。小测试，你的灵魂属于哪一片海滩？追寻自由的心永远向往大海，而每一个不羁的灵魂都有一座自己的岛屿。蓝天碧海，水清沙白，你究竟属于哪里？你将在一片美丽的海滩度过午后时光，但由于时间有限，你只能选择以下活动中的一项，你会选择哪一项呢？ A. 阳光下冲浪， B. 潜水探秘， C. 安静的堆沙， D. 自在游泳， E. 漫步观景， F.
和朋友打沙滩排球。测试结果解析，选 A， 你热情开朗，洒脱大方，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有强烈的成功欲，被称为日本夏威夷的冲绳岛上细白的长滩是你的好去处。这里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和本色民族风情都能培养你的正能量，助你走向成功。选 B， 你的性格中有固执的一面，做事有原则，长期处于夏季的夏威夷岛上的绿色海岸才是你的绝配。它的动感与活力能激发你性格中潜在的外向因子，帮你释放天性，每一个细微的改变都能给你带来意外的收获哦。选 C， 你对美有敏锐的感知能力，生性浪漫重情。作为安达曼海上的一颗明珠，普吉岛的浪漫海岸线与你的气质不谋而合。在这里，你可以好好梳理心中的感情走向，改变自己的生活。选 D， 你富于创造力，善于交际，为你赢得了许多朋友。清澈纯净的塞班岛海滩最了解你的个性，它风情万种，妩媚动人。和朋友一起来这里，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连接彼此的情感纽带。选 E， 你冷静内敛，心思细腻，有时缺乏安全感。静谧柔和的越南芽庄，充满原始感的灵动海滩是最适合你的地方。依山傍海，既是心灵的依托，又适于情感的释放。在这里，不妨来一场心灵的修行。选 F，你的兴趣广泛，灵活善变，具有经商的天赋。毛里求斯满载风情与阳光的海滩才是你旅行的不二选择。这里是上帝脚下的伊甸园，在这里你可以忘却世事纷繁，回归人类本真的快乐。用敏锐放大每一刻幸福的感觉。每个人都在追寻幸福的路上苦苦寻觅，可是同一条路到达的终点却不尽相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说敏感可以算作心灵的眼睛，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灵一直就处于沉睡的状态，而幸福其实就在身边的每一寸角落里，我们却视而不见。有一对夫妻，他们从热恋期一直走到新婚殿堂，度过了浪漫的蜜月。然而婚后随着两个人生活的密切，彼此都觉得对方不再是当初恋爱时自己倾心的样子。恍惚间，他们似乎相信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一天下午，丈夫坐在沙发上打发闲暇时光，随手翻阅到杂志上有一篇表达对婚姻生活失望的文章，他被这篇文章深深地吸引，而女作者优美的文笔也让他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于是他想写信结识一下这位作者。他在信中写道，像你这样一位颇具才情的女子，你的丈夫为什么不懂得好好珍惜呢？这封信寄出之后，他并没有等到作者的回音。2个月过去了，那封信早已石沉大海。丈夫心中的希望破灭了。出乎意料的是，一天翻找东西，他竟然发现了自己写的那封信，急忙询问妻子。妻子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一位热心的读者寄来的，我一直没有回复。丈夫先是愕然，然后释然，并深感惭愧。婚后的短短几年，他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妻子本来是一位颇具才情的女子，写文章一直都是妻子的挚爱。原来是自己对妻子关心太少。这一刻，他发现妻子依然美丽，于是他们又回到了以前的甜蜜岁月。其实幸福一直在你的身边，未曾远走，只是因为你的敏感忽略了它的影踪，而一直淹没无闻。当你去除浮躁对心灵之眼的蒙蔽，会蓦然发现，原来盛景何必向他处寻求，西山风光一一尽在眼底。便要奔赴驻地，而且很久之后才能回家。妻子不舍，便随他一同前往驻地。军官将妻子安顿在附近印第安部落的一间小木屋里。起初妻子还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很有新鲜感，但是不久就厌倦了这里的生活。夏天昼夜温差变化很大，这种气候令他无法适应，而在印第安部落中语言不通，也令他很难融入这个生活圈。妻子很想回到大都市里生活，但是又不想离开丈夫，于是写信向母亲哭诉心中的苦闷。母亲回信中说，孩子，从前有2个犯人，他们被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唯一的娱乐就是透过铁窗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一个人看到的是泥土高墙，而另一个人看到的却是满天繁星。妻子读后若有所悟，从此以后他主动融入印第安人的生活圈，
了解当地的民俗，向他们学习编织和烧陶的工艺。不知不觉，他竟然爱上了那里的生活。他甚至还开始研究星象学，并且在几年之后推出了自己关于星象学的著作，成了一名星象学家。如果说对于幸福的敏感尚未醒来，那么轻轻敲起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这首明天会更好早已为我们敲醒了警钟。幸福总是藏身在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之处，它不像烈酒，而像清茶，需要在回味中品味它的缕缕幽香。而在喧嚣的世界里，它的声音会被繁华遮蔽，于是我们反而忘记了真水无香的古训。在繁忙中浸泡得太久，容易麻木，请容许自己有片刻的抽离，张开心灵的眼，用敏感来放大每一丝欣然的喜悦。你会发现，原来幸福始终如影随形。小测试，你离幸福有多远？如果你是一位名画家，正在构思一幅画，画中有一人一鸟，你会如何构图呢？ A. 这个人正在端详笼中鸟。 B. 这个人正在追逐飞走的鸟。 C. 这只鸟栖息在这个人的肩上或者手上。 D. 这个人在冲远去的鸟招手。 E. 这只鸟在空中盘旋，而这个人丝毫不在意。测试结果解析，选 A， 你的幸福近在眼前，却由于受到阻力而无法如愿以偿。也许你已有心仪的对象，但对方的家人不同意你们的婚姻，或者是你心中有迈不过去的坎，所以婚期迟迟未定，但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幸福溜走。选 B， 你正全力以赴，但是又觉得抓不住幸福，处于身心俱疲的状态中。其实学会舍弃也是一种智慧。如果你认为眼前的幸福并不是真正的幸福，就要慎重考虑是否应该舍弃了。选 C， 和鸟嬉戏而不担心它逃走，这象征着你现在正沉浸在幸福满足的状态中，每天都充满快乐，可能是你遇到了真爱，因此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人了。选 D， 这幅画的人物静止，只是向鸟招手，说明你正以一份平常心静候幸福的降临。人生中许多时候都需要自己努力去争取，机会稍纵即逝，不要粗心大意哦。选 E， 人与鸟之间没有产生任何关联，这表示你对幸福似乎没有什么感觉，对待世事相当淡然。或许你在经历过刻骨铭心之后，突然顿悟了，对人生的见解已经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身心和谐与世界无距离，身体与心灵达到和谐的状态，实际上是和这个世界彼此呼应合拍。你身心的每一个微妙变化都折射出这个宇宙的一粒微尘，又凝聚了世间万象。拈花而笑的一瞬已是禅境。一个人的身心健康是以他的身心和谐为基础，其中至关重要的便是学会心理调节。当良好的心理调节反作用于人的身体的时候，身体内部的动态平衡就会得到维持，从而增强个体对环境的适应与协调能力。在心理调节的过程中，如何应对自身过度敏感的特性，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如同我们在书本开头曾经分析过的一般，敏感其实也有形容人体对外界反应的意思。身体上的过度敏感会导致人体对周围环境的变化产生强烈的反应，而这种刺激通过神经末梢传达到大脑之中的时候，还会映射到人的心理，甚至会激起强烈的波动。而当心理反作用于身体的时候，我们便进入了一个循环。有一天开会的时候，经理以不点名的方式批评了一些人，本来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是史先生却觉得这些话是冲着他来的，说明经理一定对他不满很久了。于是他每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到1个月，人已经变得憔悴不堪。一次去医院做检查，发现他因为长期思虑过度，已经患上了神经衰弱。实际上，领导的批评只是针对一些现象而不点名的原因，实则也是对事而不对人。但是过度敏感者会做出错误的解读，进而打乱自己内心世界的平衡，使自己处于一种紧张焦虑的状态之中。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身体内部的调节机能也随之紊乱，出现内分泌失调等一系列症状。故而身体上的很多疾病其实总能从心理上找到源头。人其实唯有身体是自己可以掌控的，结果我们偏偏总是让过度敏感的神经为外界纷扰的刺激所悸动，同时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失去了对身体健康的掌控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人体即是小宇宙的说法，意即人体结构的精妙庞杂，实则对应着人身所处的宇宙大环境。人体的细微变化都在呼应着外界的消息，但在过度敏感者的世界里，他将自己与外部环境割裂开来，而无法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以至于外界的风吹草动都会使他内心掀起波澜。在身心和谐的人那里，他的身体会感知大千世界的风吹花开，风清月白，真正达到物我合一，与外部世界和谐共处，宇宙即人身，人身即宇宙。当他与宇宙世界处于同一频道而完成优美的共振时，便不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过分强烈的反应，因为在那一刻，他从身心均已认同了这个无时无刻不包围着自己的外在。小测试，你的幸福指数是多少？每个人对幸福都有不同的理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休闲的时刻应该最幸福。每个人喜欢的饮料口味都有所不同，一种饮料就可以破译你的幸福指数，快来测试一下吧。有一天，你误打误撞进入一家黑店，老板端来5杯饮料，告诉你这里面只有1杯是无毒的，你觉得哪一杯会是最安全的呢？ A. 刚挤出来的鲜牛奶， B. 刚泡的老人乌龙茶， C. 浓浓的美式热咖啡， D. 热腾腾的珍珠奶茶， E. 一杯纯净的白开水。测试结果解析，选 A， 目前幸福指数是 55%，这类人天性单纯，但也很盲目，只要爱上一个人，就会觉得自己已经沉浸在幸福之中了。选 B， 目前的幸福指数是 80%， 这类人的幸福就是和自己喜爱的小孩子待在一起，质朴而温馨。他们有着极为成熟的心境，面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平静地享受。选 C， 目前幸福指数是 40%， 这类人以自我为中心，和伴侣之间可以说是处在相爱相杀的状态，而彼此在心里依然会把对方看得很重。选 D， 目前的幸福指数是 99%， 这类人和另一半之间语言沟通已经成为多余，两人的默契是外人无法理解的，彼此之间只要对方的一个眼神就足以传达所有的信息。选 E， 目前的幸福指数是 20%， 这类人极为独立和聪慧，他们很清楚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后记，对于敏感可以将其细分成很多种，比如爱情、婚姻关系中的敏感，亲子关系中的敏感，职场生涯中的敏感，或许每一点展开都可以是一本书，但即使编者将这些点一一罗列，也依然无法穷尽这个领域所有的隐秘与幽微。然而，如果将所有的理论与方法都呈现给读者，则没有太大的意义。本书的目的是想唤起大家对敏感特质的关注，并端正认识，通过对它的深入了解，做到未雨绸缪，将世间许多遗憾扼杀在萌芽之中。如果你希望摆脱敏感的困扰，读者需要根据本书中的指导去亲身实践，放下心理上的负担，从而逐渐走出敏感的阴影。说到底，敏感是精神上的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由于对外界的所有刺激都处在枕戈待旦的状态，远离敏感终究还是要将自己放松再放松，在坦然与释怀的状态中去感受来自周围的善意，从而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在这样一个高速运转的时代里，我们为什么还要让不合时宜的敏感为我们再加重心灵的疲惫呢？挥一挥衣袖，告别过分的敏感，明天我们将迎来满天的彩霞。